系统啊，已经40几年了，你要再晚点出现，我都要破该了。宿主请不要激动，系统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不缺席好啊，不过系统啊，你看我都40多岁，人老珠黄了，这还能开始修炼不？修炼？有系统你修炼个锤子！奖励宿主见面礼包1份，恭喜宿主获得特殊能力，与世间万物五五开。与世间万物五五开，啥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宿主不管是面对什么东西、什么人，都能做到五五开，也就是谁也打不过谁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这玩意儿我也能五五开吗？可以。检测到宿主所在宗门，3日后将举行收徒大典，要求宿主招收1位弟子，成功即可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这能力啊，好像有点变态啊。本座乃是负责尔等试炼的长老，接下来的话，尔等且仔细听好。到天宗收徒，第1项便是灵根觉醒测试。灵根品级分为下品、中品、良品、上品、极品、圣品，这其中灵根觉醒测试达到中品者，可进入我道天宗下一轮测试。尔等可听明白？我等明白。好险好险，还好我觉醒测试中有中品木灵根，不然就这样打包回家去的话，老爹肯定失望死了。苏南姑娘，我觉醒测试出了上品火灵根，只要通过所有试炼，绝对可以成为内门弟子，保不准将来还会被长老看上，成为真传弟子。不若你与我结成道侣，将来我定然助你修炼，如何？陈公子，恭喜恭喜，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不过结成道侣还是算了吧，我还小。给脸不要脸。李山主，又是从前天开始爬山的？其实是昨天。哎呀，果然是熟能生巧啊！对的。这家伙明显就是在挖苦自己，要不就找个机会和他试试自己这五五开的能力。竟然是圣品灵根！徒儿，往为师这儿看，嘿！放屁！谁是你徒儿？那是我徒儿。嘿，徒儿，为师山上真传，内门大弟子大都女性，快到为师碗里，不是，快到山里来。可愿拜我为师啊？哎，散了散了。弟子哭逢川见过师尊。过来吧。圣品灵根啊，我去啊！羡慕个啥？场上可不止一个圣品灵根，这木属性圣品灵根，本系统不喜欢。你还嫌弃上人家圣品灵根了？场上还有圣品灵根的话，宗主还有这些山主怎么做得住？发现隐藏圣品冰灵根，宿主收徒任务确定目标，任务已从收弟子更改为将圣品冰灵根拥有者收为弟子，完成后宿主可获得丰厚奖励。我去你大爷的更改任务！你个脱皮啊！你还能这么玩的？爱你哦。看来李山主今日又没有看得上的弟子啊。宿主遭受嘲讽，这怎么能忍？系统发布任务，起身走到苏南身前，完成任务可获得奖励灵根觉醒能力。这个李州君搞什么鬼啊？莫非他要收徒？开什么玩笑，他一个灵根都没有的废人，他收什么徒啊？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宿主获得奖励灵根觉醒能力。你可愿拜我为师？这真的吗？什么情况？一位山主竟然亲自走到我面前要收我为徒，是我不是做梦吧？天啊！当然，你若愿意拜我为师，便叫我一声师傅吧。师傅好，弟子苏南拜见师傅。恭喜宿主收徒成功，宿主获得奖励圣品冰灵根，金丹元乃修为，玄冥心经。圣品冰灵根对天地之间冰之灵气最为亲和的人所拥有，金丹元乃修为。此风世界修炼境界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反虚（括弧虚仙）合体。玄冥心经，玄冥先帝所修冰属性功法，系统已经帮助宿主自动学习。我操，圣品冰灵根，我现在也有灵根了，还是圣品。宿主不要激动，你的修为系统为了让宿主今后看起来更像返璞归真的超级高手，更好的装逼已经帮宿主隐藏，宿主以后可自行选择开启或关闭逆袭 buff。系统，我爱死你了！哎呀，可惜了这么一个女娃娃呀。也罢，到时候这个女娃娃便知道自己师傅是个废，自会后悔的。难道这位山主就是道天宗的那位废柴山主云居山主？师傅，你这是？
不错，我就是云居山主。妈蛋，完了！那个，我现在还能后悔不？不能。没事，师傅，我相信你。我爹常说，越是看起来废柴，普通的人越是厉害。想必师傅你就是这样子的吧？你说呢？系统检测到周围人很不看好宿主师徒，现发布任务，宿主当场帮助苏南觉醒圣品冰灵根。任务完成后，宿主将获得奖励。系统，你这是不怀好意啊！不这样，宿主怎么施展5开能力装逼？你说的好有道理，我愿意称你为最强装逼系统。小丫头，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你只有中品灵根？独听江南小小言和语，此生此处一程一夕，单凭肩上写诗要过去，生死万缕却为记住你，南柯旌旗不与人千里，转身偏骤人那雨滴，曲终终为敌。是圣品冰灵根。云居山主，以你的能力，这圣品冰灵根的弟子拜在你的座下，怕是不合适吧？柳岩说的不错，你的资质不配收他为弟子，圣品冰灵根的资质让你来教导，对于整个道天宗而言都是一个损失。而且你又能忍心看着本是未来的新星就这样折损在你手中吗？慕容山主，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丫头已经拜我为师，再让她转投你门下，怕是不合适吧？若是这般在意别人眼光，我还修什么仙？丫头，你怎么看？啊，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慕容雪，本山主的弟子谁也带不走，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你若真想从我这里挖墙脚，你就将我击败。此话当真？当然，出手吧。怎么可能啊！这云居山主不是修炼废柴吗？对呀，慕容山主这一击看似随意，但是没有个反虚的修为，这真接不下来呀。不仅如此啊，这云居山主出手之时毫无灵气波动，莫非他走的是上古时期那些炼体士的路子？极有可能。你竟然能接下来我这一击，看来这些年你一直都在隐匿自己。承让了，我也不用顾及什么了，一招分胜负吧。天落飞雪，剑无痕。竟然是慕容山主的飞剑神通，好快的速度！这慕容山主修为果真达到了合体之境。此剑若是针对本山主，只怕本山主回神之时头已落地啊！给我破！怎么可能？李周军这家伙居然是个老六啊！你藏得这么深，这位云居山主的修为定然也达到了合体之境。慕容山主如何？我败了，承让了。丫头，跟着你师父好好修炼吧。你师父若是敢欺负你，便来凌雪山找我，我帮你出气。哦，多谢慕容山主。小丫头不必客气。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成功与慕容雪交手，成功刷新众山主对宿主认知。系统发放奖励：7品飞剑傲雪，元婴初级修为，极品凝气丹1枚。宗主告辞。云居山主，这次还用走下山吗？当然不是，毕竟收了弟子，不能让我这弟子再跟我走下山吧。7品本命飞剑，这云居山主果真是合体之境的剑仙。哎呀，40岁，合体境的修为，云居山主天资无双，便是我也汗颜几分呐。宗主过奖了，有机会我找云居山主小酌几杯，云居山主可千万不要拒绝啊！宗主大驾云居山，周军欢迎还来不及，怎么敢拒绝呢？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检测到先前挖苦宿主的火风山主已经跑路，现发布任务：3日内宿主去火风山找火风山主较量较量，完成任务，宿主将获得拉风奖励。哇，师傅，这么大的宫殿，以前就你一个人住吗？是啊，不过今后就多了一人。师傅，那我今晚上睡哪儿？看上哪儿就睡哪儿。太好了！今日你好好休息一下，为师去做顿饭，明日再开始教你修行。师傅，像你这样的强者还会做饭吗？要不还是我来做饭吧，正好让师傅尝尝我的手艺。难得你有这份心意，那好，你去吧。
不是吧？这师傅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啊！这东西你确定他能吃吗？你这丫头第一天上山就想谋害为师啊？什么嘛，虽然是第一次做饭，但我很用心的。好吃吗？师傅，要不你尝尝？贫道我本是龙虎山得了道的小神仙。你这个废物山主又来缠老娘身子了呀？看五颜六色的大公鸡。贫道我通晓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哇，师傅，好香啊！那当然，这可是一只筑基境的鸡，你吃个鸡腿就够了，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果然是千师傅啊，好好吃啊！肚皮叫过天，好家伙，一只鸡腿还是太补了，下次让这个丫头吃个鸡屁股就得了。好香啊！哎呦，小丫头你醒了，昨天那鸡腿太补了，你吃了2口就补晕了。为师经过1晚上思考决定，下次吃鸡，为师只能含泪给你留一个鸡屁股了。谢谢师傅。小丫头，你这么喜欢吃鸡屁股啊？师傅，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你长得这么好看，我却没有师娘了。啊？为什么？因为师傅你长了一张嘴。你不也长了一张嘴吗？难不成你有2张？此乃储物戒指，你的真传弟子衣袍、玉佩，为师都放在里面。不是吧，师傅？我没有修为，没有神识，里面的东西我都拿不出来啊！慌什么？作为为师的弟子，为师当然可以保证你第一次修炼就能突破炼气1层。此功法乃是当今世上当之无愧的顶级功法，与你的圣品冰莲根可谓是相互辉映。弟子多谢师傅。你这丫头和为师客气什么呢？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师也算是你爹了，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待会儿你按照功法修炼之时服用此丹，加上你昨天吃的那些大补之物，足以突破炼气1层。那我要是今天没有突破炼气1层呢？没有突破炼气1层啊，那就是补的不够，为师再去给你准备一些大补之物。师傅放心，今天我肯定能突破炼气1层的。不错不错，不愧是本山主的徒弟，有雄心壮志。我有个屁的雄心壮志啊，还不是被师傅你逼的，吃一次晕一次，这谁能顶得住啊？第一次修炼你就突破到了炼气3层，不错。都是师傅教的好。行了，你就在此地稳固一下修为，为师要出门办点事情。好的，师傅，你放心的去吧。行过小周圈，念咒掐指诀。那前辈是谁啊？你们也瞎吗？没看见云居山主腰间的山主玉牌吗？云居山主那个废柴，你个憨包，让你整日只会窝在房间里边打扑克，现在蠢了吧？告诉你，就在前天，云居山主战胜了咱们山主都打不过的慕容山主。绝对不可能，你是在骗我的吧？人家可没有骗你啊！云居山主的确是一位超级大能，之前我们都被云居山主的伪装给骗过去了。那咱们还在这里聊什么？还不拜见云居山主？我等见过云居山主。你们去通报你们山主一声，就说云居山主来访。弟子这就去禀报。山主，云居山主来访。好你个李老六，果真找上门来了。你去告诉云居山主，本座正在。哎呀，柳山主，山下太阳太大，我就自己上来了，你不会怪罪我吧？妈了个巴子的，这个老六自己上来了，完犊子了，这李山主大驾光临，本座当然欢迎啊，怎么可能怪罪李山主呢？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关系很好似的。李山主，你究竟想怎么样？当初我以为我比你强，嘲讽挖苦你几句没问题吧？如今你比我强了，你若是要对我做什么，那你就来吧。
我李周军可不是和你一样的人。你今天不是来找我算账的？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咱们练练吧。李山主，请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云居山主去找柳岩了呀？对呀，看样子柳岩今天惨喽，毕竟连慕容雪都败在了李周军手里。看戏看戏，我就喜欢看柳岩吃瘪的样子，谁让这家伙平日里总是目中无人呢？剑来，给我过！一剑落，法身破。李山主的剑太恐怖了。没错，所谓剑仙也不过如此了吧？这一剑是给你的教训。技不如人，甘拜下风。本座就不打扰柳山主了，告辞。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9龙辇。云居山主，请移驾道天殿一叙。宗主，慕容山主。云居山主坐。敢问宗主叫我来有何事？其实也并非什么大事，想必二位也清楚，我道天宗虽为青州公认的第一大宗，但其实这些也只是明面上的，在暗处还有一些隐世不出的世家宗门，都有着稍逊我道天宗的实力，甚至更有2、3者足以媲美我道天宗。我叫你们2人前来，便是想让你们2人代替我道天宗参加一场世家的宴席邀请，不知2位可有时间否？我有。能去领教一番世家的风采，想来也是不错的。好，那此事便定下了。发布任务：3日内覆灭血炼宗，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怎么了你这是？愁眉苦脸的，和个小老太太一样。师父，我刚才收到家里的来信，我家族所在的平玉城附近出现了一个魔道势力，这个势力叫做血炼宗，他们用武力压迫附近城池的百姓，每日都要提供100位童男童女给他们的宗门的人用来修炼。我的一个堂弟已经被送过去了。丫头，放心吧，为师正好要参加一场宴席，会路过平玉城，顺手便能解决了血炼宗。你就随为师一同前往吧，也可顺路看看你家里人。弟子多谢师父。系统召唤9蛟辇。好的。9头虚仙境界的蛟龙，这气息貌似是从云居山传来的。这9头蛟龙莫非是云居山主圈养不成？妈的，9条虚仙级的蛟龙拉你，云居山主好大的逼格。这云居山主藏得太深了，现在都直接放飞自我了。9蛟拉辇这玩意儿都冒出来了，这不妥妥的炫富吗？师父，这是传说中的龙吗？蛟龙而已。再跑一下，你们的下场都将如此。使者大人，我们平玉城昨日已经奉上50个童男童女给了贵宗啊。是啊是啊。哼，难道你们不记得本使者第一次来这里说过的话？你们与附近的城池每日需提供100个童男童女给我血炼上宗。你们附近的城池已经提供了50个童男童女，还有另外50，就需要你们平玉城凑了。若是今天晚上钱拿不出来，那我血炼上宗只好屠了你们平玉城了。老钱呐，咱们昨天去了这平玉城的陈家，今天就去苏家吧。上次咱们宗主对我们从苏家带过去的男童可是赞不绝口啊。行。家主，那血炼宗的妖人往我苏家赶来了。来了又能怎么样？我等凡人在这些修行之人的眼中
与待宰的鸡羊无异啊。哟呵，诸位都在这呢。哎，这好，你们想清楚了，将哪个童男童女交给我们了吗？二位使者大人，前日你不是才从我苏家带走了一位男童吗？找死！你们这些凡人毛病就是多，不杀鸡儆猴，你们是不会听话的。你这是9条虚仙境的蛟龙吧？你猜的不错，的确是9条虚仙境的蛟龙。不知道这位能够驱使9条蛟龙的大能，是不是路过这里？放心吧，如此大能，怎会在乎一个小小平玉城内的蝼蚁？就是万人死在这位前辈的面前，这位前辈怕是依旧能够无动于衷。家主，你看，是小姐回来了。男儿，这丫头怎么回来了？莫非是女儿已经拜入道天宗，带帮手回来了？晚辈血炼宗少使者秦开，晚辈血炼宗胖使者楚河拜见前辈。告诉我，血炼宗在哪儿？前辈，我们不能说呀。既然不说，也别怪我不客气了。乾坤意味。这二人已成废人，诸位随意发落。多谢上仙主受相救。不必多谢，去见过你父亲吧。谢谢师尊。爹，你头发都白了。哎，没事儿。对了，你这丫头拜入道天宗了？对啊，爹，刚刚出手救我们苏家的就是我师父。你这师父也太年轻了吧！我悄悄告诉你，我师父可是道天宗的山主。什么？在下苏恒是苏家的家主，小女性格顽劣，若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山主尽管教训就是。苏家主说笑了，你交了一个好女儿啊！哎呀，山主谬赞了。山主能够驾驭9蛟，定是神仙中人啊！小女交给山主教导，我这个做老父亲的便也放心了。苏家主这话说的，我受之有愧啊。山主，不知这血炼宗的事情。这血炼宗在我道天宗眼皮子底下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身为道天宗的山主，自然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丫头，好好陪陪你父亲吧。待你境界愈发高深，闭关出关便是10数年的时间。7日后，为师过来接你。是师父。大姐，这血炼宗的血炼老祖可是元婴境圆满的修为，距离化神也只有1步之遥。我们虽然联手不惧他，但只怕也会遭受重创。为了那叫林一商的小子，我们冒这样大的险值得吗？他身上有着进入虚仙墓的玉佩，当然值得。什么嘛！我看大姐你就是看上那小子了。竟然有人敢用9条虚仙境的蛟龙拉碾，也不知道这位大佬究竟是敌是友。看那9蛟撵山的青年模样生得如此俊逸，怎么看也不可能和血炼宗的一样是歪门邪道。或许他是来覆灭血炼宗的也说不定啊！你这丫头，靠脸看人，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本座道天宗云居山主，血炼老祖不来受死。本座道天宗云居山主，血炼老祖不来受死。竟然是道天宗的山主，想不到道天宗的山主竟然会在此处出现。不过他既然是道天宗的山主，那这9条虚仙级蛟龙拉碾也就不奇怪了。这云居山主的确在青州也让人如雷贯耳，但是我记得这位山主出名并非是因为实力强大，恰恰相反的是，他是一个修行废柴。老朽血炼子拜见云居山主。受死！云居山主，你若是敢杀我，我背后之人必定不会放过你。
哼，难怪你敢出来见本座，原来是背后有人撑腰啊。不过本座倒是要看看谁能与本座为敌。小娃娃，你好大的胆子呀！连本座的棋子都敢动。什么下水道的东西，竟敢在我道天宗境内放肆，受死！恭喜宗主完成任务，覆灭血炼宗。系统发放奖励：一品碧霜剑，碧霜剑诀，元婴中期修为。哎呀，山主啊，小女往后望山主多多照料啊。苏家主放心，这丫头是我徒弟，自然谁也欺负不了她。哎，那就好，那就好。好了，苏家主，那我便不再多叨扰了，告辞。山主慢走。师傅，我们现在要去干嘛？等人。不用等，我已经到了。这么快？你的九龙撵可是醒目的很，我想不找到都难。那我们就启程吧。恭喜宿主签到成功，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一拳灭合体。一拳灭合体，宿主肉身可凝聚至强一拳，击杀渡劫境下的任何修士。注：此拳只可使用一次。云居山主，他还收了弟子？莫非这是道天宗的那位废柴山主？爹，道天宗让云居山主这不能修行之人带着他弟子来我薛家，莫非是想让他弟子与我们薛家联姻？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若真是如此，那就答应他们吧。那云居山主的弟子，孩儿看上了。我等见过灵雪山主、云居山主。老朽薛无量见过道天宗两位山主，两位山主能来参加老朽的宴席，老朽的脸上贴金呐。薛老祖不必客气，还请两位山主移驾府中一叙。来者何人？竟然敢闯我薛家族地！怎么，老狗你不认得我了吗？是你！你突破合体之境，本座没什么礼物送你，这两只小狗的狗头就送给你吧。放肆！今日在座的诸位都别想走了，也不要怨我，要怪只能怪你们和薛老狗摊上了关系，通通化为我踏入渡劫境的踏脚石吧！血祭大阵，合体境圆满。云居山主，面对此辽，你可有把握？一拳。你只能出一拳？一拳便可将他震杀。这合体境圆满的修士就这样死了？这云居山主一拳就打爆了合体境圆满的修士，那他的修为又该到何种地步啊？莫非是渡劫？极有可能。谁再和我说云居山主是废柴，我他妈把他头拧下来给当球踢！那咱们还在这里聊什么？还不拜见云居山主？我等多谢云居山主救命之恩。老朽多谢云居山主救命之恩。诸位不必客气，本座身为青州第一正道大宗的山主，出手灭杀此辽，不过是在行自己的职责罢了。李山主大义。楚凡哥哥，吴老，圣女，去查一下是谁杀了楚凡。圣女何须在意一个下界之人的死活？若是你不去，我便自己去了。老奴遵命。楚凡哥哥，我一定会把杀你的人送去给你陪葬的。看什么呢？师傅，不用这么客气，坐下吧。告诉师傅，你在想什么？也没想什么，就是这段时间让我感觉修仙界似乎并没有我之前想的那么美好。师傅在，你修炼到能独挡一面前，没人能伤你分毫。谢谢师傅。此剑名为碧霜，一品飞剑，
虽然品级不高，但材质却是上好，足以匹敌3品飞剑。因为是1品飞剑，你把它祭炼为本命飞剑也没有什么困难。弟子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有这心就好。怎么了？找我啥事儿？我衣服都没穿呢。你可不要想老牛吃嫩草，我才40岁。追老娘的人一大把，你这家伙倒还嫌弃上了，还老牛吃嫩草，你咋不上天呢？没什么，就是昨晚上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当面感谢你救了我。行，你要是想以身相许的话，咱们马上就开始吧。登徒子，啥意思这是？我都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你这个比我大100多岁的老女人了，你咋还跑了呢？这个李周君真是一点山主的威仪都没有，就算要和老娘造娃也得等成婚之后才行啊。跑那么快干啥？搞得好像我会吃了你一样。谁吃了谁还不一定呢。听说了吗？咱们道天宗的云居山主一拳灭杀了合体境圆满的赤瞳魔君。什么？云居山主张嘴把合体境圆满的大修士喷死啦！啊？咱们云居山主一个屁，把合体境圆满的大修士给崩死了。那咱们还在这里聊什么？还不拜见云居山主？云居山主经过昨天一战，怕是又要震惊整个青州大陆啊！一拳灭杀合体境圆满的大修士，这等实力绝对是顶级中的顶级啊！据我所知啊，这位云居山主如今不过才40多岁吧？老夫活了700岁才修成元婴，40岁的渡劫太恐怖了。来者何人？竟然敢在我道天宗山门外放肆！狗一样的东西也配讲话？速速让你们宗主出来与我说话！放肆！你还真以为你们是渡劫修士，我道天宗也拒了你们不成吗？不错，真以为我道天宗无人不成？区渡劫修士也敢来此放肆？不知二位来我道天宗有何贵干？你就是道天宗的宗主穆太宇？正是。我来找你们道天宗要一个人。谁？云居山主李周君。敢问姑娘，这是为何？杀人偿命。赤瞳魔君罪大恶极，所过之处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若是本座遇到了他，可不会像云居山主那样让他死个痛快，而是要将他活生生分成数万份，以告慰被他害死的众生灵，在天之灵。宗主，此女与那赤瞳魔君有关联，只怕也是魔道中人，不如我们就将她拿下，还青州一个朗朗乾坤。找死！我道天宗的人还轮不到外人来欺负。你就是李周君？怎么，你想杀我？我背后势力乃是仙界的太虚仙宫，我楚柔乃是太虚仙宫的圣女，你自裁吧，也省得我动手了。想要我的性命可没那么简单。系统检测到有人对宿主很不屑，系统发布任务，教训仙界太虚仙宫在青州的圣女楚柔，宿主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云居山主，莫要逞能，道天宗还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宗主放心，这件事因我而起，自然也要我来结束。你知道当时楚凡是怎么死的吗？你应该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吧，他太弱了，被我一拳轰成了血雾，神魂俱灭的那种。找死！这女人虽然无脑，但修为着实恐怖啊。不错，这实力只怕达到了渡劫后期吧？云居山主能是其敌手吗？应该不行吧。虽说云居山主一击灭杀合体境圆满的修士，可再怎么说，他满打满算也就是40多岁。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假，太假了！云居山主面不改色将这法印破掉，莫非实力已然渡劫圆满？不可能吧？这才40岁啊！莫非我道天宗
真要诞生一位100年的真仙不成吗？此等天赋，若是云居山主将来飞升仙界，怕是直接成为真传弟子吧。哦，你敢打我？吴老，这是为何？圣女，够了！多谢云居山主高抬贵手，滚！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混元润肌丹。混元润肌丹可帮助高境界修士淬炼道基，使修士实力更上一层楼。好了好了，大家热闹也看完了，都散了吧。云居山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本座希望你记得，你是道天宗的一份子。宗主放心，道天宗待我不薄，这份情我都记得。那便好。你这酒浇年倒是挺引人瞩目的呀。也就一般般了。这可不一般呢。李周君，我离开凌雪山也有些时日，该回去看看了。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想和我回云居山，也不是不可以啊。呸！别过了龙虎山。师傅早啊！早，开始吧，让为师看看你的剑法修炼到了何种地步。好嘞，师傅，您看好了。肚皮叫破天，小的我在此卜卦算命，拼的是混口饭。师傅怎么样？不错，看得出来，你对碧霜剑法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这点很不错。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若重复走为师的路子，或许只能走到为师的高度，但为师希望的是你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傅，我明白了。云居山主可在？宿主未来准老婆遇到危险，系统发布任务，前往金花岛营救慕容雪，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一阵天旋地转，李周君出现在陌生的环境中。当场景定格时，一根金色拐杖迎面而来。哪个王八蛋搞偷袭啊？你是谁？李周君？就是你敲我的。正是老太婆动的手。不过谁能料想到，道友会突然出现在此地呢？李周君没有理会他，而是走向慕容雪，神色戏谑。干嘛突然出现在这里啊？还惹得人家要杀你啊？昨日我便接到消息，我山中有位弟子无意中闯入金花岛，被这金花婆婆扣下。我是来要人的。本来一开始聊得还算正常，但金花婆婆不放人，我听到旁边屋内有动静，便趁机去开了门。不曾想里面竟然遍地修士骸骨，还有一个结成茧蛹的邪物。你这老妖婆嚣张得很啊！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或许你实力不弱，但老太婆背后站的人可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你背后站的谁？我倒是想知道知道。既然你想知道，那我便告诉你：血海滔滔，汹涌齐天。以我之血，请血祖降世。血祖？莫非是那个万年之前从外界降临青州的血祖？随着金花婆婆的话音落下，血祖分身从血阵中站起。上次打赌血祖输给了李周君，而这次又当如何呢？叫爹！又是你，小子，你莫要得寸进尺，待本座真身降。未等血祖说完，李周君认真一拳挥出，天地间爆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混账玩意儿！怎么可能？此人竟然能扛住血祖一击！血祖乃是大成真仙级的强者，便是分身也是有着仙人之威。金花婆婆此刻得罪了李周君，下场可以预料。同时慕容雪震惊地看着这一幕，眼神中尽是不可思议。小子，你也就和我的分身打个平手了。若是老祖我的本体在此，你能扛得住几个回合？那你倒是把你本体搞过来啊！光说不练，你也就是玩个嘴皮子的。你等着，迟早有一天，老祖会把你碎尸万段的。
邪祖撂下一句最狠的狠话，身影消失，直接跑路。这道分身可是他经过千年修炼而来，再损失一个非吐血不可。随着邪祖的逃离，系统完成任务的提示音如约而至。恭喜宿主营救慕容雪成功，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提升品级至9品。系统发放奖励：誓言大阵。誓言大阵可在发誓的修士心中刻下，若是发誓修士违背誓言，誓言大阵便会牵引天雷降临。你站起来跳个舞，让本座考虑考虑放不放你。你站起来跳个舞，让本座考虑考虑放不放你。想不到上仙竟然有如此喜好，那老太婆只能献丑了。李周君，你喜欢这样的？啊，不是啊。上仙，我跳的怎么样？跳得不错。你和血祖怎么认识的？回上仙，是血祖分身当初找到我，以武力强行让我屈服，并且让我帮他饲养魔物。想来这魔物就是为他准备的肉身。届时只要魔物成型，他分身再依附在魔物身上，便能长久行走人间，为祸一方。原来如此，给你个机会，臣服我。此乃誓言大阵，发誓吧。若你敢违背誓言，接下来就要遭受五雷轰顶了。老太婆在此发誓，一心一意效忠上仙。若是违背誓言，天打五雷轰。如此便好。检测到距离宿主30万里外有身逆天命者，系统发布任务，宿主对其施以援手，将获得奖励。我突然有些事要处理，那魔物交给你了。这种东西万不可存活世间。好，放心吧。下次可不要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跑了，可不是每一次都有人来救你的。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乖。想不到我这个殷家的大少，竟然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那叶天明不仅将我殷家灭门，还废了我的命根，甚至就连我的妹妹都死心塌地地追随他。我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真的是可笑至极。我如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骚年，你想逆风翻盘吗？谁在说话？怎么，难道你就愿意带着这份屈辱去世，并且让你的妹妹一直生活在你们杀父仇人的身边，当一个贤妻良母吗？我不愿意。有这个想法就很不错。请上仙收我为徒。不急，此丹名为速脉丹，可以重新帮你凝结经脉。多谢前辈赐丹。李周君抬举将葵花真经授予给殷志航。欲练其功，必先自宫。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少年，本座倒是好奇，你将来能走到什么地步？多谢前辈。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对逆命者施以援手。系统发放奖励：元婴元胆修为。系统继续发布任务，宿主出手帮助殷志航报仇，宿主将获得真仙特效。本座突然改变主意，准备出手帮你报仇。多谢前辈。可是晚辈实在不明白，晚辈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前辈看重的？前辈，你若想对我做什么，那就来吧，我不会反抗的。你在想什么啊？本座可不是你想的这种人，给本座站起来。本座帮你顺心而为罢了。你若真想报答本座，便好生修炼，将来为本座办事。晚辈明白。水师姐，苏师妹，上次见面我们还是在升仙山上，没想到过去这么一段时间了，苏师妹还记得我？当然记得啊，毕竟水师姐你这么漂亮，可没你优秀，竟然拜入道天宗最年轻的渡劫强者门下。想必你将来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南心中暗赞，师傅牛逼。水师姐，你突然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想必苏师妹也知道我是水月皇朝的公主吧？
水月皇朝出现了一处冰水秘境，但只有身怀极品冰属性和极品水属性或更高品级的灵根的2个修士联手之下才能进入。所以，师姐，你是想让我和你一起去这个秘境吗？没错。好，师姐，你等我一下。开山宗段无涯见过道友，道友来我开山宗所谓何事啊？这青年是谁啊？老祖竟然如此恭敬对待。不错啊，老祖可是元婴境的大修，会如此对待这青年，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这青年也是元婴大修。好年轻的元婴大修，而且长相竟然如此儒雅。师妹，你别想了，你不配。来要一个公道。哦，这莫非我宗弟子有人得罪了道友？我是来为他讨个公道。二位随我到宗内入座吧，我开山宗也是名门正宗，若是门下弟子有人做出不耻之事，老朽绝不包庇。好，我等拜见老祖。小子，大殿坐着的那青年，老夫看不透，指不定是位虚仙，老夫要陷入沉睡，绝对不能被他发现。虚仙？小友，你有什么委屈可以开始了。叶天明，我殷家被灭门的那一晚，你在干什么？我正在前往开山宗的路上，准备拜入开山宗门下。怎么了？你该不会想说我一个炼气修士灭了你们殷家吧？我殷家就是被你所灭的。你当初施展秘术，爆发筑基圆满的修为，不仅杀我殷家满门，还夺走了我殷家无数财宝。你敢不敢打开你的储物法宝，看看里面有没有我殷家的东西？凭什么？就凭你三言两语吗？为什么我要把储物法宝打开给你看？你算什么东西？我看你就是不敢。叶天明，本座说一句话吧。前辈您说，晚辈洗耳恭听。你也说了，你愿意为殷妙妙付出一切，那你就把你的储物法宝打开，让殷妙妙一个人查看如何？你都能为殷妙妙付出一切了，这点小事应该不会做不到吧？哎，小子，看来躲不过了，那就只能全力一搏了。把你的身体交给老夫吧。元婴境圆满？怎么可能？终于出来了。想跑没那么容易。九品飞剑，大成真仙。什么真仙？不，老夫不甘心呐！我等见过上仙。晚辈先前一直以同辈和上仙自居，还望上仙恕罪。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真仙特效。真仙特效，宿主一念之间，天地呼应。起来吧，不必多礼。系统，我这可没有运用修为，为何这些雨水会绕开我？真仙之体为无垢之体，自然凡尘不近身。所以我是真仙了？我怎么不知道？你当然不是真仙，这些都归于真仙特效的功效。啊，原来如此。竟然是淡出一丝灵性的杂草，相遇便是缘分。如今本座便帮你一把，把这石头搬开吧。宿主如此有爱心，系统随机奖励聚灵阵法。哈，这都可以啊？系统检测到此草颇有灵性，发布任务，宿主帮助这棵草刻下聚灵阵，助它修行，以此种下善果。奖励，日后这棵草若是修炼有成，自然会找宿主报恩。系统，你这意思不就是让我收一颗棋子吗？就连奖励都这么随意，我也是醉了。本座再送你一礼吧。小家伙，日后修行有成，定然不可作祟，否则本座亲自斩了你啊！先生是在此处躲雨吗？正是。正好我的背上有多出的一把雨伞，先生若不嫌弃，可将就日用用。那便多谢了。
不过小兄弟这赠伞之恩，李某记下。冒昧的问一下，李先生是准备去江城吗？游山玩水。至于这条路会走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先生倒是快哉，素来听闻此地有山贼出没，妖邪作祟。若先生不嫌弃，就随老夫一同前往江城吧。李某一人独来独往惯了，自己前往即可。二位保重。啊，师傅，你看那棵草，好精妙的阵法，这应该是刚才那位先生布下的。能布下如此精妙的聚灵阵法，刚才那位先生的阵法造诣，只怕举世无双。你能得高人怜爱，这便是你的机缘。不过我们来的突兀，刚才那位先生似乎忘记隐藏这个阵法，老夫便锦上添花吧。好了，阿石，我们该上路了。鲁恨，我于子月来了，还不出来迎接？子月，老夫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你收徒弟了？这小子叫萧石。阿石，还不快拜见鲁叔啊！萧石拜见鲁叔。小石不必客气，16岁的主机。子月，你收了一个好徒弟啊。是啊，你这伤，哎呀，活得够久的了，今日能在离世前再见见老友，也是无憾了。只不过这临死前，我还想看看我那乖孙女的病，看她好起来。子月，你可看出我孙女儿什么情况了吗？小丫头先前去了一趟虚仙洞府，虽然人出来了，但小丫头应该在里面触发了阵法，3魂7魄中的3魂被一处阵法留在了里面。不愧是子月你啊，一眼便瞧出这丫头的问题了。可事到如今，该如何解救这丫头的3魂呢？若实在不行，老夫大不了就闯一闯这虚仙洞府，反正老夫也是将死之人了。不可。那怎么办呢？鲁恨，交出从我皇朝偷的至宝，朕饶恕你鲁家满门。虚仙，无恨，你干了什么事情？我孙女儿当初她不是不醒吗？我又听说神羽皇朝内有天羽丹可让人起死回生，于是我就把他们放在大殿里显摆的天羽丹给盗了。本以为我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你是真的厉害啊，竟然能在虚仙眼皮子底下干出这种事情。你呀，这次闯大祸了。追来的这位虚仙，只怕就是神羽皇朝那位神秘的太上皇羽化吉了。吾皇万岁万万岁！皇权之上，吾乃真仙篇。鲁恨见过太上皇。于子月，朕听说你是5品灵阵师，倒也是个人才。不过看这架势，你是准备帮那鲁无恨与朕交手吗？朕劝你三思。晚辈自然不愿和太上皇为敌，只是那天羽丹已经被人服用了。什么？你们给谁吃了？我孙女儿，该死！将你孙女交出来，朕便饶了你们鲁家。不可能，冥顽不灵。系统发布任务，宿主报答赠伞之恩，可获得丰厚奖励。李先生，看来于老先生是遇到麻烦了。正好，我可以报答你的赠伞之恩。这位是一位阵法极强的先生，我们有救了。道友，这件事儿还是不要插手了吧，毕竟是鲁无恨盗我神羽皇朝的天羽丹在先。李某也不想插手，可奈何于老先生对我有赠伞之恩。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承诺，可在你神羽皇朝即将覆灭之时，
出手一次，如何？我神域皇朝覆灭时，你可出手一次？老友可不要说大话呀！只怕我神域皇朝还没覆灭，你就先陨落了吧？不要不识好歹啊！真仙，小老头愿意放弃天羽丹，还望上仙恕罪。小老头方才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上仙，还望上仙恕罪。不知我的一次出手，可否抵了那颗天羽丹？当然，当然。既然如此，那就这么说定了。倘若你神羽皇朝遇到危机，便点燃此香，我自有感应。多谢上仙。若你没事了，就走吧。好，好，好。上仙若是哪日降临神羽皇朝游玩，可要通知小老头一声，好让小老头准备准备迎接上仙呐。好。皇权之上，吾乃真仙篇。上仙。于老先生为好友2肋插刀，李某佩服。上仙面前可不敢以老先生自居，上仙这不是折煞老头我吗？不必如此在意这些细节，这送伞之恩李某报答了，也该走了。上仙真是好性情，于老头羡慕。多谢上仙此次出手，若上仙不嫌弃，可否移驾我鲁家府邸喝杯茶，好让鲁老头好好的感谢上仙一番。也好。师傅，你没事吧？李先生，小友又见面了。对啊，你这徒弟运气可真不错，看起来这位真仙对他的印象不错，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呐。是啊，这里似乎有某种阵法。李先生好眼力，正是于老头先前布置的阵法。因为我孙女儿她的三魂被留在了一处虚仙洞府之中，所以卢老头才拜托紫月出手帮忙。原来如此，不知卢老先生的孙女现在情况如何？方才还差最后一步，不过神羽皇朝的那位太上皇来了。那李某这时来，怕是打搅了二位。李先生，哪里的话，李先生能来我鲁家做客，是我鲁家高攀了先生啊。还望李先生原谅李老头冒昧，于老头对此事把握不多，还望李先生在旁指点一二。系统发布任务，观摩于紫月出手，宿主将获得灵阵修为9品灵阵大宗师。那李某就见识见识于老先生的手段吧。陆老先生，你这孙女是太阴之体啊。先生说的对，卢老头的孙女儿正是太阴之体。看来卢老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是想让李某将这位小姑娘收为弟子吧？李先生，老头这不是时日所剩无几吗？就想着让我这孙女儿在我走后有个牢固的靠山。美女徒弟太阴之体篇。发现太阴之体存在，建议宿主收为弟子，将获得丰厚奖励。既然如此，李某也不好拒绝了。所以，李先生，您是要收我孙女为徒吗？没错。多谢李先生。于老先生，还请出手把这丫头的三魂给召回吧。先生稍等。宿主观摩成功，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宿主获得灵阵境界9品灵阵大宗师。还好还好，老头布的这招魂阵成功了。我孙女已经好了吗？正是，就算我实力不济，不是还有李先生在场吗？你慌什么？对，有李先生在，自然没事儿。我们出去吧，就别打扰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先生说的是。阿石，你老实回答师傅，是不是喜欢上了鲁家丫头？师傅，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那鲁家丫头了。师傅倒是支持你，但是今后你得更加努力修炼。毕竟你想要娶人家，至少不能连保护人家的力量都没有吧？
这样的话，你凭什么娶人为妻？师傅可要提醒你一句，那丫头拜入李先生门下，将来虚仙之境都是最少的。师傅，那位李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为何你和鲁叔都对他如此尊敬？那位李先生是逍遥世间的存在。逍遥世间，也就是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些禁地，这位李先生也能去吗？是啊。丫头，你可终于是醒了，这可把爷爷我给愁死了。爷爷，这位是？这位先生是你将来的师傅。啊？啊个屁呀！你这丫头还不快起来行礼拜师！美女徒弟太阴肢体篇。不急，芷宁才刚醒，现在让她好好休息才是。先生说的是。好了，李某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我出去街道上走走。先生慢走。爷爷，我爹和我娘呢？你这丫头自从在这虚仙洞府出来后，就开始昏迷不醒。你爹和你娘亲自出门，在青州各地求访高人。不过这姜还是老的辣，你爷爷直接把你于爷爷这位五品灵阵师给叫了过来。虚仙洞府，和爷爷说说，你在这虚仙洞府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是那镇灵，他看出我是太阴之体，想要将我整个人留在洞府之中，他想要夺舍我。但是虚仙洞府之内有位白衣姐姐出手把我送了出来。该死的镇灵！爷爷，那镇灵至少有着化神境圆满的修为，你不要去找他麻烦，我们惹不起的。放心，爷爷有分寸。对了，爷爷，刚才那位是谁？你为什么对他如此尊敬？你说那李先生啊，爷爷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你拜他为师就是天大的机缘。记住爷爷说的话，拜入李先生门下之后啊，定要好生修炼。你之前都不认识这位李先生，还敢让我拜他为师啊？这位李先生为人很不错的，爷爷心里清楚。可以不拜师吗？我想留在家里，而且有爷爷教导我修炼就够了。你这丫头，你可不要不识好歹。若是李先生想要收徒，排队的人能排满整个青州，你相信不相信？美女徒弟太阴肢体篇。可是我只想留在家里孝敬爷爷呀。你这丫头，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和你爹娘也不能护着你一辈子，只有你自己强大了，我们才会放心。再者说，待你修为强大起来，那不是想怎么孝敬爷爷就怎么孝敬爷爷吗？好，那我就好好修炼，以后保护爷爷还有我们鲁家。不错，小丫头有志气。那丫头的气息似乎就在这里。没错，就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怎么可能？那镇灵怎么可能出虚仙洞府？检测到虚仙级邪恶镇灵，准备对宿主的未来女徒弟下手。系统发布任务，宿主驱赶此物，将获得丰厚奖励。这镇灵贼心不死啊！小小御剑手段，就以为能奈何得了我？操！9品仙剑！我不甘心啊！恭喜宿主成功消灭邪恶虚仙级镇灵，系统发放奖励6品极寒剑阵，系统发放奖励化神境中期修为。极寒剑阵6品灵阵，可困杀虚仙级强者。那镇灵的气息消失了。不愧是真仙强者呀，当真是恐怖如斯啊！演过地震前，贫道我通晓天文地理。昨晚之事，多谢李先生出手了。无碍，举手之劳罢了。先生莫要客气，
若不是先生出手，我鲁家将会在一夜之间灭门。先生，我已经吩咐好了下人备好早点，先生一驾即可。那李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第25集，系统奖励露天剑法。先生稍等，我这就把那个丫头叫来，拜师行礼。我辈修士不拘小节，只要那丫头认我做师傅，这些礼节可以免了。先生不拘小节，卢老头佩服。芷宁见过先生，爷爷。你这丫头还叫什么先生，叫师傅啊？师傅。好，那从今往后就是我李某的徒弟了。你叫我一声师傅，我便送你一个见面礼吧。此乃极寒剑阵，在你遇到危机时可自行触发。一念之间布下6品阵法，不愧是真仙强者呀，当真是恐怖如斯啊！多谢师傅。恭喜宿主收徒成功，系统发放奖励露天剑法。系统发放奖励太阴真经。露天剑法分3式：开天、斩天、露天。太阴真经，太阴之体的专属功法。这露天剑法的名字听起来很中二，有没有？系统，你是起名废物吗？宿主不要胡说八道，小心你没有小丁丁。师傅，请问我可以晚几天再走吗？因为我父亲母亲过2天回来，我想看他们。自然。哎呦，我怎么差点忘了这事儿了？你这丫头，后天带着李先生去逛灯会，知道没有？好。还有啊，你这丫头要好好的谢谢先生。昨晚若不是先生出手灭了那虚仙，我们鲁家现在已经没了。芷宁多谢师傅昨晚出手救我鲁家。不必多礼，要报答为师的话，就好好在后天给为师带路。芷宁明白。芷宁啊，爷爷说你醒了。爹，哈哈哈哈！好丫头，你可终于醒了呀！你昏迷这段时间，你爹和你娘我可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去给你找高人去了。是于爷爷出手把我救醒的。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对了，爹娘，爷爷让我拜师了，可能过几天我就要和师傅离开鲁家了。这么突然？哎，小鸟终归是要飞在天上的，以后你这丫头可要好好跟着你师傅修行。你爷爷的眼光我们是知道的。第26集。对了，爹娘，你们不在的时候，有虚仙来犯我们鲁家，可是我师傅出手了，杀了这个犯我鲁家的虚仙。什么？好丫头，届时跟着你师傅，定要好好修行，相信你将来绝对一片光明。不错。对了，丫头，你那位师傅人现在在哪儿啊？我师傅现在就在咱们鲁家的客房住着，不过他可不老，相反还很年轻，长得也很温文尔雅。你这丫头就不懂了吧？修士怎么可以用外貌来判断年龄？就比如你娘，其实啊，她比我大了30岁，现在不也像是个小姑娘似的？鲁发生，你要死啊！丫头啊，带我们去见见你师傅吧。芷宁见过师傅。鲁发生拜见前辈。刘婉儿拜见前辈。想必二位便是芷宁的父亲和母亲了吧？不必多礼。回前辈，我们正是鲁芷宁的父母。二位找李某可是有什么事情？回前辈，我们是专门来拜访前辈的。有了二位了，二位放心，芷宁既然已经是我的弟子，那么李某自当用心教授。多谢前辈，小女若是有什么得罪前辈的地方，还望前辈海涵。二位现在还是去看看卢老先生吧，李某这也没什么好看的了。好，前辈，那我们先行告退了。丫头，你就在这儿好好陪陪前辈。好。爹，我们回来了。爹，您的伤势真的就没有指望了吗？若是有指望就好了。行了，你这臭小子，如今怎么说也是鲁家的家主了，现在不要老哭哭啼啼的，人没成仙总有意思，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关系罢了。哎呀，爹，您这要是走了，芷宁那个丫头知道了，也不知道会多伤心呢。本来我就没打算和那个丫头说，我只希望她以后可以独当一面。老夫走了，对那个丫头能瞒多久是多久吧，万不可扰了她的修炼。爹，您放心吧，这个我知道的。其实啊，老夫不说，你们应该也看出了芷宁体质了吧？啊，这丫头是太阴之体，
所以才能够被合体境的大修士看上，视为徒弟。合体境，该是前些日子那些过来救治过芷宁的人，把他太阴之体的事儿给说出去了。老夫眼线听说呀，金阳圣宗的宗主今日已经赶往了江城，想必你们也知道，他的儿子据说是火灵体，若是与芷宁双修，极有可能成为大日圣体。这可如何是好？那金阳宗的宗主，那位金阳圣主，据说已经是合体之境的修为了。无碍，想必李先生，也就是芷宁的师傅，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爹，您确定吗？这位大修士真的愿意为了一个刚收的徒弟，得罪了金阳圣主这位合体大能？第27集，金阳圣主。无碍，想必李先生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爹，您确定吗？这位大修士真的愿意为了一个刚收的徒弟，得罪了金阳圣主这位合体大能？你知道这位前辈究竟是何方高人吗？不可说，不可说。师傅，你看，这就是我们江城的灯会了。不错，很是热闹。卢姑娘，好久不见呐！何发阳，今日我没空理你，识趣的你赶紧走开。卢姑娘，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伤心了。在这江城，咱们都是名门望族，乃是实打实的门当户对。你我二人若是结成夫妻，可谓是强强联手啊！江城何家算个屁呀！找死！哎呀，原来是圣主和云少宗主啊！刚才何某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二位，还望二位不要见谅才是啊！滚！是，小的这就离开。切，废物东西！你就是卢芷宁吧？我是，多谢少宗主出手帮助。不用客气，听说你是太阴之体，若是你没意见，就和我结为道侣吧。我父亲今日便会向你们鲁家提亲。小丫头，今日跟着我们回金阳圣宗，待你成为无儿妻子之时，我金阳圣宗必然不会亏待于你。二位心理算盘打得很响啊，劝你们一句，收起你们的小心思，赶紧滚蛋。你是何人，敢与本少宗主这般说话？你不要你这条贱命了吗？我是卢芷宁的师傅。哼，你一个小小凡人也能做太阴之体的师傅？来，从这里爬过去，饶你不死。哼，你一个小小凡人也能做太阴之体的师傅？来，从这里爬过去，饶你不死。阁下，当着本座的面揍我儿子，怕是有些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你管教不严，我替你管教你的儿子，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云某今日必定要带走此女，你若是要阻拦，就别怪云某不客气了。看来今日是免不了一战了。爹，杀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阁下究竟是哪位？以阁下的实力，早该名震青州才对。道天宗云居山主李周君。云居山主？云居山主？云居山主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还有，云居山主基本上都乘坐九江孽出门。云阳，不得无礼。山主，在下教子无方，还请山主见谅。这次回去，我便好好教育犬子，还不过来给山主还有真传赔罪？山主大人，还有这位鲁真传，对不起，我错了。行了，今日本山主可以当做闹剧结束，但是今后你们得答应本山主一件事情。好，你们可以走了。云居山主，告辞。多谢师傅出手。何为师不用这么客气。对了，你还有一位小师姐，回去之后你们可要好好相处啊。弟子明白。唉，
看来今日是不能继续游玩下去了。这金阳宗的父子真是扫兴。你今日回去后，好好和家里人道个别，明日我们便回到天宗了。好。丫头，以后爹娘不在你身边，一定要好好的听你师父的话呀。娘，你放心。日后好好修炼，爷爷等着你成为强者啊！爷爷，我要骑大马。哎呦，我的乖孙女儿，想骑大马还不简单？来，到爷爷脖子上来。好诶。诸位，山水何处不相逢？李某告辞了。山主慢走，山主慢走。小丫头走了，家里都要少些生气了。是啊，不过小丫头成了云居山主的真传弟子，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哎呀，是啊。山主好，弟子拜见山主。见过云居山主。这就是青州第一大宗吗？果然名不虚传。李周俊，这段时间干嘛去了？好美啊！我啊，逛了逛青州，游戏一下人间。太阴之体。没错，我新收的弟子。丫头，还不快见过慕容山主啊？芷宁见过慕容山主。不用这么客气。为什么你的运气这么好呢？因为你旺夫啊。啊？这玩笑可不好笑啊。对啊，不好啊。哦，对了，苏楠那丫头呢？她和水念瑶去了水月皇朝，准备进入一处秘境。原来如此。师姐，你看那儿，那应该就是上古大宗冰水宗的遗址，我们过去看看吧。好。这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宝物啊，我们再找找看看吧。我刚刚好像看见画像上的老者眼睛动了动。不可能吧？这上古大宗已经灭亡很久了，画像上的人貌似正是冰水宗的老祖冰水道人。姐，想不到竟然还有人记得老祖我。是谁？冰水道人。不错，正是老夫。我等见过前辈。两个小丫头，不用客气。圣品冰灵根，极品水灵根，不错不错。前辈谬赞了。两个小丫头，你们是我成就冰水法体的最后一步了。老夫等了1000年，你们可终于来了。前辈，你这是什么意思？也不怕告诉你们两个小丫头，老夫筹备万年之久，你们是来此地的第99对冰水灵根，而之前进入此地的人已然被老夫炼制成为了冰水丹，唯有凑齐99颗冰水丹，老夫才能重组肉身，以无敌之姿降临此方世界。什么？我们是青州道天宗的真传，你若是杀了我们，道天宗定然不会放过你的。哼，笑话！老夫杀了你们，重组肉身，修为即将大成。别说青州了，就是所有青州的高手加在一起，也休想找到老夫。你们两个小丫头就不要做无所谓的抵抗了。要死了吗？可是我还想再吃一次师父做的饭菜，虽然会晕，但是真的很好吃啊。就拿你这小丫头开刀吧。哪里来的邪魔歪道，竟然敢对本山主的弟子动手！师父，虚仙境的分身，若是真身来了，老夫倒是会头疼一下。
但你一个小小分身，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老夫虽然肉身陨毁，但即便是元神，也是有着合体之威的。既然你这分身来了，那也成为老夫的养料吧。找死！圣品冰灵根，老夫已经等不及了。圣品冰灵根，老夫已经等不及了。师傅，云居山主，你想伤我徒儿？嘿嘿，一道分身而已，老夫只待你分身能量耗尽，你的徒弟一样是我手中猎物。你这样说的确是一个办法，可是你却高估了你自己。九品仙剑，这怎么可能？二位无碍吧？无碍，多谢云居山主出手相救。多谢云居山主出手相救。都是同门，不必多礼。小丫头，和为师的飞剑一起回来吧。好，水师姐，我就先回到天宗啦。苏师妹，对不起，这次若不是你师尊出现，我们二人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没关系啦，毕竟水师姐你也不知道这里有危险的嘛。多谢苏师妹。为师没想到云居山主的修为竟然到了如此程度，我们苍兰山断然不能与云居山交恶。师父的话徒儿记住了。那便好，看起来你与苏南关系不错，可以和他多走近一些。好。师父，这是你的师妹卢芷宁。师姐好。啊，是鲁师妹啊。苏南，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晚点带你师妹熟悉熟悉我云居山。师父放心，这件事就交到我身上了。为师要闭关一段时间，你二人可要好好相处啊。那必须的。你这丫头，不要总是毛毛躁躁的。哪有？父皇，大连皇朝的人最近愈发蠢蠢欲动了，似乎要对我们神羽皇朝动手了。你慌什么？哎呀，父皇，我能不慌吗？大连皇朝要是对我们神羽皇朝动手，我们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呀。哎，淡定。作为一朝之君，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朕给你看一样东西。父皇，你现在都已经放弃了吗？连香都自备好了。你是混蛋玩意儿，咒你爹我死呢！你是混蛋玩意儿，咒你爹我死呢！你是不是欠踹？天不佑我神羽啊！不速之客已经来了呀。多年未见，你还卡在虚仙境中期呢。怎么，铃木，这就坐不住了？你不惧朕？当然。若是你大凌皇朝想要我羽化皇朝臣服，就不要多废话，来就是了。看朕怕不怕？有意思。朕给你神羽皇朝1年时间，若是1年没有收到你神羽皇朝的臣服信，朕便亲自出手，打得你神羽皇朝俯首称臣。有本事你就来啊，看看到时候谁怕谁。师妹，我跟你说啊，到天宗附近有可多好玩的地方了。你师姐今天就带你去最近的一个集市逛逛。好。小姑娘，谢谢你啊。不用谢，不用谢。姑娘，你可真是好心人呐！老太我就住在附近，要不你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送我到家可以吗？啊，好吧。多谢姑娘，
姑娘你真好，想不到在这集市还能遇到这邪修，这两个小丫头怕是凶多吉少了。不过这两个小丫头，一个是圣品冰灵根，一个是太阴之体，倒是可以结个善缘，出手帮他们一把也无妨。老奶奶，这就是你家了吗？到地方了，我们就走啦。两位姑娘，你们是好心人呐，不求回报的把老太我扶到了家。你们给老太一个面子，进屋让老太给你倒杯热茶吧。这……娘，你回来了。大瓜，要不是这两位姑娘出手相救，你娘我都要死在路上了。小姑娘，老太我想在临死之前抱个孙子，可是我这儿没有哪家姑娘看得上，不如姑娘你就帮帮忙吧。小姑娘，老太我想在临死之前抱个孙子，可是我这儿没有哪家姑娘看得上，不如姑娘你就帮帮忙吧。这怎么可以？姑娘，要是老太我死之前抱不上孙子，我可死不瞑目啊。老奶奶，别的事我可以尽力，但我不能牺牲自己来帮忙的。这件事恕难从命，你快起来吧。姑娘，你不答应的话，老太我也只能用点卑劣手段了。金丹修士，姑娘，你就好人做到底，给我儿子生个大胖小子吧。老妖婆，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若我们二人在你这出了问题，我们师父定然不会放过你的。既然丫头你这么嚣张，那么你也成为我儿的小妾吧。你儿子就这傻样，还想三妻四妾，怎么不照照镜子呢？利牙利齿的小女娃娃，此乃情蛊，只要给你种下，你就会对我儿产生情愫。这你是何人？为什么要坏我好事？邪蛊师，很久没有遇到的职业了，想不到在这里能遇到。你们这些人啊，就会一些歪门邪道。你居然知道邪蛊师的职业，看来你也有几番阅历。那你难道不知道得罪邪蛊师的下场都很惨吗？哼，既然你来了，正好凑个数，让我儿子三妻四妾。好身法，但若你就这点本事，今天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你才隐藏修为，姑娘，你若是能走就快走吧。我已经出手了，这件事不管也得管，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小妹妹，接下来姐姐就给你表演一个跨大境界的战斗。狂妄！还是不能弥补境界上的差距吗？小丫头，别看老太我浑身皮肤粗糙，可是我却每日以骨养皮，我这肉身早已堪比化神修士。姑娘，小心背后！你不是喜欢出头吗？想救这两个小丫头？好，那我就当着你的面儿，让这两个小丫头和我儿春宵一刻。你不是喜欢出头吗？想救这两个小丫头？好，那我就当着你的面儿，让这两个小丫头和我儿春宵一刻。呀！你想伤我徒儿？这是什么？极寒剑阵。哇！师傅，你们两个小家伙真是不让为师省心啊！我和师妹见这老太可怜，就扶她一把，谁知这个老太婆是个蛇蝎心肠的人啊！今日之事也算是对你们的磨练了。晚辈见过前辈。你是？师傅，这位姐姐是刚刚出手救我们的，她刚才为了救我们，都差点被这老妖婆给杀了。原来如此，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晚辈穆红颜。
此物你收着，待你遇到危险之时，可将此物捏碎，本座自会现身。多谢前辈厚爱。回来的路上小心一些。好。两个小丫头，可真是一点儿也不省心啊。云居山主可在？陈长老大驾光临，所谓何事啊？山主，长老不必客气。宗主叫你前去道天殿议事。好，我这就过去。哎呀，想不到啊，曾被誉为道天宗废柴的云居山主，如今却是我们道天宗的顶梁柱之一了。这世界真是充满了变数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大家都聚于此地啊？是云州的太虚宗，他们的长老萧元怀，此人100年渡劫，为求无敌道路，已经是先后挑翻了雷州圣雷宫、江州的浩瀚剑宗、灵州金灵寺3个顶级宗门的同辈强者。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就轮到我道天宗了。此人太过嚣张。不错，简直是狂妄至极。云居山主，我道天宗100年渡劫，唯有你一人，看来此事就交由你了。系统发布任务：打压萧元怀气焰，打破其无敌之身，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宗主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即便不是他的对手，也不能落我道天宗威严。这位云居山主可真爱扮猪吃老虎，你都真仙了，随便拿捏这个萧元怀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萧元怀天赋很高，为人也很嚣张。小意思啊，我先回去看看我那2个徒儿回来没有。好。青州道天宗，萧元怀10日后登门拜访，领教贵宗100年内的强者风范。青州道天宗，萧元怀10日后登门拜访，领教贵宗100年内的强者风范。这么大动静，他输了不怕丢脸啊？这就是走无敌路的人，够嚣张。不错，简直是狂妄至极。师父，你听到了吗？有人和我们道天宗宣战。迎战的人还是你师父我啊？师父，你打得过他不？你猜？为师还没有传你法门吧？过来。你是太阴之体，为师能给你指点的也不多。毕竟除了基础的修炼，每个人选择的道路都是不同的，一切都要遵循你自己的本心。弟子明白。哦，对了，救下你们的那个小丫头叫穆什么？那姐姐叫穆红颜。什么红颜？穆红颜。师父，你是不是在逗我玩？被你发现了，那丫头人不错。对啊，不过红颜姐走的时候说她要去玉龙宗办一件事情。玉龙宗？玉玲珑，我来找你了。大胆，竟敢直呼少宗主名讳！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这脾气还是一点没变呢。能接下我一鞭，说明你实力不弱。告诉我，你是谁？怎么不记得我了？本少宗主一生见过多少天之骄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独独记得你？贵人多忘事，你当初杀了我的弟弟。我倒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小女乞丐呀！怎么，现在找我报仇来了？想不到啊，短短几年时间你就修炼到了金丹境，看来本少宗主今天得出手以绝后患了。今日必杀你，狂妄的丫头！看我长得比你好看，就嫉妒了，想要回我的容吗？你说的没错，我不仅要回你的容，我还要将你击败，然后把你丢在一群猪老般的大汉群里，让你体验生不如死的快乐。真该死！这来找少宗主的姑娘，一看天赋就很强啊，可惜了这副脸蛋了，她竟然敢得罪少宗主！可快闭嘴吧你！
当着少宗主的面，你敢这么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你！玉玲珑，过了几年时间，你是真的一点进步都没有啊！找死！你父亲好歹也是虚仙强者，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一个天赋弱小的女儿呢？你该不会不是你爹亲生的吧？我要杀了你！爹，这个女人不是个好东西，爹，你快杀了她！闭嘴！爹，这个女人不是个好东西，爹，你快杀了她！闭嘴！爹，你吼我！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女儿杀了我弟弟。玲珑，这位姑娘所说可属实？不对劲儿啊！我没少干杀人放火的事情，怎么今天爹就认真了呢？爹，当初我也是无意的。好，你杀了人，那就该罚。为父罚你去撕过牙，面壁3年。爹，还有，给这位姑娘道歉。什么？对不起，姑娘，这处罚你可满意？你都已经做出决定了，我的话管用吗？姑娘的脾气很像我已经去世的妻子。事已了，玉宗主告辞。姑娘为什么着急走呢？你要干嘛？姑娘，你年纪轻轻便修炼到了金丹境，可见你天赋无双。也只有你这等天资聪颖、倾国倾城的女子，才配做我的夫人。玉宗主，你不觉得你的话很搞笑吗？你女儿杀了我弟弟，你还想要娶我？你脑子怕不是有病吧？姑娘的脾气，我甚是喜爱呀。普天之下，想要给本座自荐枕席的女子，可是数之不尽呢。你若是不识趣，可不要怪本座用强了。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得罪了。这究竟是什么大能，居然能够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气息？方才还明朗的天空，竟然直接暗淡了下来。太恐怖了！莫非是传说中的真仙吗？云居山主，竟然是那位青州最年轻的渡劫强者云居山主！哟天哪，这位姑娘竟然有云居山主做后盾，难怪她敢孤身一人闯我玉龙宗，原来认识这等强者。若是云居山主发怒，我们不就完了吗？小姑娘，又见面了。打扰山主清修了。何来打扰之说？这小丫头救了我徒儿，不知玉宗主可否看在本山主的面子上高抬贵手？李山主亲自出面，在下若是不给山主面子，岂不是太不像话了？若事先知道这位姑娘与李山主有关系，玉某自然以玉龙宗最好的礼仪相待。听说玉龙宗最近有一处秘境要开启，正是。那好，你们玉龙宗既然先前对这丫头有过失礼，那自然要赔礼。我看你们玉龙宗就拿出一个名额当做赔礼，给这丫头如何？这，自然可以。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本山主帮你要下这名额，但是进入秘境之后，你依然需要和玉龙宗的弟子竞争。倘若你实力不济，错失此机缘，那怪不得别人。多谢山主，山主的话，红颜谨记在心。云州太虚宗，萧元怀来访贵宗，听说贵宗有位云居山主40岁渡劫，萧某想要领教一番。云州太虚宗，萧元怀来访贵宗，听说贵宗有位云居山主40岁渡劫，萧某想要领教一番。来者是客，萧长老何不进来坐坐，让我到天宗尽一下地主之谊后再谈比武如何？你是何人？老朽幽然山山主，专门负责道天宗的待客之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就是云居山主呢。萧长老说笑了，云居山主玉树临风，糟老头子我可比不上啊。那萧元怀已经来了，搞了这么大阵仗，真以为他很厉害不成？
待我突破渡劫，非要找他好好较量较量不可。宗主，我去会会他，小心一些。宗主放心，李某断然不会给宗门丢脸。萧长老，听说你找我？云居山主，你就是云居山主？正是在下。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便让萧某领教领教云居山主的实力吧。好恐怖的力量！这萧元怀难怪能连败3大顶级宗门的年轻渡劫强者。云居山主若是拿出全部实力，只怕这萧元怀连一息的时间都撑不过。竟然能接下我一拳，云居山主，你名不虚传。云居山主已然把这厮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不错不错，云居山主看起来明显是游刃有余，每次这萧元怀的凌厉攻势都是被其轻易化解。云居山主虽然天资无双，可以说是盖压了整个青州乃至其他州，但到底还是太年轻。不错，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这萧元怀是渡劫境初期，而云居山主的实力最起码压了他一个小境界。很明显啊，云居山主虽然修为抵达真仙，但确实战斗经验不丰富。现在这是拿萧元怀练手啊！云居山主，请你不要侮辱我，拿出你的全部实力，直接把我击败，可以吗？不打了，我认输。云居山主，我承认你天赋很高，我比不过你，但是你若是和我为同一境界，我定然拿下你。萧某告辞。哎，等等。云居山主，我承认你天赋很高，我比不过你，但是你若是和我为同一境界，我定然拿下你。我不会因为这次的失败而感到沮丧，我会争取修炼到和你同一境界，再与你一战。萧某告辞。哎，等等，怎么？我今年46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打破萧元怀无敌心，系统发放奖励：化神境圆满修为；系统发放奖励：反虚丹；系统发放奖励：遮天法相。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死在沙滩上。云居山主，期待我们下次一战。云居山主威武！云居山主此次立了大功一件呐。李某身为道天宗的一份子，做这些事情都是应该的。师父，还是来求关。不错不错，系统发现千里外的暗渊出现异常，宿主身为道天宗强者，应当前去调查，将获得丰厚奖励。你就在此地稳固一下修为，为师要出门办点事情。好的，师父。咦，小伙子，此地可不是寻常人能够进入的。之前已经有不少的修士在其中丢了性命，老先生都敢来此地，在下为何要怕呢？看来老夫的劝告，这位先生是不会听了。不知老先生可知这暗渊奥妙？倒是知道一点儿。此地10日之前还是山清水秀，可突然之间却乌云聚集，将此地化为禁地。老夫的大徒儿来此调查，却没了音讯。不得已之下，老夫才来此处。那你不怕你这小弟子？是我自己强烈要求来的。这不是一般的石头。哼，小小孽畜，
也敢在本座面前作妖？老朽微火真人，敢问道友名讳？原来是微火真人，在下道天宗云居山主李周君。你就是云居山主？老朽有眼不识泰山，山主见谅。真人不必在意，有云居山主在此，这暗渊不过是个笑话。真人说笑了，正所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倒是真人的灵火可谓是出神入化。黑关挡路，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黑关挡路，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山主稍等，待老夫破了这口黑关。不想死的话，就不要招惹这口棺材。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棺材里面躺的是什么？是什么？总不能是真仙遗体吧？里面躺着的是我的夫君灵皇。莫非你就是灵朝的天后？正是。原来是天后在此，那这眼前又是什么情况？我夫君的遗体被人炼制成了傀儡，也就是说，此地是人为制造。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不知道。夫君，师傅，大意了，这灵皇死后的肉身依旧强悍啊！原来是你，这暗渊是你搞出来的吧？不是我。不是你？你斗本真人呐？你说不是你，为何被炼制成傀儡的灵皇不攻击你？我说了，不是我。天后，老夫将灵皇复活，你应该很感激老夫吧？你为何要将灵皇尸身炼制成为傀儡？你夫君杀了本座的儿子，你可知道？你儿子步入歧途，屠城修炼，难道不该杀吗？该杀，但是又如何？老夫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夫君断我香火，本座就将他的尸身炼制成为傀儡，供我儿容身。不可救药。怎么，我的天后大人，舍不得对你的夫君失手下手吗？老匹夫，你将我徒儿如何了？要炼制傀儡可不容易，需要大量的修士精血。找死！灵皇的尸体真是强大，即便是死了，未能依旧是合体境中的佼佼者。你很得意吗？你不害怕？为什么要怕？果然是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啊！你徒儿临死之前报出了你的名号，死了都不敢相信，本座真的敢动手。找死！老朽恳求山主出手，灭杀此僚，还我青州朗朗乾坤。山主，莫非是道天宗的强者？你是何人？这位便是云居山主。国师，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云居山主？这位便是云居山主。国师，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云居山主？云居山主，此事乃是老朽与灵朝的恩怨，还望山主不要插手。此事没这么简单吧？只怕幕后黑手并不是你吧？老实交代出你背后的人，本山主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一些。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吧？云居山主目光如炬，的确是我让国师这么做的。我很好奇，灵朝已经在你的掌控之下了，为什么还要把你丈夫的尸首翻出来，炼制成为傀儡？山主，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哦，难道你就不怕本山主发怒，一剑砍了你？山主，若是我没有底牌，会选择在道天宗千里的位置布下暗渊吗？
有意思。哼，本山主就要看看你的底牌到底是什么。九品仙剑，你是真仙？亮出你的底牌。拜见魔主大人。这具身体很不错，真仙。你是什么东西啊？魔界阿珂魔主。魔界？想不到本座一来此界就能遇到人族的真仙，就让本魔主见识见识你的实力。霍骨刀。这就是真仙级的强者交手吗？这云居山主竟然真的是一位真仙！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调查暗渊。系统发放奖励：李小龙截拳道系统改编版，登峰造极程度。他打！这是什么招数？有意思。此招若是踢在肉身膝盖上，恐怕整条腿都会废掉。真仙级的强者交手，光是法相之间的碰撞便如此恐怖。这二人其中随便一位的法相，都足以横扫青州乃至整个天元界的亿万生灵了。好，战得痛快！魔长，我说你好歹也是一个强大的真仙，怎么竟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能不能讲点武德？你都要入侵我天元界了，我为啥要听你把话说完啊？为啥要和你讲武德？魔长，我说你好歹也是一个强大的真仙，怎么竟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能不能讲点武德？你都要入侵我天元界了，我为啥要听你把话说完啊？为啥要和你讲武德？这说出你的名字，本魔主很欣赏你。想必你也与本座一样，因为无敌所以寂寞。但是今天你有本座了，你不孤单。这家伙说话怎么叽里叽气的？你要是真觉得自己无敌，可以飞升仙界啊，那里强者多。仙界吗？本座迟早会去的，也会征服仙界，但不是现在。好了，你不愿意告诉本座你的名号也没关系，因为本座已经记住你了。此界能出一位你这样的强者，值得本座尊敬。下次再见时，希望你也能进步。哎，等等，你且记住了，本座名号萧元怀。萧元怀，好的，萧元怀，本座记住你了。山主，真人弟子遇难，还望节哀顺变。这是他的命数，他命中有此一劫。我辈修士刀口舔血，生死早已看淡。真人有此心态就好。林某告辞了。想不到啊，我青州大陆卧虎藏龙，这位云居山主更是比传闻中恐怖多了。若真的只是40岁，那就太恐怖了。将来飞升仙界，那也是各大仙界势力争抢的好苗子。师父，为何云居山主已经到了真仙修为，还没有飞升仙界呢？很有可能这位云居山主在累积灵力，怕是想要在彻底将灵力转换为仙灵力的时候，冲击更高的境界。原来是这样啊。
发现气运之子，触发选项：1. 选择救起气运之子，并且成为他的老爷爷，宿主将获得虚仙级修为。2. 选择视而不见，当做什么也没发生，什么奖励也没有。那我肯定选第一个啊，靠我自己修炼，还有挂机修炼到虚仙，也不知道要修炼到猴年马月了。我死了吗？原来死了是这种感受啊！只有下半身热得发慌，连我这上品火灵根都热。我死了吗？原来死了是这种感受啊！只有下半身热得发慌，连我这上品火灵根都热。骚年，你醒了？啊！我没死。遇到了本座，你怎么可能死？江小白，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你且起来吧。是，前辈。拜我为师吧。啊？怎么，你不愿意？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虚仙修为。好，起来告诉为师，为什么会被人扔下山来？师父，实不相瞒，我是大陆城江家主脉的少主，可是支脉的那群贼人见我父亲意外重伤，便想要联合大陆城的张家，将我江家主脉取而代之，从而掌管我江家主脉在大陆城的所有商铺资源。要不要为师出手帮你报仇？师父，我要靠自己报仇。那你打算怎么复仇呢？你要去做什么就去做吧，为师在你身后，不要怕。多谢师父。大家主，你如今正病在身，少家主又失踪了数日，若是江家的主脉没有一根定海神针在，怕是不仅主脉要乱套了，就连各个支脉也要乱套了呀。怎么，江算经，你这就忍不住想要坐上我屁股下的位置吗？大家主说笑了，我这也是为了咱们江家好啊。大家主，江家已经风雨动荡，不可一日没有主心骨啊。江算经，我很好奇，你是付出了什么代价，让张家成为你的助力的？江算经，少家主，少家主，你很意外我还活着？少家主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呀？装，你是真会装啊！你儿子将我打成重伤，废掉经脉，推下悬崖，这些你不会不知道吧？少家主，你这是在说什么呢？你现在不是正完完整整的站在这儿吗？哪有被废经脉呢？若不是我命大，可能我现在真的已经如你所愿的死了。也不怕挑明了说，大家主如今重伤，实力实不存一，如何带领我江家与其他家族抗衡？那我就说的再直白一点，今日这大家主之外，江安浪让给我得让，不让给我也得让。那我就说的再直白一点，今日这大家主之外，江安浪让给我得让，不让给我也得让。那可能你今天的算盘是要落空了呀。爹，服下这伸腿瞪眼丸，你的伤势就可以好转了。伸腿瞪眼丸，爹，你相信我。哎呀，少家主，如今已然是神志不清喽，我江家主脉算是彻底的废了呀。若是不尽快重新的选出主脉，我江家甚危呀。老狗，
你闭嘴！混账！你说什么？爹，还没搞定啊？江小雨、张慧兰、江小白，你还活着？张慧兰，你这样做真的好吗？没有你的父亲在你背后撑腰，你什么也不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唯利是从是吗？我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呀。不过也好，至少我看清楚了你的样貌。看清楚又怎么样？你现在什么身份，我什么地位？活着也好，能让你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少家主再体验一次死亡的乐趣，我可是乐意至极呀。怎么可能？这伸腿瞪眼玩，真的能够让金丹境的强者伤势迅速恢复？江算清，我们来好好算算这件事该怎么了结吧。大家主，我也是为了我们江家好啊。大家主，切勿听信这丝谎言。若是大家主此刻伤势未恢复，这厮已然坐上大家主的位置，剥削我等。哼，为了江家好，看你是为了自己好吧？爹，这江小鱼亲手将我修为废掉，推下山崖，你去亲手了结了他，给你自己报仇。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处理完你儿子，那么就是你了。大家主，我鬼迷心窍啊！大家主，求大家主看在我是金丹境的份上，能为家族做一些贡献的份上，让我戴罪立功吧。我发誓，我一定重新改过。这话留着骗鬼呢。诸位家主，江某伤势正在恢复，你们就先回去吧。是，大家主。江家主雷霆手段，李某看得佩服之极。师傅，江安浪拜见高人。哎呀，什么雷霆手段呢？高人说笑了，只是我们这些下层修士才需要这么做而已。江安浪拜见高人。哎呀，什么雷霆手段呢？高人说笑了，只是我们这些下层修士才需要这么做而已。以高人返璞归真的修为，站在那里便足以让人尊敬无比啊！不敢当。可愿随为师回山苦修？徒儿想要自己闯出一番天地。不错不错，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赐你一册功法，大日金乌经，望你好生修炼。弟子多谢师傅。李某告辞了。恭送师傅，恭送高人。啊，怎么会有一姑娘落入我家后山之中？非礼勿视。姚桃，你真的是从仙界下来的吗？大哥，这个问题你已经在这3个月问了1000遍了。主要是你讲的很真实，但是我就是不敢相信。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能不真实吗？我要吃烤兔子。你今天吃了3只了。放心，这次不白嫖，我帮你打下手。别，千万别！上次让你起个火，差点把我的家都烧了。放心放心，这次我有分寸的啦。啊，这是什么情况？是北叔。小姐，老奴奉老爷之命来接小姐回家。北叔，父亲怎么样了？自从小姐遇袭，老爷已经3个月没有休息了，一直在不断搜寻这3000界，寻找小姐下落。
直到昨日搜寻到小姐下落，老爷便准备了一番，耗费巨大代价，打破了壁垒，让老奴前来接小姐回去。北叔，我可以不回去吗？小家伙有点意思，是你救了我家小姐吧？放心，少不了你的报酬。前辈，实不相瞒，我喜欢上了姚桃。这家伙竟然就这么说出来了。你可知道姚家是怎样的存在吗？老夫一介家奴，修为都在真仙之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迟早有一天，我江小白会得到姚家的认同，站在姚桃身边的。就你炼气5层，就你炼气5层。3个月不见，小家伙得罪的人可不简单啊！师傅，阁下是这小子的师傅。鄙人不才，正是这小家伙的师傅。看不出来，这小子背后竟然有阁下这样的强者。阁下同为仙级强者，应该听闻过我仙界姚家吧？我家老爷可是仙君级别的强者。不曾听闻，但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徒儿。若是他做错事，我这个做师傅的自然不会包容，可他若是没有做错事，你姚家我迟早要走上一遭。很简单，阁下弟子不过炼气修为，如何资格与我家小姐成为夫妻？我姚家千金下嫁一个炼气修士，若是传出去，我姚家还如何在仙界立足？原来如此。道友思维似乎有些过于古板，年轻人的事，我们这些老一辈的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他们从出生起就注定不是同一类人，也走不到一起。阁下若是执迷不悟，那也休怪老夫不客气了。既然如此，那李某也只能领教领教仙君的手段了。得罪了。究竟是何等强者交手，才能让整片青州大地颤抖？莫非是仙人级的强者在那儿交手？很有可能，我等不要妄加揣测，也不要用神念去查看，否则惹怒了仙人，轻则被仙人一念之下抹了神识，重则连累整个青州。天骄辈出，仙人交战，青州大地不平静了呀。也不知是哪2位仙人，竟然跑到下界打架，这可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老夫承认阁下很强，但是也到此为止了。今日我要带小姐回家，谁也拦不住。道友言重了，李某并未阻止道友带你家小姐回家啊。老夫说不过你，不想和你废话。你有什么要说的，和我家老爷去说吧。老爷，爹，陆北，怎么回事？老奴奉命接小姐回家，却不曾想发现小姐与下界一救下小姐的炼气修士相爱。老奴这才气急，想要给这小子一些教训，却不料其师傅却是一位天仙，不得已之下才唤出老爷分身。阁下，你徒儿不过是炼气修为，我女儿不过16，却已是元婴修为，二者之差是不是有些大了？若是2人真的相爱，何必在意这些？为何要阻拦呢？若阁下执意如此，可别怪本君不讲道理了。系统发布任务：
与瑶皇存交手，体验仙君之威，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既然如此，那李某也只能领教领教仙君的手段了。这就是仙君的实力吗？仅仅是一道分身便如此恐怖？此剑开天！这青年竟然是仙君！你这家伙有这么厉害的师尊，为什么不早说？一开始我以为我师父只是化神修士来的。想不到在下界竟然也能遇到一位仙君，幸会幸会。不过道友，即便你身为仙君，也不该让你徒儿与我女儿在一起，毕竟道友的这徒儿确实有些……李某也是看他们二人两情相悦，才会想着成全。不如这样，我与道友打个赌如何？道友请讲。100年时间，我徒儿若未举侠飞升仙界，那就说明我徒儿的确配不上仙君千金。可倘若我徒儿100年内飞升仙界，那么他们二人之事便是水到渠成。好，这赌约本君应下了。那就拭目以待。你师父和我爹聊得好像不错，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俩的事成了？你爹和我师父这样的强者，根本不是我们能够妄加揣测的。小家伙，看在你师尊的面子上，我可以给你一个与我女儿在一起的机会。你们可不要开心的太早。我给你100年时间，100年的时间内飞升仙界，我便同意我女儿与你在一起。倘若100年之内你没有成功飞升仙界，那就说明你与我女儿有缘无分，强求不得。你们可不要开心的太早。我给你100年时间，100年的时间内飞升仙界，我便同意我女儿与你在一起。倘若100年之内你没有成功飞升仙界，那就说明你与我女儿有缘无分，强求不得。仙君放心，我一定会得到你的认可。不错，有志气。好了，桃儿，随为父返回仙界吧。待在下界的时间长了，你的修为容易停滞。是爹，我等你。好，你在仙界也要好好修炼啊，到时候可别被我追上了。道友，告辞。道友慢走。多谢师父。好好加油啊，为师看好你。100年时间，不出意外，你可以飞升仙界。师父放心，徒儿定当竭尽全力。甚好。仙君强者的力量是真的强悍啊，举手投足之间便有毁天灭地的莫大威能。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体验仙君之威。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晋升2品真仙器。仙器可分为真仙器、天仙器、玄仙器等，每个等级的仙器从低到高又可分为1至9品。系统发现宿主如今有些急功近利，现发布任务：滚滚红尘。滚滚红尘，正所谓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宿主在凡人之中体验凡人生活半年，具体位置由宿主在10天内自行选择。果然，自己不是在装逼，就是在装逼的路上。
此地甚好。狗子，我挑的这地可以吗？完成任务有奖励吗？第一，本系统不叫狗子，宿主不要侮辱系统。第二，位置你随便挑。本次任务主要是为了磨练宿主心性，只要宿主能够接触到凡人，观察凡人生活，体验凡人生活即可。第三，此次的任务奖励丰厚。此山竟然如此强大的怨气邪念，多半是被某位高人封印了一邪物在此。我去，上仙饶命啊！原来是个主修邪魂的元婴女魂修，难怪如此强大的怨气。老道一眼见过于宗师。道友不必客气，听闻道友曾在200年前封印了一位女魂修。正是，200年前那魂修无恶不作，老道欲要除魔卫道，却不敌那魂修，最后施以计策，才将其困在一处山头之中。算算时间，如今那魂修也该挣脱束缚了。真人之举，于某钦佩。宗师，使不得呀，老道怎受得起宗师这一礼？真人不必妄自菲薄。今日天色渐晚，宗师也舟车劳顿，不如于宗师在一眼宗休息一晚，明日再去处理那魂修也好。霍长老，明日一早您先去那魂山看看有没有凡人在附近。是宗主。宗师请。你这小家伙，怎么半夜出现在这里啊？哎呦，我的娘嘞！我撞鬼了，完蛋了！小家伙，你哪点觉得我像鬼了？我娘说了，这山上要是遇到人，那就一定是鬼。那你看我像鬼吗？好像不像。那不就是了？那你咋出现在这山上的？我吗？我今天搬过来的，以后就住在这儿了。我这个村里最大胆的娃都只敢来这儿逛一逛，你居然敢住在这里，难道不怕鬼吗？不怕，你是住在那2里外的村子吧？怎么3更半夜的也往这有鬼的山上跑？我爹走得早，我娘病了，只能躺在床上。家里虽然没钱，但我得给她找药啊。白天她盯着我的，不能乱跑。晚上她睡着了，我就要给我娘找药啊。那你不怕遇到鬼吗？但是比起鬼，我更怕我娘一直卧病在床，这样我就不能到处玩了。你娘得的什么病啊？你知道吗？镇里的郎中说了，是破伤风，应该是我娘切菜切到手了。这个病没得救，除非有仙人赐下灵丹妙药，不然只能等死。你叫什么名字？举阿佐。我就叫你阿佐吧。正好我曾经在古书上看到一处药方，似乎能够治疗破伤风。我明日采药炼药，你后天晚上就过来拿吧。真的吗？先生，你没有骗我吧？当然。多谢先生。多谢先生。不必如此，我李某人可不行这一套，救你娘也是看在你还算有孝心的份上。先生大恩，许阿佐没齿难忘。很晚了，早些回去吧，不然你娘醒了，小心你屁股开花。嘿嘿，我倒是想屁股开花了。此地为何会有凡人出现？为何此地邪气荡然无存，反倒是灵气盎然？比起我一眼宗所在之地，也不遑多让。姑娘，你采着我要挖的草药，麻烦让一让。哦，你可知这山中封印了一个女魔头？你敢来此采药，就不怕出事吗？姑娘说的有道理。你还挖？要钱不要命啊？
住手！锦仪见过于宗师，宗主。于某见过李先生。阿石见过李先生。啊，原来是于老先生啊，想不到能在此地相遇。李先生在此，老夫来此地真是多此一举了。想必那魂修已被先生降服了。先前小女子眼拙，多有得罪前辈，还望前辈海涵。无碍，你劝我离开之时，李某人就知道你是个好人。前辈大量。不知姑娘可会炼丹？小女子不才，正好是3品丹师。帮我炼制一枚1品疗伤丹药。啊，若是前辈急需，我身上是有1品疗伤丹药的。那就再好不过了。李某不能白拿你的丹药，这把锄头就送给你吧。前辈，如此宝物，当真要送给我吗？当然。多谢前辈厚爱。诸位远道而来，不如去李某住处喝杯茶吧。李先生在此清修，我等还是不打扰的好。既然如此，李某也不强留诸位了。师父，李先生所在之地灵气似乎很是浓郁，完全不像是有邪修待过的地方。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胡长老，你手里的灵杵之中所蕴含的阵法玄奥无比，即便是老夫也参透不了，多半是出自李先生本人之手。若是于宗师看上此物，小女子可将此物赠与于宗师。胡长老，此物乃是李先生赠予你的，是你的机缘，你却让给老夫，这是让老夫得罪李先生啊！这可万万使不得。你手里的锄头乃是世间罕见的宝物，足以让一个落寞的大宗兴起。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切记财不外露，否则引得有心之人惦记，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啊。于宗师的话，小女子记下了。先生，这么晚你在烤鱼啊？此情此景，不来点宵夜怎么行？此丹你拿回去，给你家母亲服下吧。先生，这丹药真的能够救我娘吗？嗯，我终于熬到头，可以出去野了。确实啊，你路子是真的挺野的。吃鱼吗？不吃了，我先回去救我娘。先生告辞。阿佐，晚上不要再出去了，娘的病娘自己知道，是活不了多久了。你要是出了意外，我怎么和你九泉之下的爹交代？娘，我前天遇到一位先生，他说他有救娘患上的破伤风药方，今晚我便是去拿药的。怎么可能？你这小家伙呀，怕是又被那些人给骗了吧？你是不是又答应人家，不管这药治不治得好娘，都要帮他做事啊？娘，先生并非你所说的那种人，此药他未收取我一丝一毫的报酬。天下真有这么好心的人？娘，咱们就试一试吧。好，试一试。娘，怎么样？药有效果吗？阿佐，那位先生在哪儿？那位先生现在就住在有鬼出没的魂山啊。这位先生能在魂山安然无恙的定居，又能治疗这破伤风，难道是一位活神仙？不会吧？阿佐，你的床头底下，娘怕你以后有急需，就在那儿藏了些铜钱，你拿去镇上买些鸡肉。好，娘，我知道了。系统身份已被许阿佐与其母亲怀疑，触发任务，宿主在许阿佐心中留下隐士高人形象，奖励宿主须先中期修为。这可惜啊。娘，那位先生居住的茅草屋不见了，明明昨晚上还在的呀。
看来仙人并不想我们打扰他。先生，你在吗？阿佐带着老母鸡来见你了。阿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咱们与仙人无缘，但无论如何，仙人救了娘，咱们都要心怀感恩。妇人战平营，多谢仙人救命之恩。多谢先生。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虚仙中期修为。系统，我爱你。呵呵，我看你是爱上我的福利。肤浅。哎，话别说的这么直白，咱们以后不好相处啊。系统发布任务，宿主吃下10个臭皮蛋，奖励宿主一卷9品阵法。系统，你是在报复我昨天对你说的话吗？宿主，自信点儿，把妈去掉。这你可就算错了。我李某人曾经最爱3样东西，一是松花蛋，2是螺蛳粉，3是臭豆腐。系统，你这是买1送1啊？滚！老人家，给我来10颗松花蛋。这里有1罐铜钱，不用找了。先生，别看老太虽然年事已高，但尚且有余力养活自己。这1颗皮蛋是10文钱，我找回先生900文钱。好。那位前辈赐给胡长老的锄头竟然有如此威能，这完全足够我一眼宗的炼器弟子修行，甚至还能将多余的灵草倒卖到其他的宗门。我也没想到这把锄头竟然真的有如此威能，也不知那位前辈究竟是何修为，这么极品的宝物竟然说送就送。不管那位前辈是何修为，这锄头的事儿我们必须保密。待会儿我会叫来几位长老，将整座山的气息封锁，绝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一眼宗拥有如此至宝。宗主，属下方才路过那一眼宗时，发现其本荒废多年的荒山，竟然整座山峰都变成了一座领土之山。若是我们能掌握这个秘密，足以让我宗弟子实力上一个台阶。哦，黑蛇护法，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属下万分确定。我先前路过一眼宗时，绝无那座领土堆积而成的山，但回来之时，这一眼宗便多了这么一座山。宗主乃是合体大修鬼君之名，更是威震青州，属下怎敢欺骗宗主？很好，那你就去替本座跑一趟，挖出一眼宗的秘密吧。怎么回事？看来我们一眼宗的秘密已经被人发现了。这是鬼极宗黑蛇护法的法天象地，看来这来人是黑蛇护法无疑。什么？一眼真人何在？贫道见过护法。贫道？你一眼真人可一点都不平啊！我一眼宗可将宝物拱手交给护法，还请护法高抬贵手，放过我一眼宗。你倒是识时务，但你以为本座真的只是看上了你们那件破宝物不成吗？本座看上的是你们一眼宗全宗上下的血液。宗主，宗主，太弱了，太弱了！天地无极，乾坤大阵。想不到你们一眼宗竟然还有一座5品灵阵作为护宗大阵，但是这对于尔等来说，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区别罢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9品锁仙大阵。系统，你这次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因宿主送出灵杵一把，惹得一眼宗如今正遭受灭门之灾。系统发布任务，宿主救下一眼宗，将获得金灵丹1枚。这么一把破锄头也能惹得别人惦记啊！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行吧。斩！那口悬空之剑是口仙剑。刚才那道充满威严的声音，似乎就是在魂山住下的前辈。难怪于宗师对那位前辈尊敬有加。我等多谢上仙与仙剑出手相救。如今的青州风云激荡啊，看来我鬼极宗又要搬家了呀。想不到老夫沉睡多年，竟被一道剑气惊醒。师父，此山便是传说中的浩皇山了吗？不错，此山在上古年间有位山神，名为浩皇。据说当时他的修为便已经步入真仙。步入真仙，为何还未飞升仙界？这便是天地神职的奥妙之处了。浩皇乃是天地所封的山神，即便抵达真仙，也可不选择飞升。这便是天地神职的奥妙之处了。浩皇乃是天地所封的山神，即便抵达真仙，也可不选择飞升。原来如此，师父，你说在魂山住下的李先生与这位山神比起来，切莫妄言。浩皇与李先生皆是我等难以企及之流，我等没有资格对这二位做出评价。师父，我明白了。魂山，李先生吗？干得不错，要不要奖励你2颗松花蛋？可惜了，如此美味，你竟然不爱。哎呀，这位先生被假老虎这地痞盯上，怕是要遭殃了。估计是哪家出来游玩的少爷，出手就是1贯钱。有句话说得好，财不外露，这一下不就被假老虎盯上了吗？大姐，你快看，那位不是道天宗的云居山主吗？没错，是他。云居山主似乎遇到麻烦了呀，咱们要不要？南宫悠然见过山主。不必多礼。哎呦，哪来的3位姑娘啊？怎么还戴斗笠遮脸呢？不过这身材倒是不错，吹了蜡烛都一样。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啊！老大，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不仅有个傻子送钱来，竟然还有美人前来投怀送抱。找死！老大，我动不了了。哎呦，姑奶奶饶命啊！山主，我们要如何处理这几个痞子？你自由发挥就行。好。欣然来迟，让山主受惊了。无碍，还得多谢姑娘出手呢。3位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回山主，我们3姐妹如今正赶往即将开启的观海山秘境寻觅机缘，争取突破虚仙的一丝契机，恰好路过此地。原来如此，那就祝3位马到成功了。借山主吉言，恭送山主。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挽救一眼宗于水火之中。系统发放奖励金灵丹1枚。系统，这任务都完成了半天，你才发放奖励啊？忘记了，你信吗？信，毕竟有些时候你确实不靠谱。
竟然是早已失传的9品所献大阵。道友能将此阵刻画而出，在9品灵阵大宗师中也足以位列上等了。道友是何人？为何夜访李某这陋室？老夫昊皇山神，道友便是昨日那口剑气直冲九霄的2品仙剑主人吧？正是在下，原来是昊皇山神在前，李某有礼了。深夜造访李先生，打扰了先生的清修，该是老夫赔礼才是。不知以先生如今的修为，为何还不飞升仙界？只怕留在天元界修为寸步难行吧。李某生于此地。李先生无神职在身，依旧选择停留于此界，还能够突破2品真仙之境，先生气魄与天赋，老夫佩服。不知昊皇可曾听闻观海山？观海山，老夫沉睡前倒是听过此山，貌似是一个修仙宗门，不过其内却无真仙。想必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此宗已然在时间长河中消失了吧？倒也不是，只是听闻此山有秘境开启。一个小小的秘境，老夫何须记挂？改日先生来昊皇山，老夫定然以此界最为珍惜的美酒相待。昊皇客气了。老夫认输了，先生奇艺，老夫佩服。老夫存世不知何几，能言者不过双手之数，志同道合者更是无1、2、3。今日遇到先生，实乃一件幸事。今日便不再多加叨扰先生了，告辞。昊皇慢走。诸位，对于如今冒出来的红莲教有何看法？这红莲教真是好大的野心呐！莫非真以为那红莲教能拿下江州的浩瀚剑宗，也能拿下我青州的道天宗不成吗？有句话说得好，大成之下皆蝼蚁，再多的渡劫境圆满修士，在一位大成修士面前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不是数量能够取胜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道天宗纵横青州如此之久，岂能怕了一个小小的红莲教？宗主需要换云居山主回来吗？红莲教青州堂众弟子恭迎教主。起来吧。多谢教主。沈堂主，青州形势如何？青州第一大宗道天宗倒是与往日一般，行事低调，却超然于世外。不过道天宗倒是诞生了一位天之骄子，年仅40便是渡劫之境的强者。哦，是谁？他是道天宗的云居山主，名字叫做李周君。倒也是个玉面郎君了，希望他识时务些。本座可不想辣手摧花呀。去查查他如今在哪儿吧，可以的话，把他带到本座面前来。是。你要干嘛？挖个坑把你埋了。什么意思？我现在与你一体，你确定？那就把我自己埋了。是李先生吗？你是？小女子应珊珊，我家老爷备好美酒，请先生到昊皇山一叙。既然昊皇已经备好美酒，那李某也不好空手前去。正好李某准备包一条鱼，就带过去当做下酒菜了。先生需要我帮忙吗？姑娘帮我看好这背篓即可。好。何方宵小，给老娘滚出来！
姑娘，本香主乃是红莲教的赤莲香主，本香主的目标不是你，劝你速速离开。李先生是我家老爷贵客，任何人想要动先生分毫，便从我硬生生的尸体上踏过去。渡劫圆满的虎仙，撤！哎呦我的妈！道天宗现宗主莫太宇拜见诸位太上长老。怎么，我道天宗遇到什么事了吗？回太上长老，是一位渡过雷劫的真诚。哦，一个小小真诚也敢冒犯我道天上宗？如今我道天上宗竟然落寞到如此程度了吗？虽说如此，但我道天宗也诞生了一位绝世天骄。说来听听。是当代云居山主，年仅40岁的渡劫天骄。还得是我云居山一脉啊。还得是我云居山一脉啊。那小家伙现在身在何处？回太上，云居山主喜爱云游四海，太宇也不知他如今身在何处。这样啊，不过也不奇怪，毕竟我云居山一脉从来都是闲不住的。行了，你且退下吧，待那真诚到来，老夫自会出手。那太宇就先行告退了。对了，那小家伙回来的时候，让他来见老夫。太宇明白。一个小小真诚，还不用真云太上亲自出手吧？不错，小小真诚，本座弹指可灭，何须劳烦真云太上？诸位不用争了，说了老夫出手，便是老夫出手。许久没有活动，有些小辈真以为我道天宗这些老不死的不在世上了不成？妈耶，这位先生厨艺也太好了吧！不行，要忍住。里面鱼肉挺多的，你先拿着吃也没关系。那怎么行？看下做的好不好吃。好吧。好吃吗？好吃。那就好，我们出发吧。教主，按道理这道天宗定然已经收到我红莲教准备攻其宗的消息。真诚之下，来了也是送死。我若是他们，也会龟缩在护山大阵里面，至少还能苟活不少时日。你是何人？小姑娘，年纪轻轻的，脾气这么大可不好啊。对了，老夫道天宗真云子，你们已经被老夫包围了。你这老道，好大的口气！老夫可没你这小女娃娃的口气大，就你一个小小真诚，也敢妄想拿下我道天上宗。今日老夫便替你家大人好好管教管教你这小丫头。三品真仙？怎么可能？竟然是天级空间法宝，莫非这厮的背后有位天仙不成？哼，天仙又如何？老夫仙界一样有人。本座打不过你道天宗老的，还打不过你道天宗小的吗？云居山主是吧？等本座来找你。
浩皇这酒可谓是人间绝味，入口绵延不绝，让人回味无穷。不过今日天色已晚，李某就不多叨扰浩皇了。改日李某再邀请浩皇小酌几杯。李先生好酒量，不过先生倒是和老夫客气了。先生这鱼汤不也是人间的绝味吗？老夫下次再喝他人做的鱼汤，怕是难以下咽喽。珊珊呢？代老夫送李先生一程。是老爷。前面是何人？李周君。正是李某，不知道友为何拦住李某去路？是你就好，记住今日杀你之人，李月如。过分了。怎么可能？金甲神将，李先生，这金甲神将绝对达到了中位五品尊仙之境，绝非我天元界的产物，而这红裙女子也很有可能来自仙界。此等产物的确不是天元界能够锻造出来的。去，拿下这4人头。什么？李周君，本座乃是仙界金甲宗真传，本座已经记下你，来日在仙界可不要让本座遇到你，否则必定将你碎尸万段。李先生，那李月如跑了。仙界金甲宗吗？就在李周军突破虚仙境后期的同时，青州边境观海山，道天宗的强者来了。是道天宗的凌雪山主慕容雪，火风山主柳岩，天辰山主段天辰。据说这位天辰山主100年前闭关时就是合体境圆满，如今再度出现，只怕已经是渡劫初期乃至中期的强者了。不愧是道天宗，这3位山主放在青州便足以横扫不少势力了。你们说云居山主会不会也来这里啊？你这丫头脑子里整天到晚都是云居山主。你们认识云居山主？见过凌雪山主。不必客气，回凌雪山主，我们3姐妹数日前曾在一处名为长青镇的小镇见过云居山主。原来如此，此次观海山秘境的开启并非明面上这般简单，你们小心一些。二姐，看来你有一位强力的竞争对手了啊！凌雪山主很明显就是对云居山主有意思的呀。的确，但是你二姐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啊，这是什么情况？通道关闭了。你是杜修？不错，是我。想不到啊，一个观海秘境，还能有渡劫中期修士到来。这厮已经渡过雷劫，化龙在即，这怎么可能？是不是很惊讶？短短1000年，我能达到化龙之境。这杜修明显是想把我等祭炼，以此加快化龙进程啊！看来你已经猜到了，老头儿，你很懂啊。我若是猜得不错，你们3人是道天宗派来杀我吧？
杜修，我道天宗太上乃是有品真仙，你若是识相，就放了我们，不然我道天宗强者定然不会放过你。把你们都杀了，本座就能飞升仙界。仙界何其之广，别说有品真仙了，就是天仙来了又如何？把你们都杀了，本座就能飞升仙界。仙界何其之广，别说有品真仙了，就是天仙来了又如何？你既然这么急着找死，本座成全你。星辰山主，无碍，本座答应好宗主要护你二人安全，却没料到这杜修竟然已经渡过雷劫，达到真诚级别。看来今日我等在劫难逃了。天辰山主，我若是一女子，定然以身相许。好一段情深戏码，不过能凭借渡劫修为挡下本座一击未死，你也算得上是强者了。柳岩，随我一起拖住此寮，给天辰山主争取恢复伤势的时间。好。检测到宿主弟子江萧白，道天宗同门在观海山遇到危险，系统发布任务。强者总是在关键时候出手。任务内容：救下弟子江萧白，与道天宗同门，可获得合体境修为。道天宗的人也不过如此啊！孽畜，你侮辱我柳岩可以，但是你侮辱我宗门就太猖狂了。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我宗门走一圈，你看我家太上会不会将你这爬虫抽筋扒皮？你这废物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本座突然不想立马杀你了，要让你慢慢感受绝望。大姐，看来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就是这死相真的太难看了。你这丫头都要死了，还在乎什么死相啊？那是师父。李中军山主。长安。这便是师父的实力，真诚只需一剑。这位是云居山主啊？什么？云居山主不是才渡劫吗？这一剑是渡劫能够斩出来的？太恐怖的天赋了！40岁的真仙，云居山主的实力愈发恐怖了。这个二妹啊，怕是要尝尽相思苦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合体境初期修为。唉，要走了，也不知道阿索那孩子如今怎么样了。不错，这小家伙的身上怎会有一丝妖气啊？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只找苦命人啊！咦？小白，你又来了呀？好了，小白，咱们今天得休息了，明日还有功课要做呢。这，你且出来。小女子白灵见过上仙。你与这孩童有什么渊源？回上仙的话，2年前我与河中的蟾蜍精大战，一不留神下身受重伤，是阿佐救了我。原来如此，你可知人妖殊途？而且你虽然得了机缘，能够幻化人形，但你毕竟只是筑基修为，不能完美控制你自身的妖气。与许阿佐待在一起，你身上无意释放的妖气只会害了他。我也不想啊。罢了，念在你心怀感恩，我便帮你一把吧。多谢上仙出手。你灵性资质不错，切莫急功近利，
遁入歪门邪道。记住我的话，欲速则不达，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妖，都要一步一个脚印。白灵谨记上仙教诲。先生要走了吗？对啊，要走了。我辈修士自当御风而行千万里，天下江山尽眼底，游遍这天下美色，看遍这世间繁华才是。先生倒是潇洒。先生，老夫有一位老友位于南州，名为紫云道人，他欲要飞升，不过却打算飞升之前在紫云山开一场道会，将自身修行感悟讲与南州众生。我知以先生修为，自然不需要听这些，但先生却可以观望紫云道人飞升，也好为以后做准备。系统发布任务，观望真仙飞升，宿主完成任务将获得奖励。浩皇这位老友当真是大气魄，李某佩服。如此的话，李某也想瞻仰一下这位紫云道友的真容。紫云若是知道有先生这么一位存在，去听他的道会也会倍感荣幸吧。这场道会在1个月后举行，届时老夫也会前往紫云山。那我们便紫云山见。先生慢走。怎么，丫头，喜欢上了李先生？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滚滚红尘，系统发放奖励合体境中期修为，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晋升3品真仙器，系统发放奖励1亿极品灵石。晌午时分，李周军回到了云居山。此刻的卢芷宁与苏南皆是在闭关之中。为何在观海秘境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呀，是慕容山主啊！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你饲养的9条虚仙蛟龙，平日都很安静，今日却很兴奋。你居然这么用心观察的吗？毕竟你3番5次救了我，不如我还是以身相许吧。可以啊。你没有开玩笑吗？认真的，毕竟慕容山主如此佳人，谁能不爱呢？好吧，我开玩笑的。你搁这儿反复横跳呢，老娘就要答应了。真云太上，云居山主已经回来了，我去叫他来见您。不必了，这小子居然是2品真仙，老夫要亲自去见见这小家伙。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等会儿就走，我要去南州一趟。这么快，非去不可吗？非去不可。好吧，南州距离青州路途遥远，路上注意安全。李周军隔空将2枚元神印记打入正在闭关的卢芷宁、苏南的体内后，也不再停留到天宗，驾驭着飞剑便乘风而去。拜见太上。周军呢？云居山主前脚刚离开，您后脚就来了。海族来袭，尔等速速寻找避难之地。你们说，夏城主此次会耗时多少才能击退这次海族入侵啊？我若是先前没有听错消息，当今临海城的夏城主乃是一位天赋绝伦的女子，名叫夏文静，年仅111岁，渡劫境圆满修为。纵然青州之大，也唯有道天宗的那位云居山主才能稳压他一头。哎，道友，你这就是孤陋寡闻了啊！云居山主何止是稳压夏城主一头，我有一位挚友曾经入了青州另外一处边境的观海山秘境，曾亲眼看见云居山主一剑就斩了一条即将完成化龙的海蛇妖。即将完成化龙的海蛇妖，那不是相当于真诚的存在了吗？莫非云居山主已然是真仙修为？这道天宗实在太过恐怖，一位年轻的山主便是真仙修为，鬼知道其宗门内还存在着什么样的老怪物。在码头的楼船可曾收回？城主放心，楼船在察觉到海族来袭前便已经被收回。放箭！
早就听闻临海城的城主是位难得的本手，天赋也极其的强大。传闻果真不假。夏城主，给你2个选择：打开城门，热热闹闹的迎接本座，且做本座的小娇妻，或是本座亲自动手轰开这城门，屠尽临海城中之人。痴心妄想！夏葵，你速去求助道天宗强者，告诉他们海族的9头蛇军即将攻破临海城。不，我是合体境修为，能在此场战役中出力，所以我要留下与临海城共存亡。混账东西！正因为你是合体境，所以才让你速去道天宗求助。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城主，我说了，滚！是。本来以为你夏城主是个聪明人，没想到却是一个死脑筋，那就不要怪本座辣手摧花了。小小的临海城，连位真诚也没有，怎敢挡住本座的神通？统统给本座去死吧！系统发布任务：击退海族，保青州一方太平。海族竟然来了一位真诚境的妖仙！该死，我怎么这么倒霉啊！3品真仙器，怎么可能？吞海老头，你敢骗我说这临海城最强者不过渡劫？老子诅咒你这头老精，生崽子没有屁眼子！3品真仙器，附近有3品真仙，撤！快撤！我临海城竟然来了一位3品真仙！哈哈哈哈哈！他奶奶的！我还以为这些虾兵蟹将真的什么都不会怕呢。有3品真仙存在，我们活下来了！什么鬼啊？是5品真仙，传说中那位聚精成仙、居于深海的吞海妖尊。老夫算尽天时地利人和，却没算到9头虫这厮运气如此不好，居然遇到了一位3品真仙。不过遇到老夫，你这运气也不太好啊。是吗？怎么，打算认输？认输？或许吧，但不试试怎么能赢？老夫有些开始欣赏你了。或许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我们能够坐下来喝杯茶，成为忘年交也不一定。可惜世上没有或许。不错，这世上没有或许。老夫今日势必灭了临海城，登上青州，当我者死。5品真仙，这怎么可能？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本以为云居山主能够40多岁修炼到3品真仙，已经是冠绝古今了，没想到他竟然是5品真仙，这简直骇人听闻呐！你竟然是5品真仙，你猜？系统更改任务：击退海族，更改为追杀吞海妖尊，10天10夜。系统，你这是公报私仇啊！宿主别发愣，吞海妖君跑了，快追！侵犯了我青州，就想这么轻易的走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小子，你不要太过分了。老夫不与你交手，并非是怕了你，只是不想两败俱伤而已。犯我青州者，虽远必诛。和老夫拼肉身，狂妄！云居山主的肉身竟然能够与吞海妖尊平分秋色，
这肉身强度相当于一把行走的5品真仙器了吧？道友，你与我交手，即便是分出胜负又如何？不论是谁赢了，都没有任何好处啊！怕你不成？按照我们这个世道，我打个10天10夜，根本就分不出胜负的，何不就此别过？你好，我也好呢。我透你猴子的，你他妈就是个愣头青啊你！慕容山主，你在这盯着云居山主的命盘已经有3天2夜了吧？云居山主能够在40多岁的年纪修成5品真仙，绝对是人中龙凤的存在，几乎不可能鲁莽行事的。多谢，我再等会儿吧。唉，10天呐！一个愣头青整整追杀了老夫10天10夜啊！就从岸边追到深海，跑的距离都能够绕青州3圈了呀！造孽呀！青州区域待不下去是吗？行，本座就搬到南州这个离青州10万8千里的地方去。本座就是死，也要死在搬家的路上。南州多平原，地大物博的程度不下青州。当李州军抵达南州之后，便收回了飞剑。毕竟距离紫云道人讲道还有20天左右，所以他并不着急，便打算好好的游山玩水一番。凡人，我家少爷邀你同行。姑娘，你是在叫我吗？这里除了我们3人，还有别人吗？多谢2位好意，不过李某向来独行惯了。不识抬！住嘴！这位兄台，此山脉极其广袤，其中精怪更是无数。我观兄台毫无修为在身，不如与我2人同行，也好有个照应。多谢好意，不过李某觉得还是不必了。兄台执意如此，那陆某也只能祝兄台一路顺风了。告辞。李州军微微一笑，转身踏入了山脉之中。少爷，他一个凡人，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客气？雨香，你莫非真的以为看似普通的人，就真的只是普通人吗？我陆家虽然在北关城算得上是一方大家子，可放眼整个南州，不过是井蛙之地的一只大些的蛙罢了。在这世上能挥手覆灭整个北关城的存在，南州之上多不胜数。只不过这些个存在是我们所接触不到的。奴婢受教了。走吧，我们也快些赶路，切莫错过了紫云上仙讲道的时间。李州军不疾不徐地走在林间，不过李州军为的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招惹是非。片刻后，李州军便在林中架起了烤架，将一只被拔了毛的山鸡烤得噼里啪啦滋滋冒油。当真是人行山间风正好，悠闲于世自在郎啊！诶，罢了罢了，看在这姓陆的小子先前有些好意的份上，便出手一次吧。陆文书多谢高人出手相救。玉香多谢高人出手相救。看来高人并不想现身，我们走吧。好。时间一晃，距离紫云道人在紫云山讲道还有3天便开始了。李州军倒是已经悠哉悠哉地赶过来，且在紫云山下的客栈住下了。兄台，又见面了，看样子你也是来听紫云上仙讲道的吧？对的。说来好笑，还好兄台没有与我一同行走。我与玉香刚入山脉，便遇到了一只妖狼追杀。若不是高人出手相救，我与玉香此刻便站不到兄台面前了。说明2位命不该绝，坐下来喝一杯。不了，我2人刚到此地，还是先做休整才是。也好。一晃又3日，也到了紫云真人讲道的时候了。李州军对于讲道的内容倒是不太关心的，就想看看飞升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恐怖无比的威压自空中降临，众多修士纷纷的变了脸色。浩皇，老夫总算把你盼来了。是啊，一别万年之久，
再见时，你都已经准备飞升仙界了。那位便是青州的昊皇山神吗？我等竟然能目睹2位上仙真容，可谓此生无憾了呀！众修士看着那2道凌厉虚空、谈笑风生的身影，皆是在心中感慨。若不是紫云真人即将飞升传道众生，只怕他们就是穷极一生也接触不到这种仙人层面的存在。咦，李先生，你还是这般低调啊？昊皇说笑了，李某也只是客随主便罢了。李某见过紫云真人，早日在昊皇口中听闻真人欲要传道众生，李某佩服。这位是灵阵大宗师李先生，老夫的忘年交。李先生这等灵阵大宗师能来观望紫云讲道，贫道荣幸至极。先生与昊皇是忘年交，与我也莫要客气才是。二位请。9品灵阵大宗师，又冒出来了一位真仙。3位真仙在众多的修士面前现身，这足以是载入南州史册。玉香看着凌厉虚空的李州君，脸色发白，毕竟当时他可是对这位真仙大言不惭。贫道条件有些简陋，二位可莫要嫌弃才是。紫云兄不必理会我2人，我与李先生在一旁观望即可。昊皇所言极是，多谢。紫云真人来到了山巅边缘，紧接着浑身真气法则萦绕，一尊高达万丈的紫色人形法天象帝山边前拔地而起。哎呀，想不到紫云这老家伙在这万年间又突破了1品，达到了5品真仙之境，难怪要飞升仙界了。毕竟5品到6品是质的变化，雷劫也愈发的凶猛。不过他能在下界修炼到5品真仙，即便是没有经过金光洗礼，依靠着自身力量打破壁垒，飞升仙界，也依旧会被仙界的各大宗门哄抢。李先生，你同为5品真仙，有无神职在身，以你的天赋，要在下界修炼到6品，相对而言并不难，只是雷劫却凶险万分呐。老夫的建议还是尽早飞升仙界才好。哦，对了，珊珊那丫头呢？那丫头啊，马上准备突破真城了，如今正在闭关呢。原来如此。这就是真仙级的法相天地吗？恐怕只怕一指之力便能摧毁100座山峰吧。众修士抬头看着那遮天蔽日的法天象帝，喉咙皆是忍不住的咕噜咕噜的吞咽口水。与此同时，他们也愈发的奋力向着山上远去，甚至有妖族躲在地上仰望着那道高达万丈的法天象帝。如此景象，只怕南州除了那些必死关的修士，都来到紫云山了。是也，如此壮观景象，李某也是生平第一次见。李先生，如何？颇有感悟。不错，不错。紫云上仙，这是准备飞升了呀！这仙界壁垒竟然如此难打破吗？真仙若是错过了仙界的金光接引，想要再次依靠自身力量飞升仙界，本就很难。不过，不出意外的话，10拳之内，紫云兄便能打破仙界壁垒。什么情况？好像仙界的人专门在那等着紫云上仙飞升。是仙界那些专门蹲点靠自身力量打破壁垒飞升之人的杂碎。不忘本座在这片区域蛰伏数千年，终于又等到一个从下界靠着蛮力飞升的傻子了。本座冥鬼道人，
尔等见到本座还不下跪？该死！你倒是命大，居然开着法天象地来过这仙界通道，不然本座那一掌的力量足以将你震杀。再看什么呢？放心，就老夫一人，你们这整个下界也都是老夫一人的。放肆！你们看本座的眼神是几个意思？几个意思啊？好好的阳关大道你不走，非得想着走这些歪门邪道，你几个意思？哼！凡夫俗子怎能理解本座的快乐？我操！其实老夫就是觉得仙界待得有些腻了，想要来下界走走，没有别的意思。来了就留下吧，省得你去祸害别人。真以为本座没点本事，敢只身一人来蹲人吗？替身术加遁术，有点意思。他跑不掉的。锁仙大阵，居然是锁仙大阵！一个下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阶的阵法？是你对不对啊？一定是你！你怎么这么阴呢？哎呀，先生布阵，就连老夫也未察觉。看来先生的阵法造诣称得上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呀！浩皇过奖了。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今日老夫落在你们两个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待老夫解决此僚，再与先生交谈。好。道友留守。你们还缺人不？老夫也可以加入你们的，毕竟老夫怎么说也是一位6品真仙，到时候蹲到仙界下来的人，你们8，我2。2你大爷！好恐怖的力量！即便是死，老夫也要拉你一起死！李先生，小心！是吗？你也是6品真仙？紫云兄，伤势如何？唉，还好，不过看样子今日是飞升不了了。若非2位上乘真仙在场，紫云怕是要给整个天元界带来一场极大的祸端。紫云兄不必太过于自责，毕竟像明鬼道人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希望吧。时间一晃，3日过去了。咦，此地怎么会有凡人出现？师姐，我去让这家伙离开吧，不然等会儿这家伙继续在这里睡觉，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去吧，记得客气一些。师姐放心。快醒醒！啊，怎么了？这里有吃人的妖精，你要是继续在这里睡下去，怕是永远也醒不来了。啊，3位气度不凡，应该是仙门中人吧？咦，你居然还知道这个？不错，我们便是这附近玄灵宗的弟子。啊，原来是仙人弟子在前。3位尽管做自己的事情即可，不用管在下的。你这家伙啊，怎么就听不进好赖话呢？冷师弟，还记得宗门的规矩吗？若是先生执意待在此处，那就请先生看到不对，立刻离开，否则先生若是丢了性命，可莫要怪罪我等。自然，3位只管做自己的事情即可。你这人活该你受罪。师姐啊，我们直接下湖，还是在岸上动手啊？鱼妖是炼气9层修为，而且水中本来就是那鱼妖的主场，我们都是炼气8层修为，稳妥起见，还是先探探那鱼妖所在位置。交给我就行。话音落下，只见其已经是走到了湖边，手里边掏出了一叠符箓。下一刻，这些符箓在空中燃烧了起来。邓青、宋梦涵皆是羡慕地看着这一幕，这些丢的可都是钱啊！
有动静了。莫非宗门情报有误？湖里的并非是鱼妖，而是这螃蟹精。就在邓青、宋慕寒、冷飞文见到浮出水面的是一只成了精的螃蟹，放松了警惕之时，湖中传来了一阵怒吼，声音找死！这鱼妖能化形了，他是金丹？不是，这是幻术，应该是他突破筑基时候的天赋神通，但他本来的模样应该还是条鱼。尔等竟然敢趁着本座闭关杀了本座的好友，你们都得死！不要保留底牌了，动手！面对着筑基境界的青鱼妖，他们3个炼气境的修士根本就不是对手。3个人躺在地上，双眼惊恐地看着从湖面踏水而行就要走上岸的青鱼妖，心中此刻充满了绝望。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只见一红衣女子从天而降，同时伴随着漫天飞雪。当这些红雪落在了青鱼妖身上之时，青鱼妖的瞳孔逐渐放大，里面充满了恐惧。红雪漫天，莫非他是南州真仙之下的10大真君之一，红雪真君？应该是了，这位前辈甚至都没有动手，这么强大的青鱼妖就死在了他的手上。倘若他动起手来，又该有多强啊！几个小家伙，做事情要记得量力而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不必多礼，毕竟你们宗门的玄灵老祖是我的徒儿，算起来，你们也该叫我一声太祖了。传说是真的，咱们老祖他真的是红雪真君的徒儿。你们可不要想着打着我的旗号去招摇过市，你们老祖可不会放过你们的。行了，你们快先回去吧。是，太祖。一旁正准备像之前一样按照系统赠送的高手的自我修养出手显现高人风范的李周军，看见这一幕之后不由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看来这次是不能人前显圣了，可惜。道友方才是准备出手救我这些徒子徒孙的吧？非也，李某方才真的只是想要抠一抠发痒的鼻子。红雪真君闻言不免莞尔一笑。红雪真君，速速交出羽化之门的钥匙，本座饶你不死。什么钥匙？魏真君，你在说什么呀？什么钥匙啊？我怎么不知道呢？还在装呢，你的某个徒儿已经出卖你了。是铁燕告诉你的吗？不要纠结是谁告诉你，你只需要交出钥匙就行。想要取得羽化仙门的钥匙，就凭你自己的本事来拿吧。冥顽不灵。魏真君嗤笑一声，但是当他看见红雪真君背后站着的那道宛如一个普通人的青山身影之时，骄傲的脸色瞬间僵住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魏某见过上仙。拜见上仙。你认得我？当初紫云上仙讲道时，魏某也在当场。原来如此。系统发布任务：羽化之门前签到，完成奖励可获得合体境原版修为。羽化之门，传说中能让人通过之后当场羽化成仙的门。不用这么紧张，你可知道羽化之门所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本座有些好奇，这传说中能让人顷刻间羽化成仙的门。回上仙的话，小女子的确知道羽化门所在的位置，那羽化之门的位置就在承天山，小女子愿为上仙带路。魏某愿随上仙一同前往，为上仙一路排忧解难。那你们2人便随我一同前往吧。多谢上仙。多谢上仙。承天山位于南州极东之地，3人抵达此地之时，已经是过去了10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巨象诀，是巨象真君。放肆！看来最后一把钥匙就在你们的身上了。2位，好久不见呐！据说你不是搞到了羽化之门的钥匙了吗？
为何还要干这种歪门邪道的事情？这作风可是一点都不像你啊！反正你们都要死了，那本座就告诉你们吧，真仙之门能有9人进入其中的这个传言，其实是假的。真相是，只有1人及其9把钥匙才能进入其中。本座在这里已经等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甚至紫云真人讲道，本座也没去。如今最后一把钥匙终于出现了，你们都得死！巨象真君身化万丈，一只遮天巨手宛如山岳一般，直接朝着3个人压盖而来。魏真君见状，神色一变，红雪真君亦是脸色凝重，哼，这便是真仙之威吗？上仙，我去帮你找他身上的钥匙。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流光从承天山飞出，直冲天际。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扇门。还真是一扇门。莫非是羽化之门？他怎么会跑？这年头门都能成精吗？上仙饶命啊！恭喜宿主在羽化之门前签到成功，系统发放奖励合体境圆满修为。你就是羽化之门？到底怎么回事？回上仙的话，小老头本是血怀术成精，需要吸食修士血液才能进步修为。可是自从小老头修炼到渡劫境，根本就找不到同境界的修士。毕竟修士到了渡劫，大都躲藏了起来。于是小老头便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把自身身体化作一扇木门，并且到处的散播传言，只要是拿到了钥匙，踏入此门便能飞升仙界。但实际上他们去到的地方是小老头的体内世界。你很识时务啊。小老头面对上仙，自然是不敢有所隐瞒。可惜我不能放了你，但念在你诚恳的份上，可饶你一命，但你需要答应我3件事。上仙请讲。第1件事，保那村子1000年时间；第2件事，不可滥杀无辜；第3件事，我还没有想好。这样就行了？怎么，你不愿意？不，小妖不敢，小妖不敢。上仙放心，小妖定然保那个村子1000年时间，且不滥杀无辜。如此便好。这是为了防止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呦，小妖怎敢违背上仙的意愿呢？去吧，小妖告退。当晚，李周军站在白天里，点名要血怀树妖守护的村子上空，而原本化作一扇门的血怀树妖，也在此刻重新化作了一棵粗壮无比的大树，落在了村子的入口旁边。同时，血怀树妖施展神通，原本破碎的大地在血怀树妖的神通之下开始恢复勃勃生机。如何？上仙，多谢上仙指点。此话从何说起啊？这些时间与凡人接触，小妖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修仙修仙，一个人字儿，一个山字儿，修的便是人在山中自在悠然，那种不疾不徐的心境。正所谓心静则清，心清则明，心明则灵，心灵则慧。而小妖先前在意的却只是自己的修为，为此还不择手段，这样下来只怕雷劫之时是过不了的。就在2人交谈之际，一个8岁的男孩从雨中走了出来。只见这小家伙走到血怀树下，便摆开了架势，练起了拳法。这村子里的村民
除了日常的耕种外，还专门组建了一个狩猎队进山打猎。这小家伙的父亲曾经是狩猎队的队长，却死在了山里的一头长虫的口中。这小家伙如今便是和他的姐姐相依为命。莫非你想收这小家伙为徒？果然是什么都瞒不过上仙的眼。这小家伙虽说资质并不好，但小妖却曾在一个炼体修士的身上找到了一本炼体的法门。我打算托梦给这个小家伙，教他修炼。可以。诶，这是我送给神域皇朝的香，烧起来了吗？这么快就遇到事了。时间倒退回了半天之前，神域皇朝的城外，3头犹如小山一般身披着金色象铠的巨象，拖动着一座宛如宫殿一般的辇车，来到了神域皇朝的100丈城墙外。领头的甲士手中握着一杆大血飘扬的旗帜。羽化节，朕给你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臣服或是死亡。哎呀，这可还没到1年的时间呢，怎么你就这么着急？自己说的话也不作数了？1年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莫非真以为朕有心思和你掐准时间来了吗？羽化节，朕敬你当初与朕乃是齐名的天骄，才许你这么多时间思考，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否则朕背后的神象军团将在今日之内踏破你的神域皇城。确实，年轻的时候你与我齐名，可惜我天赋还是差了你一些。如今你突破合体境，亲临各大皇朝，扩大大凌皇朝的江山版图，已是必然之事，不可阻挡。哼，看来你还没有老糊涂。哈哈哈哈，可惜我神域皇朝依旧是不会选择臣服于你大凌皇朝。你可想好了，若是朕亲自动手，哪怕你整个神域皇朝倾尽全力，也挡不住朕一炷香的时间。这只是小惩罚，你若再执迷不悟，休怪朕动起手来，你这座城楼顷刻间倒塌。父皇，不如我们投降吧，两国交战，百姓受苦，何况我们根本不是大凌皇朝这位老灵皇的对手啊！投降？哼，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孬种？羽化吉拿出了李周军赠他的香，将香直接点燃。你究竟在干什么？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休想再拖延时间了，这香等你死后，让你的后辈慢慢点吧。众将听令，臣在。杀！铃木一声令下，只见其背后的神象军团踩踏着大地，开向了神域城。整片天地仿佛都是神象军团前进的步伐声音。机会已经给过了，你不珍惜，那就别怪朕了。这是仙剑，怎么可能？云居山主？哦，你认得我？山主以一己之力追杀吞海妖尊至深海区域，而名满青州，老朽怎能不认得？原来这位真仙便是云居山主。爹，你怎么和云居山主认识的？你父皇我天赋或许一般，但运气却不差。可以这么说，若非你父皇我运气好，现在根本修炼不到虚仙境。那就好，你退下吧，我欠神域皇朝一个人情，1000年内不要再来了。那老朽便告退了。太上皇，如今你与我以两清，可有异议？山主说笑了，若非山主出手，我神域皇朝今日便会成为历史。山主需要下来喝杯茶再走吗？不必了，恩情已还，李某也就不多停留了。还有1000年时间，倘若1000年的时间你不能突破合体境，我们神域皇朝依旧是逃脱不了被大凌皇朝纳为版图的命运。1000年化神境圆满，
到合体境。羽皇的心中苦笑，差着一个大境界呢，哪有那么容易啊？毕竟不是谁都像云居山主这般拥有强大无比的修行天赋啊。青州边境的海域内，深海处有着数道恐怖无比的神念交汇。哼，吞海妖尊那个废物，让我海族彻底沦为了人族口中的笑柄。但不得不说，那云居山主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年仅40多岁便能在下界修炼到5品真仙之境，倘若再由他继续发展下去，只怕将成为我海族的心头大患。诸位，谁去杀了他，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怎么哑火了？没人说话？哼，一个小小的5品中层真仙，怎配我动手？在座的哪个不是上乘真仙之境啊？我去吧，你们这群老废物，除了互相算计，也就只会动动嘴皮子了。放肆！敖宇，你这刚入7品之列的小长虫，可不要太嚣张。我嚣张又怎么样？看我不爽，有本事的你们就过来和我耍2招，让我看看你们这些老废物，除了耍嘴皮子阴人外，还会些什么东西。要是实在不行，你们给我个位置，我赶过去也可以啊。一群老废物，也就只能苟活在下界了。道天宗那2个老不死的2代弟子，只怕早就没了，或是飞升仙界了。一道响彻云霄的龙啸之声在深海处响起，紧接着一道包裹在水雾之中的万丈真龙身影猛地飞出了海面，激荡起了1000丈浪花。最后这真龙的虚影化作了一位身着白衣、面容俊朗的青年。此人便是方才怒对海中古老存在的青年敖宇。李周君嘛，等着本座过来找你，你可千万不要让本座失望啊。另一边，李周君来到了一家茶楼，准备稍作歇息后便返回到天宗了。当李周君在茶楼坐下之时，便听见了一位说书先生正在讲着自己的事迹。那云居山主年仅40多岁，便修到了真仙之境，且生得面如冠玉，相貌堂堂，手持一口雪白长剑，一剑挥出，便在临海城外斩杀数不清的虾兵蟹将，更是孤身一人追杀那吞海妖尊。师父，你说这世间真有人能在100岁之下修到真仙之境吗？哈哈哈，那日海族进攻临海城，师父也在场。我明白了，师父。少年的眼中此刻对传说中的那位云居山主充满了崇敬之色。若是有一天他也能够成为云居山主那样的强者就好了。听说了吗？最近在东边的日落山脉里头藏着一个魔头啊，据说这魔头极爱采摘童子心脏，以此修炼。当然听说了，道天宗不是已经派了一位山主去清剿这魔头了吗？据说那位山主是灵许山的山主慕容雪。就在李周君起身要走的时候，便听到旁边一桌人的谈话，想了想，李周君决定还是去落日山脉走一趟。慕容山主，你这又是何苦呢？本座不过是取了些蝼蚁的性命修炼罢了。欺人太甚，真以为老子怕了你这娘们不成？啊！这道天宗的娘们好恐怖的力量，妖女还不出来！就在赵鹏云的话音落下之际，一阵黑色的雾气在林中升起，且伴随着一阵咯咯咯如银铃般的笑声响起。若是李周君在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多半就是一只老母鸡，但是慕容雪的脸色却凝重了起来。药女，一位用毒到出神入化的合体境高手。慕容山主，中了我的飞花针，10个时辰内你是动不了丝毫灵气的。慕容山主，动用不了灵力，
你在我面前与凡人无异，你说我该怎么报你追杀我一路的仇呢？哼，就喜欢你这高冷的模样，待会儿本座要让你跪地求饶。赵鹏云，你若是想要等道天宗的强者赶来，把我二人诛杀于此，你就继续和这个女人磨叽。放心，我知道分寸。就在慕容雪闭上双眼，准备坦然迎接死亡的时候，一道让人很舒服的轻笑声在他的前面响起。这道身影并不强壮，甚至还有一些瘦弱，但此刻在慕容雪的心中却高大无比。慕容山主，看来这次我又救了你一命了。李周君，你们想怎么死？哼，大言不惭，这道天宗的慕容雪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你算什么东西？废话少说，速度杀了他，我们走人。哼！啊，仙剑！一声巨响，眨眼间，两位合体境的大修士便陨落在了李周君的手里。李周君解决了药女赵鹏云之后，收起飞剑，看向了怀中的慕容雪，查看起她的伤势。时间一晃，过去了大半天。到了天黑之时，李周君也已经是将慕容雪的体内的飞花针逼了出来。贱人，放下你手中的姑娘！你这厮怎不分青红皂白便动手？你管我像吗？何须做那采花之事？哼，这世间的衣冠禽兽可不少，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可见过哪个贼会把贼字写在脸上的？那你想要如何呢？放下你怀中的姑娘，我姑且放你一命。我若是说不呢？哼，我已经叫了人了，你会后悔的。那青年呵呵一笑，手中出现了一根竹箫，放在了嘴边吹响。这根竹箫乃是一只修行了1000年的元婴虎妖给他的，因为他曾救了这虎妖的儿子，所以虎妖答应凭借此箫可在落日山脉帮他3次。他奶奶的，这兔崽子想要害死老娘不成？真闲你都敢惹，找死啊！周君没心思和这愣头青耗着，准备扭头就走的时候，怀里的慕容雪发出了一声嘤咛。醒了？嗯。姑娘，你别怕，等会儿我就会救你出来的。我成了采花贼。我还有伤在身呢，你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吗？那个啥，我还有事儿，你先走了啊。为什么每次见你，你都身处危机？你这有点弱啊。与强者交手，这样修为才能进步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这么着急，怕是要被噎死啊。明明比我大100多岁，咋还要我来教你这些常识呢？慕容雪的嘴角抽了抽，本来还挺想多和李周君聊聊的，但是突然就没有了欲望了。为什么这货总是把天给聊死？走吧，回到天宗了。啊，你怎么不开心啊？生气了？没有啊。没有就好，你要真生气了，我可没糖给你吃。滚！古人诚不欺我，女人果然翻脸比翻书还快。与此同时，在路上设伏的敖宇正抱着一个西瓜坐在瓜棚之中，神色不满。这瓜不错，很甜。那李周君到底回不回来了？再不回来，这片瓜田都要被本座吃完了。终于来了。真仙气，是谁？什么情况？不好，这家伙竟然能接下我全力一掌！他不是才5品真仙吗？那些海里的老不死，莫非是想让我与这云居山主斗个2败俱伤，趁着本座返回海域的时候，好借机将本座除掉？想罢，敖宇根本就不与李周君做过多的纠缠，转身便踏入虚空遁走。敖宇小辈，
可将喜讯带了回来。不错，以你的实力，那云居山主断然不是对手。并没有，本座在道天宗门口转了一圈，没遇见什么所谓的云居山主，就回来了。什么？你在道天宗附近转了一圈？道天宗那2个老怪物没有对你出手？对啊，估计那2个道天宗的2代弟子早就飞升仙界了。敖宇，你确定没有欺骗吾等？哼，本座为何要欺骗你们这些老不死的？爱信不信，通通滚蛋！若无他事，不要再来打扰本座。那一掌貌似是欺骗真仙，可能吧。上次你走的时候，真云太上来找你了。真云太上，莫非是我云居山的历代老山主不成？对，弟子见过2位山主。为何一路走来，除了我2人外，察觉不到任何一位山主的气息啊？他们都在闭关。别急着回去嘛，要不要去我山上喝杯茶？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啊！鲁师妹，接招！师姐的剑招会有几分师傅的味道，好厉害！鲁师妹，你也很强。等李周军来到了院子外的时候，看见苏南、卢芷妍2个小丫头正在院子里边相互对练。李周军见状轻笑一声：“行了，鲁师妹，我都这么强了，今天就再休息1天。咱们等会儿去湖边找那9位鲛叔拿鱼吃吧。上次大鲛叔可是夸我手艺不错呀。师姐，说不好吧？这有啥不好的？师姐我好不容易练出来的手艺，怎么能浪费了？走走走。要不要捎上我一个，让我尝尝你的手艺啊？好啊好啊，来者是客。师姐，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就回来呗，大不了我请师傅搓一顿。你说啥？师傅他老人家回来了。师傅你听我解释。唉，你们现在偷懒，万一以后你们遇到事情，为师不在你们身边，你们怎么办呢？师傅，我知道错了，下次肯定好好修炼。你这丫头。就在这个时候，穆太宇来到了云居山。云居山主，回到宗门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啊？宗主，弟子拜见宗主。山主如今修为踏至真仙，穆某可当不起这礼。李山主这2位弟子也是天之骄子啊，李山主好眼光啊。宗主谬赞了，李山主可不要再谦虚了，不然穆某这张老脸可就没地方放了。对了，李山主，如今你的修为再继续担任山主之位，怕是也不太合适了。此话怎讲？还请山主随我移驾太上殿，诸位太上已经等候多时了。劳烦宗主带路了。请。周军，你可让老夫等得好苦啊！一道衣着朴素、白眉飘扬的老者，一脸笑眯眯地从中走了出来，随后围着李周军转了3圈。不错不错，不愧是我云居山的山主，这气质，这相貌，还有这天赋，都是万里挑一呀。弟子李周军见过老山主。跟老夫客气什么啊？听说你一人击退了1位海族的5品真仙。侥幸侥幸，主要是那吞海妖尊并没有与我交手的心思，不然定是2败俱伤的结局。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啊！你如今的修为，即便是老夫也要汗颜。自然不能给历代山主丢了我云居山的颜面。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披火红长袍，背悬着一团熊熊燃烧宛如烈日一般真火的老者，笑眯眯地从大殿之中走出。百闻不如一见，云居山主不愧是我道天宗最杰出的俊杰啊！诸位太上，这正事儿。哎呦，瞧老夫这记性。周军啊，想必你也知道，在我道天宗想要成为太上长老，不仅需要修为过关，
更需要宗主与3位太上点头吧。宗门条律，周军自然时刻牢记在心。不错不错，经过我等商讨，你已然有资格成为道天宗太上。周军可愿成为我道天宗太上长老？周军荣幸至极。李太上，此乃太上长老身份象征的令牌。多谢宗主。对了，周军，如今你成为太上，但云居山主之位自然还是由你来选。毕竟你能在年少时成为山主，且成长得如此出类拔萃，想必你收的那2个小丫头也绝不会差，不管是哪一个都可以。好，好了，小木啊，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去忙其他的了。身为一宗之主，你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晚辈告退。此地乃是一方小世界，也是我道天宗诸多太上隐居的地方。你若是愿意，随时都可以搬进来。不过老夫倒是更希望你能够踏足仙界，与万族天骄争锋。毕竟你的资质不应该局限于下界呀。老山主的话，周军铭记在心。虽说你到了5品真仙之境，不过你毕竟还是年轻，可知道真仙的细微境界划分？周军洗耳恭听。真仙之境从低到高为1至9品，其中1到3品为下乘真仙，4到6品为中乘真仙，7到9品为上乘真仙。我道天宗太上殿内200年前便有2位2代老祖达到了9品真仙之巅，即将突破天仙境。可惜下界并没有突破天仙之境的条件，所以2位老祖只能飞升仙界了。能在下界修炼到9品真仙之境，2位2代老祖即便是去了仙界，也应该是天赋绝顶之流。说句实话，这2位2代老祖的天赋不如你，毕竟2位老祖一直都待在太上殿内修炼，而太上殿内蕴含的灵气足以媲美仙界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了。周军也是侥幸。老山主，周军斗胆一问，如今咱们道天宗内最强者是何修为？啊，最强修为吗？行了，周军，你也该回去交代一下山主事宜了。虽说我历代云居山主皆是喜爱云游四海之辈，但重要的事情还是不能忘记的。好，那周军便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老山主。这个女的太不是人了，前面和这男修士结为道侣，还生活的这么甜，最后居然成为了这男修士的后娘，太狗血了，太狗血了！究竟是哪个王八蛋写的书？老娘要劈了他！当李周军回到云居山的时候，便看见苏南在院子里的2棵树间，手里举着一本蓝色的书籍，嘴里边还一边哭着一边骂骂咧咧的。道侣之间还有比这更狗血的呢？还能有啥比这还狗血的吗？隐瞒性别。我去，你玩的这么变态吗？苏南一下子从吊床之上蹦了起来，当看见来人是李周军的时候，先是一愣，然后2眼一翻。哦，好饿啊，我30天没吃饭了，饿晕了啊！哎呦，师傅，疼！你就不能多学学你师妹吗？让为师省心一点。师傅，其实我感觉好像还好。你还得意了不是啊？你师妹虽然炼丹失败了，但是人家有上进心，你呢？你在干嘛？芷宁啊，你刚才在炼什么丹啊？失败了没关系啊，毕竟失败乃是成功他妈，最重要的是要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师傅，师姐帮我养出肚腩了，我在炼制瘦身丹。你们2个给我把炼丹房收拾好，然后在炼丹房外面罚站1天。此刻的李周军总算是知道了当一个老父亲的辛酸了。话撂完，李周军便一脸摇头的走回了自己休息的院子里，背影显得有些落寞。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师姐，师傅不会被我们气出毛病来吧？到天宗，这3天的时间，李周军一直在2个女弟子的身边教导着他们修行。李周军见到今日练得差不多了，便对拿着剑相互对练的苏南、卢芷宁说：“行了，今日就到这里，你们2人回去歇息一下吧。”师傅，你什么时候出去云游四海啊？李周军对着苏南露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笑容。苏南见状，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李周军看着2个弟子远去的背影，头疼地揉了揉脑袋。到底是2个小丫头，比起曾经的自己还是差得太多了。山主之位交给他们，怕是整座云居山都得翻了天了。翌日一早，李周军叫来了2个小丫头到云居殿。师傅，大早上的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好事吗？不错，倘若为师要把云居山主的位置交给你们2人其中一个，你们谁敢接？不是吧，师傅，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把山主的位置让给我们？难道师傅你……想什么呢？为师如今成了道天宗的太上，山主之位自然是传给你们2人其中一人的。苏南，你的性格开朗，脸皮也比较厚，还死猪不怕开水烫，但成为山主后，为师希望你稳重一些，要多照顾你师妹才是。芷宁，你性子比较柔，脸皮比较薄，但很多时候你比这大大咧咧的师姐考虑的要多些，所以记得关键时候拉你师姐一把。师傅，徒儿记住了。师傅，要不你再收个师弟或者师妹，把位置传给他？你这丫头，比起为师当年还是差了不少啊。想当初，为师自6岁起便独自一人照顾云居山日出日落。完了，师傅要开始装逼了。师傅，我愿意成为云居山主。不错不错，你能愿意成为云居山主，说明你已经初步有了为师当年的风范。一处不知名的山岳，山风剧烈的颤抖，有一道裂缝在山体之间裂开，整座山峰发出了轰天动地的响声。紧接着，一道身影伴随着尘埃从山体的裂缝之中走了出来。万年时间，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本君，谁又是如今的最强者？本君很期待。一阵风吹来，丹凤眼男子的身影在原地被风吹散，这只是一道残影，而他的本体已经来到了一处大城之中。公子，你生得如此俊美，可会屠歌起舞？我青楼虽说只招女子，但公子这模样，劳保我愿意花10000两黄金买下公子一生。青楼10000两黄金？怎么了？公子你不满意这价钱吗？老鸨的话说一半，他的瞳孔瞬间瞪大。妖怪！什么垃圾东西，真恶心！你是谁？本君是谁不重要，不过本君问你，当世最强者是谁？我当世最强者是你？我是你爹！找死！道天宗太上长老李周君，46岁，五品真仙。如此天赋，若是被本君炼制成为肉丹服下，本君岂不是能直接从6品真仙突破至7品上乘真仙之境？不过这道天宗倒是一个麻烦的，一个下界宗门罢了，本君还会怕了你？宗主，最近3日内，我青州之上已有9座大城在一夜之间尸横遍野，而且这些人的死状皆是被未知的存在吸干血液而亡，其中不乏虚仙、合体境的修士，甚至还有一位渡劫境界的大修士。此人是会西城尹氏家族蔡家的老祖蔡季。我们探查过周围，并无交战的痕迹，说明出手的存在实力远远超过那位渡劫大修士蔡季。我猜测很有可能是真仙级别的强者出手。
那未知的存在动手，可有规律？貌似是从北边的血窟山一路往南的城池，难道是曾被听月老祖镇压在血窟山的那位白骨妖君？那多半是了。行了，一切退下吧。是。对了，宗主，蔡家虽然灭亡，但蔡家千金蔡西陵在当日并不在会稽城，如今他已在我道天宗悠然山暂住。宗主来了，要不要坐下来一起钓会儿鱼？李太上，实不相瞒，我来此地是有要事与你相商。宗主但说无妨。是听月老祖镇压在血窟山上的白骨妖君出事了，青州之上已经有9座大城毁于他的手中。白骨妖君？系统发布任务，此任务分2种，可同时进行。宿主与白骨妖君交手，奖励渡劫初期修为；杀灭白骨妖君，奖励傲雪飞剑，晋升4品真仙器，金灵丹1枚。李太上，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白骨妖君呢？何须应对？宗主可听闻一句话：最好的防守便是进攻。3个时辰后，悠然山，蔡家千金蔡西陵失魂落魄地坐在客房之中。蔡西陵听着客房外面2个悠然山弟子的交谈，愣在了椅子上。听说了吗？刚才是李太上已经前往去灭杀那白骨妖君了。那白骨妖君嚣张得很，据说被封印前就是6品真仙之境，他一破封出来便先后屠了数座城池，甚至蔡家的那位渡劫老祖都死在他手中。如今李太上出手，看来他嚣张的日子到头了。可是李太上不是才5品真仙吗？那白骨妖君可是6品真仙啊。哎呀，你还不明白吗？李太上哪次不是我们以为他在这儿，他却在那儿啊？说不准李太上早就突破7品真仙了。有道理，太有道理了，还是你小子有脑子啊！蔡西陵听着客房外面2个悠然山弟子的交谈，愣在了椅子上。李太上啊，就是那位名震青州风华绝代的前云居山主李周君。他真的可以把那白骨妖君杀死吗？与此同时，澜沧城钟家待客大厅，钟家主，明人不说暗话，你儿钟洞如今灵根被人废掉，再无修炼的可能，而我灵心宗的圣女甄月灵乃是16岁，炼气8层的绝世天骄，即便是放在青州第1大宗道天宗内，也是中流之资了。你儿与我宗圣女的婚约最好还是退掉，我灵心宗也会补偿钟家1枚筑基丹，否则到了将来遭殃只怕还是钟家。我家洞儿如今的确配不上贵宗圣女，这婚我们愿意退。父亲！突然一个面貌清秀的少年打断了钟烈的话，大踏步走了进来。此人便是钟烈的儿子钟洞。你要退婚？好，我答应你，不过你且记住，30年河。家主，不好了，那屠城的血缘来到我们澜沧城了。什么？该死，不过是来退个婚，怎么会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钟洞哥哥，别怕，有我在。你再有啥用？上面的可是真仙级强者啊！道天宗的人还不来吗？莫非此刻的道天宗已经没有强者在宗门里面了？既然如此，那本座便血洗了这小城吧。白骨妖君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狰狞邪恶的笑容，下一刻，空中所聚集的万里血云爆发出了恐怖的吸力。但就在这个时候，澜沧城中一道光柱冲天而起，让白骨妖君微微的错愕。妖君，老夫无意阻扰您的修行，不知可否看在我守墓一族的面子上，让老夫带走小姐，其余人等
皆由妖君发落，老夫绝不插手。你算老几？卖你面子？就是你们看狗门一族的族长来了，本座也只会让他跪下。2品真仙之境的分身，化作本座的养料吧。小姐，老夫稍后会自爆这道分身，你趁机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总好过坐以待毙。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衣袂飘飘的青衫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凌空而立，站在了白骨妖君的对面。是谁？在下李周君。李周君是道天宗最年轻的那位太上长老，我们有救了。可他不是才5品真仙吗？这白骨妖君可是6品真仙呐。是道天宗的李太上。小姐，看来我们有救了。你就是李周君？就你一人前来？一人足矣。哼，狂妄！本君就不相信你一个号入6品的真仙，能是本君这个老6品的对手。接下本座此招的人可不多，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罢了，后面才是重头戏。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与白骨妖君交手，系统发放奖励，渡劫初期修为。妖君，看来你被我道天宗老祖镇压了万年之久，你还是没有一点长进啊。小辈，这世界的强者多不胜数，真以为能和本座斗个旗鼓相当，便能傲视群雄不成？我不需要傲视群雄，你打不过我就行了。本座纵横天元界数万年，见识的可比你这小辈多得多，你凭什么这么嚣张？凭你打不过我。操！本君要杀了你！当真以为本君会和你废话这么多吗？逼得本君显现真身，使用禁术，你足以自豪了。怎么可能？这小子的神通怎么会这么强大？本君都使用禁术了，怎么还是只能和这小子平分秋色？莫非他从一开始就对本君放水，将本君玩弄于股掌之间不成？这小子好生恐怖啊！白骨妖君，看来就算给你准备的时间，你还是打不过我啊。年轻人，听本君一句劝，你灵药太，操，能不能讲点武德？和本座比肉身，狂妄！孽畜，竟敢欺我道天宗后辈，拿命来！9品真仙，一剑斩了白骨妖君。这道天宗内竟然还有如此强者！道天宗竟然有9品真仙，怎么可能啊？你小子不是才5品真仙吗？啊，您老不也才3品真仙吗？哼，臭小子，吓老夫一跳！老山主，我怀疑白骨妖君没有死。这些旁门左道打架不行，保命的手段确实挺多的，所以听月老祖也是选择直接镇压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家伙。与此同时，一处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一个只有着些许皮肉在骨架上的老者，如同是诈尸了一般，直挺挺地从地上弹了起来。他的眼底闪过了一丝血色，紧接着他的脸色便难看了起来。妈的，这道天宗的水是真够深的，老子一个6品真仙，至于让9品真仙出手吗？若是没有准备，本君现在已经死了。道天宗是吧？你们怕是想不到，本君留有后手，将一个渡劫修士埋在这山体之中吧？
本君就不信了。万年之后，你们这些高品真仙还能继续待在下界？待你们飞升之后，本君定会好好疼爱你们的徒子徒孙。此地属于极阴之地，且隐蔽无比，极其适合我鬼极宗扎根。放肆！本座的道场，你们也敢抢？什么你的道场？这上面写你的名字了吗？要按照你的说法，本座可是在你之前就在此地做下了标记。不信，你看看你背后。澜沧城内，守墓一族的庄老飞到李周君、甄云子二人的面前，恭敬抱拳。守墓一族莫庄，多谢二位上仙出手相救。守墓一族，墨染如今可好？墨染老祖2000年前修为踏至6品真仙，已然飞升仙界了。老家伙跑得倒挺快，当初还欠老夫10万壶仙人酿呢。啊，对了，老夫若是没记错，你们守墓一族守的那个仙君死前立了个规矩，500岁前修为踏入真仙之境，可闯一闯你们守的仙君之墓。老夫当初不过压了1岁，你们就死活不给老夫闯。如今老夫这后辈不过50，6品真仙，可有资格否？自然。守墓一族随时欢迎李太上来闯仙君之墓。周君，什么时候去闯一闯啊？过段时间吧，不过当下之急还是要找到那白骨妖君才是。也是，这些家伙重伤之后便会隔三差五出来祸害人间，以求修为迅速恢复。可有头绪啊？暂无，不过周君想去寻找一番。也只有如此了。老山主，那周君便先告辞了。去吧，万事小心。好。真不愧是道天宗最年轻的太上长老，如此实力足以傲视同辈，与绝大多数老一辈了。若是我守墓一族也能出现如此强者，该多好啊！哎呀，这位李太上到底是逍遥天地的仙人呐！若是换做我呀，此刻早就开始享受吹捧了。所以你只能在你现在的位置上待着。澜沧城众生看着离去的李周君，纷纷感慨：这就走了吗？圣女，李太上这等逍遥天地的仙人，我辈修士能够瞻仰其仙容，便是人生大幸了。一条龙，给个白骨妖君的定位。系统发送定位：绝阴山。那个前辈啊，这块地儿您要是觉着喜欢，晚辈也不是不可以让给您的啊。晚了，若是在先前，你好好与本座说话，本座收你当个狗腿子也不错。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你逼得本君直接服用这些强者血液，将这些血液浪费了大半，那就用你的血来弥补本尊的损失吧。完了，白骨妖君，原来你在这儿啊！李周君，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我？鬼极宗宗主鬼君拜见李太上。李太上，如今鬼某已经金盆洗手，路过此地，见到这白骨妖君邪气冲天，实在是不能忍受，便要将之除魔卫道。却不曾想，这白骨妖君实力强悍无比，鬼某不是对手，还请李太上灭了此寮。李太上，我们跟着宗主混3天饿9顿，宗主他一心为了让我们弃暗投明，费尽了脑汁啊！对，宗主下令不得我们杀生，我都记不得多久没有杀人放火了呀！一群软骨头，真是丢我邪道修士的脸！本尊休与你们同为邪道。什么叫丢邪道修士的脸？我现在已经金盆洗手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弃暗投明了。小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前段时间有个小娃娃说想上天上玩玩，我直接带他上天溜了一圈。下来的时候，他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扭头就跑了。你这算啥？咱们上次不是去一个村子，那里有个老瞎子吗？他想看隔壁寡妇洗澡，我替他看了，嘿嘿，666。那什么，李太上啊，其实吧，我先前做的事也是为了整个天元界好啊。天元界生灵亿万，每天都要消耗数不清的资源，我解决了一部分人，岂不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做得很好，可惜我还是要杀你。本君都把姿态放这么低了，你却欺人太甚，死，本君也要恶心恶心你。你还想自爆？当我不存在呀？你当周边这些生机勃勃的小草不存在呀？啊！我不甘心。恭喜宿主吸引了白骨妖君的注意力，让他人有机会杀了白骨妖君。系统发放奖励：傲雪飞剑晋升4品真仙器。系统发放奖励：金灵丹1枚。李太上，弃暗投明，我是真心的。做得不错，其实你们也没必要为了弃暗投明把自己饿成这样。李太上，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不得杀善。不得杀善？正道之中有恶人，邪道之中也有好人。自古评量善恶的都不是修炼的什么功法，而是用这功法做的事。你修邪法做善事，同样也是好人。修正统法门，干些猪狗不如的事情，还算是正道吗？鬼某受教了。对天道起誓吧。鬼某对天道起誓，若是杀善，渡天劫之日，便是身死道消之时。记得你的誓言。我等恭送李太上。青山绿水间，有一位青山青年走在田野上，此人正是李周君。他现在正走往道天宗的路上，现在他真的是如同闲云野鹤。2个小丫头他也不用操心，毕竟老山主肯定不会放任不管的。系统，能给个我徒弟的定位吗？不在任务中，除非宿主和系统合唱一首《爸爸去哪儿》，且唱儿子部分。不会。系统，你长得丑就算了啊，想的还挺美。鉴于前一次任务比较有难度，这一次发放一个轻松任务，解少女心事。任务奖励：金灵丹1枚。金灵丹啊！系统，任务你发了，少女在哪里啊？前面山坡左转，田野间。转过山坡后，果真看到一位衣着补丁麻衣的少女，旁边放着一把锄头，素面朝天地坐在田野间的小路上。姑娘，怎么一人在此伤心呢？没事。若是姑娘不介意，李某愿意做个听客。今年3月份，我娘病倒，我将家里的南瓜种子在眼前这片田里种下了。到了现在，南瓜长势很好，很快就要成熟了。到时候，我打算将这些南瓜拉到集市卖掉，给我娘换药钱。可是，附近村里的那些老人，每次路过我这片种南瓜的田，就要摘下几个离开。少一些没有关系，毕竟大家都是邻村的。可是这些老人，他们昨天却背着篓子来我家地里摘南瓜，然后我拦下了他们。刚刚我一来南瓜地里，就发现许多南瓜都被砍烂了。这些南瓜只要拿去卖钱，给我娘治病的呀。李周君闻言，饶是以他的脾气，心中也对少女口中所说的老人感到气愤。人的好坏无关年龄，有些人活到老只是倚老卖老，仗着自己的年纪大了，半截身子快要入土了，胡作非为。可惜那些离根的南瓜没了生机，李某也没有办法。
多谢仙人。相遇便是缘，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无需多礼。狼？非也，这可不是狼，而是一只狗。虽说现在灵智低下，但也足以帮你看守这片南瓜田了。狗吗？嗯。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解少女忧愁，系统发放奖励金灵丹1枚。小女子多谢上仙出手相救，上仙大恩，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为上仙当牛做马。无需如此，我也不需要你当牛做马，毕竟你是一个人。那我下辈子当牛做马。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子叫做西心怡。好名字。上仙过奖了。夜幕降临，李周军并没有着急离开，他卧在云端，一手撑着脸，一手握着玉瓶美酒，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直到一只鸟经过身边，这才被惊醒。李周军坐起来，抻了一个懒腰，但很快就被下方的动静吸引了目光。西家那小心眼丫头的南瓜田，貌似还有一些南瓜是好的，等老太我摘回去炖个南瓜粥。真是，不就几个破南瓜吗？这丫头真是够小心眼儿，大不了就让我家那傻小子娶你过门不就行了？这些老家伙，是。哎呦喂，狼爷爷呀，饶了我这糟老婆子吧！好啊，这个小心眼的死丫头，竟然养了一只狼来看田。看老太婆回去不把这事儿捅得附近几个村全都知道，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云端之上，李周军听着老太的话，脸已经黑了。他倒是没料到这些老家伙竟然如此的不要脸。倘若自己现在已经走了，只怕他留给少女的二哈会成为他遭全村人排挤的导火索。好得很呐，看来我还是太善良了。鬼君，李太上，有什么事要吩咐鬼某吗？有件小事。李太上说笑了，您的事儿怎么能是小事呢？鬼某这就立马赶过去。一炷香后，太嚣张了，真的是太嚣张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这些个老不死的所做之事，就连鬼某这个邪道修士都看不下去了。李太上放心，我定会让这些老家伙们生不如死。这酒送你了。仙娘，娘的，跟着真仙混就是他娘的爽啊！多谢太上赐酒，鬼某愿为太上肝脑涂地。你能有这心便好，此地便交给你了。本座还有要事在身，太上去忙便是。那小丫头的安危，鬼某定然是暗中保护。还有那些欺负小丫头的老家伙们，鬼某一个也不会放过。月色之下，一片茂密的丛林，江小白身形宛如是游龙一般在其中穿梭着，在他的背后还有一对青年男女，脸带着讥讽之色，如闲庭漫步一般在后边追赶着江小白。小子，你不过是筑基后期罢了，真觉得自己能够从2个筑基境圆满的修士手中逃离不成？虽然被2个筑基圆满境界的修士追赶，但是江小白并不慌张，因为他完全有把握将这对青年男女解决掉，只是不能在灵定城的附近动手，还挺能跑的。怎么现在不跑了？别告诉我你一个筑基境修士怕水，那可真是贻笑大方了。不跑了。来你迷途知返啊！把你在虚岩道人作画之地得到的宝物通通交出来，可以让你死得轻快些。就你们2人这身法，真以为能追得上我吗？听你这意思，是觉得你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能稳稳拿下我们2个筑基圆满吗？你猜？春竹，一起等着，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好。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找死！废物！
只会在背后搞偷袭吗？你一直站那儿看着，还以为你很厉害呢，结果连潘有言这家伙都不如。好歹潘有言还能和我过上几招，你却连一招都扛不住。小子，我爷爷是烈炎宗的化神长老丁良计，你若杀了我，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的。切，你爷爷是化神境修士，我师父还是仙君呢，我都没有说什么，你还先装上了。小贝，反应倒是不错，可你竟敢杀老夫的乖孙女儿！爷爷，这小子不仅要杀我，还抢走了你送我的法宝凤魂刀。哼，是你们二人想要杀人夺宝在先，我只是出手自保罢了。前辈修为已至化神之境，想来绝非不明事理之人。晚辈并没有主动想要杀你孙女二人之意，还望前辈明鉴。哼，小子，你倒是镇定，可你要杀老夫的孙女，还想让老夫放过你，不觉得可笑吗？丁长老，杀了这小子！潘公子放心，老夫知道的。哼，好，你逃得掉吗？加持道天宗云居山主李周君。呵呵，小子，你要攀关系也不是你这么攀的。李周君早已不是云居山主，而是道天上宗的太上长老。而且李太上有2位女弟子，却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男弟子的。你可真是病急乱投医啊！有本事就拿出道天宗的弟子令牌来呀！想杀老夫孙女儿也就罢了，如今还敢冒充李太上的弟子，真是不可饶恕啊！小贝，受死吧！师父，是道天宗的李太上，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真的可能是李太上的弟子？什么？李某的弟子？尔等已感动。李太上，这是误会。误会？若非本座到得及时，我这弟子怕是已经成为你的手下亡魂了吧？哇！密林湖边，李周君催动着一丝傲雪飞剑的剑意，循着丁良计分身的气息去寻找丁良计的本体后，便开始打量起了江小白全身上下。当他看到他的双手之时，李周君的眉头却皱了起来。修炼弄的？嗯。以后每次修炼完之后都用这药敷一下，若是现在修炼留下暗疾，对你以后提升修为可没什么好处啊。弟子多谢师尊。对了，师父，那女的是烈炎宗的弟子，刚才那道化神分身就是她的爷爷，也是烈炎宗的长老。还有那个男的，他是附近灵定城潘家家主潘阳伯的小公子。因为我在一处元神修士的作化之地得到了一枚火灵丹，所以他们才一直追杀我，想要杀人夺宝。谁敢杀我儿？就在江小白的话音落下之时，一位身着着紫袍的中年男人，手持着一根金刚长棍，眼中杀意凛然地从虚空之中走了出来。此人正是潘家的化神家主潘阳伯。李太上，这李太上，要看跳钢管舞不？我跳的贼好看。滚！是，小人这就滚，这就滚。这块道天宗真传的令牌你拿着吧，为师不可能在你每一次出现危机都能及时出现。多谢师父。对了，师父，我最近时常在青州边境行走，发现许多海族上岸，有的引入山林，有的想要进城，却被守卫手里的照妖镜照出真身，殒命当场。哦，竟有此事？对，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日都在发生。我还有几部功法就是从海族身上摸出来的，看起来像是人族强者遗落之物，被他们捡到了。行了，此事为师已经知晓，可愿回道天宗修行？不了，师父，我还是喜欢走南闯北。也好，为师的几个弟子中最放心的便是你了。与此同时，海域几道强大的神念聚在一起，开始交谈。敖宇，前段时间青州之上出现9品真仙的事，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老夫差点就着了你的道，上了青州怕是得成一锅王八汤。
老夫的多年珍藏的宝物，怕是要悉数落入你手中吧？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谁知道呢？吵什么啊？算算日子，那位存在也该在最近100年苏醒了。届时，就算青州有9品真仙，也能斗上一斗。就在海族交谈的同时，道天宗太上殿，真云子此时也已经是收到了李周军的传讯。真云太上，怎么了？海族在搞小动作，我怀疑那位海族至尊应该是要苏醒了。海族至尊？是那条有着海神神旗的黑龙不成？不错，若是黑龙苏醒，他拥有海神神旗，如今的实力只怕已经步入半步天仙。我道天宗纵然抵御魂后，现有3位顶级9品真仙坐镇，不惧怕他。可若交战，却也注定是我道天宗落入下风。除非我道天宗向仙界求助，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向仙界求助的好。毕竟一个宗门面临磨难，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应对，而是去求助，那还能算得上一方强宗吗？而且那黑龙的来头也不简单啊，不然的话，2位2代老祖早在他是9品真仙之时就已经荡平海族了。真云太上言之有理，这条消息从何处传来呀？是周军，他如今就在青州边境。快让这小子回来呀！若是那黑龙真的已经苏醒了，这小子不就危险了吗？我云虚山的得意后辈，我能不关心吗？方才老夫已经传讯回去了。也是。另一边，此时的李周军并未着急离开，而是跟着江小白去到了他如今歇脚之地。这里是一处打扫得干净无比的山洞。这些日子你就居住在此啊？是啊，师傅，附近还有许多妖兽，我经常找他们磨练己身，有些海族也躲在这里。原来如此。师傅，你怎么突然来青州边境了呀？自然是来看你的呀。江小白闻言顿时间是热泪盈眶，果然师傅还是爱自己的。师傅，我去抓几只野味回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去吧。江小白离开之后，一道流光飞入山洞，往李周军的身边飞过来。青州边境危险，速回道天宗。检测到海族蠢蠢欲动，系统发布任务，让5位及以上的上乘海族真仙签下万年不可侵犯青州条约。签订者越多，宿主获得奖励越丰厚。系统发放任务道具：天道誓言纸。天道誓言纸以天道之力为纸，落名者若违背誓言，将当场形神俱灭。师傅，我手艺怎么样？不错，比你那大师姐一开始要好上不少。师傅，你要走了吗？海族最近闹得挺欢，为师准备去海族走一遭，让他们安静一些。啊？好生修炼，争取100年内飞升仙界，可千万不要给为师丢人啊！师傅放心。好，为师等着喝你的喜酒。师傅放心，徒儿定然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的。李周军站在虚空之中，低头俯瞰着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波涛汹涌，宛如是一只会吞人的巨兽，无时无刻都在咆哮。海族吗？李某来了。系统，给个上乘真仙的坐标。前行1000里，右拐3000里，即可遇到一位海族7品真仙。我刚才好像感觉啥东西，嗖一下就过去了。夏老三，让你小子不要经常去找那些棒精，现在好了，虚的眼睛都花了。此地可是驼海老祖的地盘，谁敢来此嚣张啊？怕是不要命了。来者何人？道天宗李周军。道天宗李周军，你就是那个把吞海妖尊打得抱头鼠窜的李周军？正是。你可知道老祖我是谁？若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便是那驼海妖尊。
你的眼睛也是我道天宗2代老祖所弄瞎的。原来你都知道，老祖还没有找你们道天宗报仇呢，你就敢送上门来找死？李某下来可不是找死的，我是来给海族人族带来和平的。带来和平？狂妄！就你一个小小中城真仙，也敢口出如此狂言！老祖我便替你道天宗的老祖好好教训教训你，也顺便报了这瞎眼之仇。7品真仙，李周君，狂妄啊！虽然是上乘真仙，但直接杀到我海族的地盘，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嚣张了？是谁在海族的地盘动手了？青州海域，莫非是他们发现了周军了？我先赶往青州边境，你速速通知另外2位9品真仙出关。海族若是敢动那小子一根毫毛，老夫就是死，也要让整个海族陪葬。先前嚣张的是你，现在躲得快的也是你，怎么，是怕了我一个小小人族修士不成？哼，老祖我会怕？搞笑！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已经被我海族数位上乘真仙堵住了，就算你是7品真仙，也插翅难逃。怎么，你们还不动手？就准备看戏不成？海族如此勾心斗角，迟早要走向灭亡。这小子竟然想以双掌接下老祖我这口7品真仙气，你们还打算看戏吗？啊！此子如此强大，若是你们继续看戏，就等着被逐个击破吧！死来！那位好像是道天宗的李太上吧？他一人独占海族数位上乘真仙，竟然还能够不落下风，真是恐怖如斯啊！本以为他能与6品真仙的白骨妖君战得旗鼓相当，便已是极限了，没想到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位道天宗最年轻的太上长老啊！还好李太上心胸广阔，并未追责我潘家，否则我潘家早已十死无生啊！哎呀，这个李先生啊，总是那么的让人出乎意料。这小子的真实修为，竟然连老夫也瞒着。哎呀，这个李山主啊，当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谁说不是呢？我无颜与李山主同为道天宗山主啊！不错，我等拉低了山主级的整体实力。丢脸喽！被青州生灵万众瞩目的感觉如何呀？应该是很不错的吧？可要是你死在他们面前，我想应该会更有趣。或许吧。小子要死了，后悔吗？啊！以你的天赋，若是稳稳在道天宗修炼，我等日后定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惜你夜郎自大啊！后悔？一袭青山入深渊，只求青州安万年。小女子此生非李太上不嫁。好一个只求青州安万年，可惜你是看不到了。还废什么话？速速拿下这小子，不然那9品真仙来了，死的就是我们了。
5位极品海族真仙的灭世神功，竟然悉数被李太上挡下了。这李太上的实力究竟如何呀？不知道，但我却知道，自李太上第一次出手之后，从无败绩。这小子还能不能继续给老夫一些惊喜啊？真云子，老太婆来的是不是多余了？我这云居山后辈怎么样？不错。陈老头呢？那老头快要突破天仙了，现在还在压制自己的境界。不过就算这次他压制住境界，但也最多待10年。10年，他若是再强行压制境界，估计会出问题了。而且此方天道也会将他排挤去仙界。除非他能在10年之内获得天授神职，并且在天元界中修至半步天仙，才能继续留在天元界。这个陈老头啊，这小子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这真的是极品真仙吗？几位海族真仙，李某别无所求，只希望几位能够签下一份条约，那就是不得犯我青州万年。小子，你在做梦吗？你也打不过我们，凭什么让我们签下这条约？那你们试试，跑得掉不？锁仙大阵？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布下这锁仙大阵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陡然发生。原本经历大战还未平静下来的海面，此刻再一次翻起了汹涌的波涛。天上黑云凝聚，仿佛有某种强大的存在即将现世一般。这股气息是……不错，应该就是那位海族至尊苏醒了。看样子，他真的达到了半步天仙的修为。小子，我们海族的那位大人此刻已经苏醒了。完了！就在他的话音落下之时，恐怖海面翻涌更加凶悍，宛如是被激怒了的上古凶兽一般恐怖无比。下一刻，李周军便看见一位身着黑袍、满头白发的俊秀青年从海面分开显露的陆地之中走出。此人是谁？好恐怖的气息！我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觉得心脏骤停，好像是海族的那位神奇黑龙。黑龙竟然苏醒了，2位2代老祖都在他手中讨不到好，李太上能是他的对手吗？尊神，余修成人倒也不错，我海族还算是有些起色。尊神过奖了。午睡了万年，想不到一觉醒来，便有人欺我海族。欺负海族不至于，最多也就是强迫而已。对了，你就是传闻中那位整个海族的至尊吧？来的正好，等会儿也一起签一下万年不犯青州条约吧。啊！黑龙，我道天宗的后辈，还轮不到你欺负。2位太上，周军一人足矣。你确定？道天宗不愧是道天宗，想不到继2个2代老家伙之后，还能涌出2位9品真仙。可是9品真仙层出不穷的道天宗，到底是怎么教出这么个年少轻狂的小子？年少不轻狂，那还叫年轻人吗？听李太上这口气，他似乎并没有把黑龙放在眼里啊。莫非李太上的实力也达到了半步天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李太上如今才多少岁？未过100岁便是7品真仙了，这已经是够逆天的了。按照你这话的意思，能够在100岁前修为达到7品真仙的李太上是傻子不成？没有底气他会这么狂？小王八蛋，你确定你有把握？面对半步天仙，一个不小心就是生死道消的下场。老山主放心，
周君自有分寸。好，老夫相信你。真云子，你确定让这小子一人面对这黑龙？即便是我二人联手，也未必是黑龙的对手。我云居山的后辈，我相信。好，好得很。那便让本座瞧瞧，你这狂妄的小子有什么实力吧。万步天仙的威能实在是太恐怖了。这小子怕是连尊神这一击都挡不住。不错。这小子真的能行吗？他不会是在逞能吧？以我对这小子的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比老夫年轻时稳重很多。集中精神，以期御减。半步天仙，李太上是半步天仙。这小子，这王八蛋啊！看老夫回去不教训他一顿！真实修为，连我这个云居山的老山主都瞒着。你就装吧。这家伙竟然是半步天仙！哎呀，我道天宗竟然是能够出现如此绝世妖孽，活该我道天宗称霸青州啊！怎么可能？这海神神奇，海族至尊，半步天仙，就这？不如签下合约，你好我好大家好，如何？给我死！何必执迷不悟啊！我操，这么狠啊！李太上的法相天地竟被咬出了缺口。李太上还是输在了太年轻了。不过即便是输了，李太上此战也足以说明他的强大。毕竟能够在100岁的年龄便与这半步天仙的黑龙交手如此，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够做到？不对，你们看黑龙的嘴。所以这算是2败俱伤，李太上并没有输吗？小辈，我要你死！没想到半步天仙实力竟然如此强大，只怕你我二人此刻加入战局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还好周军站了出来，否则就算陈老头出关了，咱们3人或许拼了这条老命，也拖不了这黑龙多久。这就是半步天仙的真正实力啊！太恐怖了！若非有2位天道宗的太上在此，我青州此刻只怕已经被这2位半步天仙交战产生的余威给摧毁了。小子，那一纸合约在哪儿？拿出来，我看看。黑龙这是认输了吗？不过是一纸合约，真的有约束力吗？若是李太上飞升仙界，黑龙会不会反悔啊？早这样不就好了吗？打打杀杀的多伤和气。是天道之力，是天道之力，能抽取天元界的天道之力化为己用，这起码是顶级仙君强者才能做到的手段。你才40多岁，这怎么可能？莫非你是先帝转世？可即便是先帝转世，也没这么变态呀！你是仙君修为？什么？我没有听错吧？黑龙说李太上乃是仙君修为。这他妈李太上简直就是妖孽，变态！如此强大的吕州军，自己现在如何配得上呢？真的很庆幸没有和他在一起，不然自己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吧。咬破手，签一下。活了几万年，怎么写个字还歪歪扭扭的？真不如我3岁时候写的字。你是仙君，我忍。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系统奖励福利任务：100年成仙，100年成仙。宿主闭关100年之后，获得真仙修为。这么好，系统，
你要是个好看的妹子，我肯定要抱你亲2口。宿主再敢乱想，系统当场让宿主裸奔。太狠了你也啊！仙君，我们可以走了吗？行了，大黑，你走吧。好龙不吃眼前亏，我忍。2位太上，周军就先回去到天宗，准备闭关了。闭关？这小子不会又要突破了吧？哟，慕容山主在这看什么呢？心神不宁的，脸都红了。没什么。对了，你一回来就来我这是有什么事吗？这2颗精灵丹你拿着用吧，到时候我闭关，老山主要是也闭关的话，劳烦你照顾一下云居山上的2个小丫头，这2颗丹药就算是报酬了。好，先走了。哎，这就走了，好吗？我还以为是来找我的。系统，闭关的话，我修炼不？你睡觉就行啦，修炼修什么炼？你真好。柔君闭关的第10年，真云子和雪老开始闭死关，压制着自己的修为，而另一位9品太上陈老头已经压制不住自己的修为，飞升仙界了。柔君闭关的第30年，江小白历经万险，终于是得道成仙，飞升仙界。苏南呢，也在这一年修为达到了虚仙初期，成为了一位合格的道天宗山主。卢芷宁也同样是成为了一位虚仙境初期的修士。这一切都离不开慕容雪的功劳。这些年以来，他并没有服用李周君送他的金灵丹，而是把2颗金灵丹稀释给了苏南和卢芷宁2个小丫头服用。李周君闭关的第60年，慕容雪修为突破至了渡劫圆满，而穆太宇也终于如愿地辞去了道天宗宗主之职，修为大成，飞升仙界。宗主之位也落到了慕容雪的身上。时间这般又过去了40年，道天宗又招收了一批新鲜血液。你等新入宗门的弟子，当向李太上看齐。李太上便是那位以1人之力定我青州万年太平的那位仙君吗？不错。你们可知道道天宗内只有2尊石像，一尊是我道天宗祖师，另一尊便是李太上。李太上出自云居山，这石像便建在云居山上。师兄，我们在升仙山上未被苏山主选中，如今如何才能拜入云居山啊？师兄，我们在升仙山上未被苏山主选中，如今如何才能拜入云居山啊？不瞒你们说，我当初入宗门的时候也是奔着云居山去的，可是云居山招收弟子极为的严格，师兄我也被刷下来了，如今只好成为了潜龙谷的内门弟子。不过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们若是真的是金子，各大山主不会看不见的，自然会捞你们出去，即便是没有，也能够参与各大山门的内门考核。如今你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在潜龙谷修炼。我等多谢师兄教诲。仙人闭眼张眼，人间却已匆匆过了100年。宗门如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可那家伙却还未出关。系统，100年到了，我是不是该要渡雷劫了？来吧，雷劫！啊，怎么没有雷劫啊？系统，你这闭关100年的奖励，莫非是假的？系统发放奖励：真仙修为。我不需要渡雷劫吗？人家渡劫是因为需要天劫淬炼自己的身体，
达到退凡效果。如今系统帮你淬炼，不比这破天道强个1800倍吗？再说了，你都被人误认为仙君了，他敢踢你吗？你这话我没法反驳。那你为啥不早告诉我？我都跑了几十万里了。谁让你跑得这么快？好吧，说不过你。恭喜宿主成功突破真仙之境，系统发布任务：守墓一族，守护的仙君墓里的仙君尸首前签到，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师兄啊，听说咱们李老山主的九霄孽便溺于此湖，所以这湖才如此灵气浑厚。对呀，不过却从未见过9位蛟仙现身。这2个小丫头做得不错。师姐，如今我云居山弟子渐多，或许也该去外面寻一处新秘境，让这些弟子来闯，锻炼锻炼这些弟子了。师妹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我会吩咐2位长老去办的。话说师父他老人家都已经闭关100年了，却还未出关，我好想他老人家啊。师父乃是仙君强者，100年对于师父而言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罢了。也是。山主，芷宁长老，芷宁长老，外出为弟子寻秘境历练一事，就劳烦2位了。山主放心，此事交于我夫妻2人即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多谢山主提醒。不错不错，你们2个小丫头果真没让为师失望啊。师父，为师还在，你们哭什么？100年啊，师父。100年而已嘛。虚仙境，虽然比为师当年差了一些，但也不错了。师父，我们可没你这么变态的天赋。对啊，而且我和师妹能够达到虚仙之境，还是多亏了慕容宗主，是他把2颗极为珍贵的金灵丹给我和师妹吃了，我们才能这么快达到虚仙境。不然，我和师妹现在可能才元婴境。如今的宗主是慕容山主。是啊，师父，看得出来慕容宗主是真的喜欢你，不如你俩就喜结连理吧。为师去找慕容山主聊聊天。好嘞，师父。见色忘图啊，这个师父。怎么，我这石像这么好看，让你看看真人如何？怎么，我这石像这么好看，让你看看真人如何？都是宗主了，怎么还这么老大不小？那什么，这就是老朋友间简单的问候。我懂，毕竟我长得帅，就算是你吃我豆腐了，我不介意的。自恋。来点儿。还记得咱们第一次正式打交道不？还是为了争苏奶奶小丫头会弟子呢。谁知道那时候你会隐瞒修为？换作是你会忍心看着一位本来前途光明的圣品冰灵根的天才，跟着一个不能修炼的人吗？也是啊。还记得金花婆婆不？记得呀，当时你脑袋还被敲了一个包。我那时候刚被空间玉蝉传送过去，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么巧的好吗？后面我不是还让她跳了一支舞吗？原来你让她跳舞就是为了让她报这一敲之仇啊！我还以为你口味独特呢。谁没事能喜欢上一个老太啊？哦，当然，除非那老太给的太多。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我很帅，你也很美。虽然你比我大那么一点，不过没关系，我现在也是个100岁老怪物了。你要是不……这丫头酒量这么差，怎么说醉就醉，还带打呼噜的？李周军将慕容雪抱到道天殿，又将她轻轻放在床上，将一块精心雕刻的玉佩放在枕边，就转身离开了此处。或许你想说的就是我想听的，可是你迟早要去仙界闯出一片天地的，而我能不能突破真仙还两说，现在我们又如何在一起呢？周君啊，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而是你的骄傲，就算不能，也一定不要成为你的绊脚石。先生，来份热腾腾的包子嘛。来一份吧。
奶奶，火将军今天怎么回事？咦，上仙，是你吗？上仙？呀！哎呦，我的娘嘞！仙人在我这儿买包子吃了。奶奶，刚才那个人就这么不见了，难道他真的就是您口中的那位上仙吗？想不到100年过去，仙人风采依旧，而我已从28少女成了一个100来岁的糟老婆子。不过死前能再见这位上仙一面，糟老婆子又活了这么久，真是死而无憾了呀。奶奶，您瞎说什么呀？您还能再活100岁？老喽，走吧，咱们也去买几个包子吃。好，给火将军也买几个。想要闯我守墓一族的仙君之墓，尔等也不看看自己多少岁了，却连真仙都没有达到，配吗？小辈，你莫要猖狂！哼，我墨轩和300岁渡劫圆满，当然有猖狂的资本。好强啊！小伙子，能不能给我5人一个机会？我说了，你们不配。倘若真想闯仙君之墓，那你们就灭了我守墓一族，这样你们自然能闯仙君之墓了。你这守墓一族有真仙强者坐镇，闯还是不闯？算了吧，闯的话立马就死，不闯的话回去靠着丹药续命，或许还能活个几十年，保不准就在这几十年里边突破了真仙之境了。谁？李仙君？李仙君？墨轩河见过仙君，不必多礼。不知仙君驾临我守墓一族，是有何事？自然是来闯仙君之墓的。啊？怎么，不可以了吗？仙君说笑了，仙君您可是100岁内成为仙君的绝世天骄，自然满足500岁成为真仙的条件。若是您都不可以，那这天元界就无一人可以了。仙君请随我来。仙君，我守墓一族以墨为姓，这里便是我守墓一族的墨城内的碧草原。平常很多族人都会在这里放松，或是找一安静角落冥想修行，还请仙君随我到墨族大殿稍作休息。那身着青衫的先生长得可真好看啊！你这丫头就看人家样貌了，你可知道我守墓一族至今都未曾有外人进来，而这青山先生能被宣和长老带进来，就说明他是500岁内成的真仙。我怎么觉着这个人有点眼熟啊？不对，我想起来了，此人正是100年前抽调了天元界天道之力为旨，让海族神奇半步天仙修为的黑龙签下了万年不可侵犯青州条约的李仙君。什么？竟然是他！哎呀，可惜了，100年前我们这些人里面，很多要么没有出生，要么就是躲在小世界里，没能和在外界历练的族人一样观看仙君之威呀。守墓一族族长莫文凡见过李仙君。莫族长不必多礼，我已经听宣和长老说了，李仙君来我守墓一族是要闯着仙君之墓吗？对。李仙君，此地便是通往仙君之墓的地方了。自我守墓一族诞生之日起，李仙君是唯一的一个抵达此地非守墓一族的人。爹，听说李仙君来闯仙君之墓了。啊，怎么了，丫头？当初李仙君救了我一命，当然是要当面感谢的。当然，不过李仙君此刻已经下去了。好吧。丫头，老实说，当初我不让你和那个中洞在一块儿，派人强行的拆散了你们，你不会怪为父吧？现在不会怪了。中洞毕竟只是出生在一个小家族，即便是有些机缘，可是以他的天赋，
也难以达到虚仙之境，而你如今便已是虚仙之境。为父估计啊，那中洞现在能够修炼至化神就不错了。为父不想看着你守活寡。女儿明白。这要是凡人掉下来，怕是得摔成肉沫子。闯入者，给我死！你这一品真仙有点意思。诞生了灵智的傀儡，有点意思。放肆！本座乃是墨玉仙君亲手炼制的无面神君。就你也配叫神君？小子，你只会逞口舌之快吗？放心，今天你逃不掉的。逃？为什么要逃？锁仙阵起。小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那本神君便成全你。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那本神君便成全你。给我去死！4品真仙器，这小子怎么他妈的这么阴？你是4品真仙，为什么要装作1品真仙来骗、来偷袭我这个只有那么一丁点灵智的傀儡？真的好吗？你逃不掉的！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我让你走了吗？知道为何本座叫做神君吗？因为仙君之下，本座不死不灭，而且每被人杀死一次，本座的实力便会更上一层楼。李某先前错了。怎么？错哪儿了？你不是很能溜吗？有本事继续溜本座呀！李某错在不该称呼你为傀儡，而是该叫你一声打不死的小强。找死！哎呦，什么鬼？锁仙大阵？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布置的锁仙大阵？你怎么这么阴呢？能不能堂堂正正的打一架？不是你让我再溜你一次的吗？虽然从来没见过有人提这样的要求，但你既然提了，那我也不能不满足你，对吧？我让你溜我你就溜我，我让你上天你咋不上天呢？你这个小子看着年纪轻轻，怎么心思就这么阴险狡诈呢？哎，大哥，别走啊，放我出来，我给你带路。哎，大哥，别走啊，放我出来，我给你带路。对，放我出来！我知道有一条直通仙君一退的近路，路上没有一点危险。你个老六，别让老子找到报仇的机会！这就到了，自己一路走来，没有触发任何机关，甚至一点危险都没有。难道机关已经被触发，甚至摧毁了？等等，或许墓里面有人。墨玉，看来这天元界真的出了一位500岁内的真仙呢。你输了，你这残烛之躯，本座也待够了。唉，墨玉仙君？是，也不是。你不是死了吗？或许你没来，最多3年后他就该仙魂耗尽死了。但是你来了，那就你们一起死，我活。过分了。给我去死！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强者交手，才能撼动仙君为我守墓一族开创的小世界？
难道是那位李仙君和墨玉仙君打起来了？怎么可能？墨玉仙君不是死了吗？看来仙君之路绝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李仙君怕是和什么未知的存在交上手的。好在仙君之墓位置极深，否则我守墓一族的族弟都该在此刻覆灭。你先速速离去，待为父与几位真仙老祖稳住这方小世界。好，父亲小心一些。墨玉，你个王八蛋，还竟然趁我之危！墨玉见过道友。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这是被人夺舍了？道友，长话短说，当初在仙界之时，我与几位四品仙君修为的道友联手斩杀了战魔皇之女战兰，本以为她已经死了，却未曾想她施展秘术占据了我的身躯。她为了躲避几位四品仙君的追杀，再次施展秘术逃到了此界。那闯仙君之墓需500岁内成为真仙，又是怎么回事？那是战兰与我的赌约，若是真有500岁内的真仙来此，自然是他赢了。500岁真仙的身躯自会被他夺舍，我不能插手。若是没有，那他必须在我身躯之中，等到我的仙魂即将耗尽，自爆仙魂的那一刻，即便仙躯不在我掌控之中，但我自爆仙魂的一刻，仙躯也会被我牵动着自爆。难道外面那些被毁了的机关也是出自这战兰之手？对，我耍了些心眼儿，布下了很难的机关秘境。还有青铜门后，仙君之下几乎无敌的无面傀儡。好在如今有道友这位3品仙君赶来，还望道友与我联手灭杀了这战兰。届时我也会仙魂耗尽，我储物戒指内的宝物，还有外面那无相傀儡，皆可作为报酬。敢！你们敢杀我，我父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答应你。该死！呀！混账！小子，你还是太年轻，我不是什么好货色。你以为墨玉这女人就是什么好鸟了吗？与我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小子，你还是太年轻，我不是什么好货色。你以为墨玉这女人就是什么好鸟了吗？与我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切！呀！该死！战魔皇，父亲。战兰，你让本皇失望了。不知是哪位先皇已经降临下界，战某有礼了。我是谁很重要吗？此人面对父亲竟能做到如此轻描淡写，果真如父亲所说，他是仙皇强者。这位先皇既然不想透露身份，那战某便不再打听。不过先皇可否看在战某的面子之上，饶了战兰一命？战兰想要夺胜宿主，这能放他走？系统发布任务，灭杀战兰。看来这小小下界对先皇意义非凡。既然如此，那本皇便带走小女了。至于这墨玉仙君，就交给先皇处理了。你是先皇又如何？我父亲出现，我不一样活下来了？你在得意什么？我答应你父亲放你走了吗？先皇，那墨玉想要将我2人置于死地。换句话来说，其实我们也算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了，何必闹得如此不愉快呢？放心，今天你走不掉，墨玉也走不掉。这位先皇，得饶人处且饶人呢。我说了，这2个人谁都走不了。看来先皇意已决啊！既然如此，便让本皇试试先皇的手段吧。我要杀的人，你拦不住。混账啊！
我必杀你！想杀李某的人多了去了，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灭杀战蓝，傲雪飞剑晋升5品真仙器。死！剑魔皇，你这次跑不掉了。琉璃仙皇，该死的！一时愤怒，忘记这厮一直在追杀本皇了。这就走了。若非那女仙皇突然出现，自己怕是得和战魔皇打上个100年吧。先前是墨玉在此，与仙皇联手斩杀战蓝之时，心生歹念。墨玉无颜面对仙皇，望仙皇看在墨玉守护天元界这么多年的份上，不要迁怒守墓一族。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若非他们世代看守仙君之墓，只怕战蓝早已夺舍前来探墓之人，为祸此界。对于先前犯的过错，墨玉愿以此谢罪。在墨玉身上多年积累的宝物，也愿意献给仙皇。唉，好人坏人皆是在一念之间啊。恭喜宿主在仙君一退前签到成功，奖励宿主修为提升至2品真仙境。啊，你还活着？仙君交手的余威之下，你怎么可能还活着？你个老六，有本事放我出来，看老子不杀了你！本来打算放你出来的，可是你一看到我就嚷嚷着要杀我，那可就不能放你出来了，就罚你在锁仙阵中待一辈子吧。哎，仙君爸爸，爸爸，我错了，放我出来呀！我等见过李仙君，诸位不必多礼。李仙君，方才在这仙君墓里遇到了什么存在吗？墨玉仙君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在下方镇压了一位仙君级魔修。李某下去之后，与墨玉仙君联手，已经将那魔修斩杀。墨玉仙君在此战之后也彻底耗尽生机陨落。李某已经将他埋葬，且布下一灵阵，好让他死后安息。多谢李仙君。不必多礼。莫流儿见过李仙君，多谢仙君当初在澜沧城救下莫流儿。客气了。中洞，你打伤我守墓一族守门长老，你什么意思？刘儿，我师父察觉到这里先前爆发了大战，你没事吧？没事。刘儿，你愿不愿意随我一起离开这里，一同前往仙界？不了。刘儿已经嫁给了我。中洞，你若真想带走刘儿，就从我莫傲寒的尸体上踏过去。钟刘儿，他说的是真的吗？小子，废话什么？想要女人，那就抢过来。有为师在这儿，这小小下界的守墓一族也翻不起什么风了。放肆！家族丑事让李仙君见笑了。无妨。下界之人，哼！你可知道仙君是什么存在？敢妄称仙君，你受得起吗？放肆！竟然敢对李仙君无礼！下界的蝼蚁是怎么敢对本座露出如此眼神的？真是9品真仙！本座乃是仙界黑云道人，本道人在此告诉尔等，小辈的事情就让小辈解决，谁敢插手，休怪本道人不客气了。敢不敢接受我的生死战？死了的躺下，活着的带走刘儿，有什么不？中洞，如今你拜入了一位强者门下，和我早已不是一路人，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但我不会跟着你去仙界的，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的孩子也在这里。即便以后要去仙界，我也会靠自己的。你走吧，请尊重我的选择。为什么？忘了我吧，中洞，你以后会遇到更好的。真是啰里啰嗦的。行了，小子，
你要是有种，就把自己喜欢的女人强行带走好吗？废话这么多干什么？只要她身在你这边，心在何处又何妨？你若是真的喜欢刘儿，就尊重刘儿的选择。当初若是刘儿不嫁给我，你现在早就死了。找死！中东，我求求你放过他吧，真的求求你了。也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钟刘儿了。傲寒，你没事吧？没事儿。师傅，我们走吧。走？为什么要走啊？没那么容易走的。听说仙界的墨玉仙君便是出了意外，陨落此界。你们守的就是墨玉仙君的墓穴，是又如何？如今墨玉仙君已然安息，我守墓一族是不会让你打扰他的。你说不打扰就不打扰？就你们这些蝼蚁，拦得住我吗？本道人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让不让本道人进入仙君之墓？若是再执迷不悟，休怪本道人将这小世界中的人全部诛杀殆尽。你在干什么？正如你所看见的，我在鼓掌啊。别急，你也逃不掉的。系统从未见过如此嚣张之人。系统发布任务2选1：一，与黑云道人交手。系统奖励宿主一件乌龟壳炼制而成的防御法宝。2，诛杀黑云道人。系统奖励宿主仙灵丹1枚。仙灵丹，金灵丹升级款，可帮助真仙修士修炼，提高修为。我选2。限时半小时解决战斗，否则奖励失效。宿主，速战速决。我为什么要逃？怎么可能？师傅，快跑啊！这一剑竟然能够斩仙魂而不伤及仙躯，这李仙君的空剑之法竟然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哎呀，不愧是最年轻的仙君强者呀！我等多谢仙君出手相救。仙君，是我师父有错在先，如今我师父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他毕竟是我师父，还望仙君允许我将师父的尸体带出去厚葬，以尽徒弟本分。你去吧。李某就不多留此地了。我等恭送李仙君。老头子，让你走你不走，这下你死了，这副仙躯就便宜我了，准备被我炼制成为傀儡吧。老头子，你也别怪我，那天你和仙娘喝醉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拿出了炼制肉丹的丹方，眼神还时不时的看我一眼。看你全心全力的培养我，也不过是准备等我修为到了之后，将我炼制成肉丹罢了吧。我在你眼中，与饲养的猪没有2般差别，可是在你算计我的同时，我何尝不在算计你呢？从一开始我就认出了李周君，他早在100年前就展现了仙君战力。换句话来说，我不过是借他的手杀你罢了。如今看来，笑徒这个角色，我演的也很成功啊。放心吧，老头子，你走了之后，你的仙躯、法宝、丹药、神通就通通归我了。迟早有一天，我会登临这天下之巅，到时候别说守墓一族，
就连整个道天宗都将臣服在我的脚下。啊，对了，听说那道天宗的慕容雪可是人间1等1的角色呢。宿主肯定也不想看着这阴险狡诈的小子脚踩青州拳打道天宗吧？系统发布任务：斩杀中洞，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李仙君，不好意思啊，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李仙君，我刚才说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斩杀中洞。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斩杀中洞。系统发放神通奖励定天。定天，先帝法门，以天地为盘，法力为旗，1落困龙，2落星云，3落定天。呀，系统下血本了呀，先帝法门都出来了。那还不叫一声爸爸？滚！伤心了，宿主如今已经真仙，留在天元界没什么意思了。宿主1个时辰内选择前往仙界，可获得仙界新手礼包。1个时辰，你赶着去投胎啊？李周京将一道神念传回到了道天宗，又将黑云道人和中洞身上的宝贝搜刮一番，然后不再停留，前往仙界。走你！仙界新手礼包发送，恭喜宿主获得仙灵丹3枚，仙晶100万，修为提升至3品真仙。1日之内，自己从1品真仙突破到了3品真仙，这速度恐怕老怪物看到都要流泪吧。这就是仙界吗？貌似除了灵气浓郁一些，和天元界也没什么两样啊。咦，你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真仙吗？你们是？我们是玉圣域灵域仙宗的真仙长老。我叫季思丹，旁边的这位是我的师兄邓逸晨。敢问道友贵姓？啊，免贵姓李。原来是李真仙啊！李真仙能从下界飞升仙界，想必也是一位天之骄子。不知可否邀请李真仙加入我灵域宗，成为挂名长老？只要李真仙愿意加入，灵域宗愿意每年提供李真仙海量修行资源与12万仙金。还有这种好事儿？最主要的是，我灵域宗稀缺李真仙这等能从下界飞升到仙界的人才啊！你们该不是骗我过去嘎我腰子吧？师兄，这下界飞升上来的土鳖还挺有警惕性的啊！必须把他骗回灵域宗，为咱们挖仙金矿。今年咱们在这片经常有人飞升到此的区域，才拉了3个从下界飞升上来的真仙为宗门挖矿。若是不满5人，到时候大长老一怒，你我2人便会和这些下界飞升上来的土著一同去仙金矿。实在不行，师妹，你就辛苦一下，牺牲一下色相。好吧。李真仙，您说笑了，能从3000界修炼到真仙的，哪个不是天之骄子呢？只要李真仙随我们回去，自然好酒好肉伺候着，还有美人相伴啊！别碰我啊，我嫌脏。李真仙，你很会说话呀。师兄，既然这姓李的下界土鳖敬酒不吃要吃罚酒，那我们就别和他客气了，直接带回去交给长老就可以了。这仙界真是太不友好了，一上来就有人想要坑李某。仙界的水深着呢，你小子太年轻了。历法第一式，困龙。还想嘎我腰子吗？弟子饶命啊！哎呦，弟子啊，其实我们也想做个好人呢，
可是我们若是1年之内不能拐5位真仙去为宗门挖矿，我们下场也很惨的呀，所以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聒噪。星云，法力不足，竟然无法施展第2式，看来只能用刚刚晋升到5品真仙器的傲雪飞剑诛杀2人了。师妹，他如今体内法力耗尽，你与我联手一起杀了他，他身上的宝物我们平分。师兄，他会地法，极有可能是某一帝朝的弟子，或是大圣地的圣子。我们若是对他动手，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吧？嘿，糊涂！如今我们已经得罪他了，就算不杀他，待他回到背后势力之后，派来强者，只怕我们整个御圣域都将覆灭。反正都是死，为什么不搏一搏？师兄说的对，反正都是死，为什么不搏一搏？师妹，我们上！柳道风，御圣域柳家柳道风来迟，让弟子受惊了。不就会个地法吗？有必要都把我当做有先帝靠山的人？邓以晨，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有几斤几两？就算是你获得了地法，真以为你能够有堕仙帝那般的妖孽之子，仅靠着自己参透地法吗？如果你敢袭杀弟子，就等着被大势力灭门吧。师兄，我们怎么办？如今看来只能拼了。师妹，等下你拖住柳道风，师兄杀了那姓李的就来帮你。拼了？你们也配？弟子放心，这2个臭鱼烂虾便交给我刘某，他们2人想要伤及弟子分毫，就要先从我身上踏过去。师妹，怎么还不动手？师兄，还是由你拖住柳道风吧，我不是他的对手。到现在你还在算计？师兄，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能不清楚吗？我拖住柳道风，等你杀了那弟子之后还会管我吗？哎呀，师妹，师兄不是你想的这种人。你们2个小瘪三，真够弱呀！就这等实力，也敢妄图对弟子动手？哼，狂妄！师兄，你也别怪我，从一开始你就打算拿到宝物之后过河拆桥的。真以为杀了我，他们就能放了你吗？师妹，你想的太天真了。祭司丹愿为弟子上刀山下火海，我师兄的性命便是司丹的投名状。这个女人真是够狠啊！为了活命，自己师兄都能杀。如今你能为了活命杀了你的师兄，往后你会不会也因为活命杀了我呢？弟子说笑了，司丹怎么敢对弟子动手？可是你已经对我动过手了呀。这好恐怖的地方！这位究竟是哪个地方势力的弟子？似乎仙界之中并没有修炼此地法的先帝。落。弟子神威盖世，同辈无敌。这家伙拍马屁还真的挺溜的。不知道弟子接下来可有安排啊？你有什么事情吗？要是弟子闲来无事，可来我柳城柳家休息一下，我柳家定然竭尽全力招待弟子。不必了。好吧，弟子今后若是有什么用得上刘某的地方，直接来柳城打一声招呼，招呼刘某一声，刘某定然万死不辞。今日这份恩情，李某记下了。弟子，您太客气了。那刘某便先行告退了。这位先生应该是刚从下界飞升上来不久的吧？
一般也只有刚飞升上来的真仙才会注意《仙界录》这本书。这位先生，你很幸运啊，这里面不仅记载了仙界的各种奇闻异录，还有着许多古往今来的强者以及整个仙界的大概情况，堪称是仙界的百科大典。不仅如此，老头的这本《仙界录》可比寻常的《仙界录》多出了一些秘境的记载。这都是老头冒着丢命的风险才画出来的。多少钱？一枚仙晶1本。不过看样子你刚从下界飞升上来，估计身上也没有什么仙晶，那就100极品灵石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楚老头又在这儿坑这些刚从下界飞升上来的真仙呢，你就不怕到时候又被报复？上次瘸的腿现在还没好吧？先生，老头看你合眼缘，这本仙界录就送你了。我家里边的衣服还没收啊，我就先走了。这位刚飞升上来的真仙可能有所不知，这附近隔3差5就有下界仙人飞升，所以这老头啊经常在这摆摊。就在前1个月吧，有位真仙按照他的仙界录去了一个他记载的所谓的秘境，结果那里一片荒漠。那位真仙啃了一嘴沙回来后，就把这老头的腿打断了。刚才那老者不是才渡劫吗？他连真仙都敢坑。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楚老头啊，就是抓住了这些真仙刚飞升上来，以为一个渡劫境修士不敢坑他们的心理，赚了很大一笔。一般情况下，那些真仙的确不会计较100极品灵石，毕竟这点小钱对于真仙来说9牛1毛，不会浪费时间来找这楚老头的麻烦。而且刚飞升仙界的真仙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他们也忌惮楚老头的背后是不是有强者存在。不过打断楚老头腿的那位真仙估计也是个例外。原来如此，他似乎很忌惮你啊。实不相瞒，他坑过我，然后我用1枚仙晶买了他整个摊子。对了，我叫唐婵儿，还未请教真仙大名。李周君。李真仙刚飞升上界，应该还没有住所吧？附近有一家专门接待刚飞升仙界真仙的客栈，名为仙来客栈，时常有人会去那儿发布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获得丰厚的修炼资源。多谢。这里有天字号房、义字号房与普通房，其中天字号房最为奢华，有专门的聚灵阵，不知道李真仙要选哪种呢？天字号房吧。小二，带这位先生去天字2号房，开支记在我头上。是，小姐。老实说，能从下界飞升上来的真仙，天赋都不差。不必麻烦唐姑娘，这住客栈的钱，李某还是掏得起的。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勉强了。多谢。大姐，不过是下界飞升上来的真仙罢了，有必要对他这么客气吗？关键这家伙还不知好歹，真以为在下界作威作福惯了，到了仙界也能如此吗？玉儿，慎言。大姐，我这不是为你打抱不平吗？玉儿，你这般脾气，将来是要吃大亏的。这不是有大姐你吗？你这丫头啊！对了，你和柳道风现在如何了？嘿，明天他要过来看我。等你到真仙境后，你们便把婚事办了吧。虽然柳道风那家伙平时不靠谱，但人还不错，至少没有什么坏心思。知道了，大姐。我家老柳确实还不错。你这丫头。上仙，咱们到了，里面设施齐全，若是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催动里面的传呼阵法即可。这是天字2号房的钥匙，还请上仙收好。你且去忙吧。小的告退。上仙，您需要点些什么吗？咱们这儿啊有龙肝凤髓、清蒸玉灵饺。龙肝凤髓是寻常蛟龙和凤种。原来如此，就来这个吧，然后随便上几个招牌菜就行。好的，请稍等。李真仙，昨晚休息的如何？还不错。那就行，有什么吩咐尽管提就是。
若是李真仙不嫌弃，自无不可。玉儿，你看我给你带啥东西来了？你又带东西上门，这鸡可不一般。这不是那位弟子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咦，这个下界刚飞升上来的人，看样子好像在追我大姐啊。不过我觉得他机会不大。玉儿，别瞎说。你干嘛？哎呀，坐在你姐桌前的那位可不是寻常人，你可千万别招惹他，不然咱们整个御圣域都有可能会毁于一旦。为什么？他不就是一个下界飞升上来的真仙吗？晚点再和你解释啊，我先过去和那位刷刷脸说啊。李弟，咱们又见面了啊。那不是柳家的公子吗？怎么对那青年如此尊敬？不知道，不过柳家可是有天仙老祖坐镇，连柳家公子都对这青年如此尊敬，想来这青年身份是不一般的。道风，你和李真仙认识？认识，我和李兄关系铁着呢。李兄不知，我与这广阳城唐家的二小姐唐玉儿有婚约在身，今天就是过来看看我未婚妻的，却没曾想在这儿碰见了李兄，幸会。原来如此，你吃了吗？还没，菜还挺多的，坐下来一起吃吧，不够再点一些。不知道李兄是否介意，我把我的未婚妻也带过来，这账算在我头上。自然没问题，想不到柳兄还是一位疼爱道侣的人。不过这账还是记在李某头上吧，就当答谢柳兄先前出手相助了。多谢李兄。诸位不必客气，一顿饭的钱李某还是请得起的。对了，应该就这2日，罗天玉、罗天仙宗的仙君便会带领数位天仙来我们御圣域招收弟子，主要招收的对象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真仙，不过咱们也可以去试一试。我家族里也有这么个想法，想让我去试一试。我也想去，都有机会的。罗天宗招收弟子并不看灵根，而是以秘境考验修士悟性，唯有悟性达到要求才能拜入其门下。不知李真仙可有拜入罗天宗的意愿？你们去就行，李某到时候可以去旁边看看。看来李真仙有更好的打算。晨儿，吃这么好，怎么也不叫我过来呀？这黄衣青年是谁呀？好像是广阳城连家的大公子连鹏云，6品真仙的修为，据说他在追求唐家大小姐呢。这下有好戏看喽！连家的家族之中可是有着半步天仙的老祖存在，不知道这穿青衫的青年是否招架得住啊？难道你刚才没听到吗？柳家公子都客客气气的称呼那青衫青年为李兄吗？想来此人的背景也是不凡呐。咱们看热闹可以，但是切记，可千万别引火烧身。刘妹夫，好久不见。嘴巴放干净点，谁他妈是你妹夫？对啊，你可不要乱攀关系。不知兄台是哪方势力的子弟呀？滚犊子！就你也配问李兄是哪方势力的子弟？既然诸位不欢迎我，那我也不好意思继续厚着脸皮待下去了。诸位，来日方长。少爷，这窝囊气我们就这样受了？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那小子的身份，我现在还拿捏不准，想来起码背后也是有着天仙撑腰的。就等我拜入罗天宗吧，到时候唐家自会巴结我。少爷英明。李某还有些事情，就不打扰几位了。李兄去忙就是，不用管我们啊。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疼！哎呦，我的姑奶奶，疼啊！这里要是坏了，以后咱可没法要孩子了。快说，别卖关子。那我可就说了啊，等会儿你们可别被我吓着。据我推测，这位李先生极有可能是某方大势力的弟子，或者是圣子。怎么可能？一位弟子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御圣域这种小域？而且身边也没有护道者。这你们就不懂了吧？就算是没有护道者，
你们觉得弟子的身上会没有强大的保命手段？也是。行了，先别管他的身份如何了，只要我们不得罪他就好。毕竟这些还都只是猜测。如今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顺利拜入罗天宗？以我们的天赋，要拜入罗天宗不难，难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天仙或者是仙君将我们收为真传弟子。宿主在仙界初来乍到，系统发布任务：广阳山脉深处签到，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广阳山脉，听说了吗？罗天宗的仙君要来咱们广阳城招收咱们本城还有附近几个城的人做弟子。当然了，我倒是希望我儿子能够顺利拜入罗天宗。恭喜宿主完成签到任务，系统发送奖励风云印。风云印上乘仙法神通，威力巨大，不能让弟子逃走。这是仙君级的气息，这是仙君。风云印起。多谢这位仙君出手相助，拦下此辽。待拿下此辽后，再与仙君细说。秦某记下你了，来日方长，我们以后再算这笔账。血灵乾坤，不愧是魔君级别的强者，好气魄。在下罗天宗龚宏壮，见过道友。老朽罗天宗长老方得意，见过道友。在下李周君，见过两位道友。道友应该是云游至此吧？在下自信对附近几个域的仙君都有所耳闻，不过却从未听过道友的名号啊。刚从下界上来。哦，龚长老、李仙君，老朽还有要事在身，就先告辞了。此次还要多谢方长老赶来，不然的话，我一人面对秦哲飞，只怕不是他的对手。龚长老不必客气，下次记得请方某喝杯酒才是。只可惜让这秦哲飞跑了。李仙君有所不知，我本带队几位天仙强者来到这玉圣域，准备招收弟子，补充宗门血液，却不曾想半路上遇到了游天魔君秦哲飞。这秦哲飞便是方才与你交手一招之人，此人实力强大，我拖住他一会儿便不是他的对手。好在方长老及时赶过来，那秦哲飞见状不对，转身便跑。我与方长老自然是想要趁此机会解决这个秦哲飞。一路上追赶下来，这秦哲飞便撞见了你，发生了刚才的那一幕。原来如此，不知李仙君是散修还是……龚仙君，不好意思，李某算起来还真的已经有宗门了。那可真是可惜了呀。那龚某也要去忙着招收弟子的事情了，便不打扰道友清修了。好。目送着龚宏壮去往广阳城的方向，李周君倒也不着急回去了，索性直接在山里抓了一只仙界的野鸡，架起火来就要做烤鸡。还别说，这烤鸡味道还真不错。广阳城城主公孙阳，见过公仙君诸位长老。公孙城主不必多礼，我宗此次来广阳城招收弟子，还要劳烦公孙城主置办场地。哎，公仙君这是说的哪里话？贵宗能来我广阳城招收弟子，这是我广阳城之幸啊。白之城长老，听说你已经提前在此选好了住处？先前游历到过此地，有座客栈叫做迎仙楼，规模服务态度也算不错了。那就去此客栈住下吧。
不知宫贤君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招收弟子，我好提前做好场地的安排。后天吧。好，在下明白了。爹，如今宫贤君他们选择了在迎仙楼住下，我们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你姐姐的天赋不比连家的莲蓬云差的。好吧。走吧，这里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回家去吧。倘若莲蓬云真的被罗天宗收为真传，那他若是继续追求自己，只怕家族很有可能迫于压力答应了这门亲事。若真的发生了这件事，那自己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我的女儿可不是用来拉拢大家族的筹码，你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谁敢让你做不愿意的事情，我唐温第一个不答应。你们是没有看到啊，公孙城主还有唐家的家主、连家的家主，这些个平日里在广阳城高高在上的存在，在面对罗天宗的仙君时，那叫一个客气。我操，你这不是废话吗？若非咱们这块地方经常有下界真仙飞升，你觉得罗天宗会派仙君来这贫瘠之地？人家仙君一个念头，咱们这整座城都将不复存在。李真仙，你们这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没什么，就是一些小事情。啊，那就好。大姐，你说这李周君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如果他真的是某方大势力的弟子，要不大姐你加把油，毕竟你样貌也不差吧。说实话，李周君的样貌甩了莲蓬云18条街不止，举手投足间散发的气质也远非莲蓬云能够比得上的。可若李周君真的是某方势力的弟子，他如何看得起自己这出生小玉的女子呢？即便他自己答应，他的背后的势力也不可能答应吧。玉儿，你姐好像对这李弟子有点兴趣了呀。其实我觉得李周君就算不是弟子，也比莲蓬云那讨人厌的家伙好上100倍呢。的确，李兄非凡人所能够比拟。白长老，放心吧，先前答应你们的事情，老夫自然不会食言。行了，你们父子在招收弟子前也都不要来找我了，该避嫌还是得避嫌。那白长老，我父子2人就先行告辞了。去吧。这连家为了加入罗天宗，直接给了770万枚仙晶，出手真是大方。那小子直接丢给大徒弟好了，自己也没必要操那份心。儿子，去了罗天宗后，定要好生修炼。爹，你放心吧。对了，唐家唐婵儿那边……你这小子的心思，我能不知道？放心吧，等你拜入了罗天宗之后，咱们说的每一句话，唐家都要掂量掂量。到时候为父稍微的那么一施压，唐家能不把那唐婵儿交出来吗？到时候就算是公孙城主，也不敢得罪咱们连家。请问先生需要购买什么品级的法宝？我随便看看，你去忙吧。那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唤我便是。好，也不知道下界如何了，这枚簪子怎么卖？先生，这枚玉簪是3品真仙器，卖3万仙晶呢。先生的眼光真好，想必您的夫人一定很幸福呢。兄台，又见面了。很巧。的确很巧。我来这儿也是为了你手中的这枚簪子。实不相瞒，这枚簪子昨日我便看上，可惜昨日我身上没带够钱，不知兄台可否割爱？当然不行。可以加价竞争吗？老夫这店铺不是菜市场，谁先买到那就是谁的。你们出了店铺我不管，但要是敢在老夫的店铺里闹事儿，
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既然东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便卖老东家一个面子。多谢。不必多礼，做人做生意诚信最重要。竟然看不透这小子的修为，这怎么可能？兄台，可否割爱？不行。兄台，我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但我奉劝你一句话，离唐禅儿远一点儿。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李仙君，白长老，李仙君，眼前这青山青年是仙君强者，没搞错吧？老朽柏志诚见过李仙君。你们认识啊？怎么可能？我们不认识。我是看到李仙君在这儿才过来打招呼的。不认识最好。白长老，你去忙你的吧。李某有事在身，就不多停留此处了。恭送李仙君。仙君，怕是没这么简单呐。小秋，老爷，去查一查刚才那买玉簪之人的身份。好的，老爷。白长老，停！从今往后，你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收你为弟子。仙君你都敢惹，当真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倘若我把你收为弟子，老夫怕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父亲若是知道自己得罪了一位仙君，怕是要气出个好歹来。我不是说了让你们别来找我吗？白长老，我儿不懂事，差点得罪了仙君强者，牵连了白长老。但是如今我已将犬子臭骂了一顿，还望白长老能够网开一面，继续收我儿为徒啊！白长老，我知道错了。区770万枚仙晶，想让我得罪一位仙君吗？你们走吧，那仙晶就当我救了你儿子一命。和你们连家的报仇，若非我及时出现，你儿子已经把那位李仙君彻底得罪了。届时不出意外，你们整个连家都将在一夜之间覆灭。爹，混账东西！为了一个女人，你把自己的前途抛之脑后。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子！爹，我们明天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想怎么办？该参加考核就参加考核，柏志诚不收你为真传，就算是进入罗天宗当个外门弟子也都可以。大姐，你看李周君，他就站在那儿，看样子他好像真的是背后有大势力。面对罗天宗这种有着9品仙君的大宗门，招收弟子的大好机会都无动于衷。别分心，养气凝神，调整状态。我听说罗天宗用来招收考核弟子的秘境之中，乃是一处足以以假乱真的幻境，即便事先知道是假的，但进去之后还是会以为这是真实的。有这么玄乎吗？你这丫头可不要小瞧了仙君手段，那可是能够在仙界立足的存在，一身的实力追星拿月也不为过。行吧。罗天宗的上仙来了。我等见过仙君，诸位长老。诸位不必多礼。那青年究竟是谁？竟然连仙君都要如此给他行礼啊！我先前似乎在仙来客栈见过他，当时柳家的公子还有唐家的那位千金都对他恭敬有加。大姐，我现在几乎已经敢完全确定，李周君的背后是有着极为强大的势力的，连仙君都要给他行礼，真是太夸张了。确实如此。罗天宗招收弟子的条件，想必大家之前或多或少的都有了解过。待会儿我将会将你们拉入一处秘境之中，在秘境之中有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幻境，能够在秘境之中待上3炷香且闯过3个幻境，算是合格。
若是闯过了第4个，则是有资格成为我罗天宗的内门弟子；若是闯过了第5个的话，相信即便是本君也会心动将其收为真传弟子。好，咱们言归正传，此次考验的不只是你们的悟性，还有你们的心性。尔等可听清楚了？我等明白。明白就好。那么直接就开始吧。这手段很强啊。姐，你闯到了第几个幻境？第5个，可惜没闯过。可以了，大姐，闯过了第4个幻境，就已经有资格成为罗天宗内门弟子啦。我刚好闯过第3个，考核就结束了。道风，你闯过几个？你未婚夫可是很强的，第4个幻境我马上就要闯过了。好吧，你们都比我厉害。对了，你们说莲蓬云闯过了第几个啊？这个不清楚。你这丫头，别瞎打听。未闯过3关秘境者可以离开了。天赋不错嘛，小子。百长老过奖了。没有，你天赋的确很强。不过方才我与几位长老商议了，这次我罗天宗来广阳城招收弟子，内门弟子名额刚好已经满了，可惜却多出了一个人。我观你天赋不错，将来肯定能够拜入其他宗门。这次你就把机会让给有需要的人吧。百长老，内门弟子招满了，外门弟子我也不是不可以啊。不好意思，外门弟子也刚好招满了。和你明说吧，附近的宗门若是知道你得罪了一位仙君，是都不会收你为弟子的。完了，一切都完了。大姐，咱们后天就要去罗天宗了，光是想一想就有点激动哎。不管在哪儿，都要好好修炼。李真仙，恭喜几位啊，如愿所偿的拜入了罗天仙宗。李笑，说是你去参加这罗天宗的考核，我觉得你3炷香内至少能够闯过10个幻境。不一定。先生，我家老爷请你过去品酒。仙宝铺的侍女，仙宝铺的侍女，每一次踏出仙宝铺，都是为了去猎杀天仙境的妖族。也就是说，这位仙宝铺的侍女，最起码也是天仙境的存在。系统发布任务，赴约仙宝铺东家，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你家老爷可有交代你让李某何时过去？先生随意。行，那我稍后过去。先生的话，小青一定会带到的。李真仙，既然是要去喝酒的，从我们这儿带点菜过去吧。这也算拜托李真仙，在仙宝铺东家面前为我唐家美言几句，所以不要钱。那便劳烦了。先生，老爷就在里面等你了。多谢了。先生不用客气。道友，请坐。不知道东家叫我过来，所谓何事啊？道友，请。好酒。道友，好酒量。老夫段苍穹。李周君。这么短的时间内喝下老爷的这一小杯酒，即便是9品仙君都得当场倒在桌子上。他到底是什么修为啊？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赴约仙宝铺东家，系统发放奖励4品真仙修为。系统发布任务，灌醉段苍穹，让他主动认输。完成任务，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小秋，发什么呆呢？还不快给先生满上！好的，老爷。我这一壶可装滔滔大江一条，道友敞开了喝便是。
段老先生这么说，那李某可就不客气了。我敬老先生一杯。好，好，好。稍等，道友，这是有什么事吗？来时广阳城的唐家给我2人准备了9份下酒菜。哦，那可真是太好了。我的天啊，我没有看错吧？即便是仙尊，也不能这么喝老爷亲自酿的酒啊！难道这青山青年和老爷一样是仙帝？道友，好酒量，老夫可是很久没有喝得这么尽兴过了。那我就再敬段老先生一杯酒。哎呀，不了，老夫酒力不胜先生，现在已经有些遭不住了。这样啊，下次我们再继续。恭喜宿主让段苍穹主动认输，系统发布奖励：7品上乘真仙修为，傲雪飞剑提升至7品真仙器。今天系统开心。你怎么还带打酒嗝的？谁规定了系统不能喝酒啊？老爷自古以来在喝酒抡铁锤这2方面从未输过一人，如今居然输给了一位什么来头都不知道的仙帝，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对，我一定是在做梦。段老先生怕是有什么事需要李某帮忙吧？段老先生但说无妨，光冲这些酒，只要不违背原则问题，李某能帮上忙一定会出手。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的确有一事想要拜托先生。果然，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老先生请讲。曾经一位叫做神焰仙帝的仙帝强者，他获得了一朵天生地养的神火，此火名为焚天神炎。不过这焚天神炎极为霸道，就算是仙帝也不一定能够将其彻底炼化为己有。自神炎仙帝获得了焚天神炎后的万年时间里，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老夫推测，他很有可能死在了炼化焚天神炎的过程之中。于是老夫便派出1万道分身，在仙界的4大洲、无数小域，还有3000下世界，搜寻着这位神焰仙帝的下落。如今老先生是找到这位仙帝的下落了吗？不错，老夫不知寻找了多少年的线索，最后推测出来，这位神焰仙帝最后很有可能陨落在了仙界南洲与东洲相间，名为仙夷大陆的一个凡人大陆之上。那里曾是诛仙流放魔道之人的地方，天地灵气被诛仙以各种手段抽得稀薄无比。不仅如此，每一个魔道之人在被流放去到那里之前，都将会被废尽修为。如今仙夷大陆之上生活的都是一些凡人，或许那里有修士的存在，但是绝对没有真仙级的存在，因此那个地方也可以称呼为仙界中的下界。不知段老先生为何找到了我？因为我看不透你。那老先生就不怕神焰被我夺走，多年努力付诸东流吗？老夫如今只是一道分身，而且老夫相信自己的眼光是不会看错人的。若是此事顺利完成，老夫愿免费用焚天神炎为道友打造一把仙帝器。老先生好气魄。系统发布任务，帮助段苍穹获得焚天神炎，宿主将获得一件段苍穹打造的仙帝器，以及系统的丰厚奖励。好，既然段老先生都拿出如此诚心的条件，那么李某自然也没有再推脱的道理。李先生是个爽快人，来，老夫再敬李先生一杯。请。李先生，1个月后我们在仙夷大陆上碰头，这枚玉符可让李先生在抵达仙夷大陆之后找到我的位置。那我们便在1月之后碰头。今日已是凌晨，李某就不多打扰段老先生了。
好，李先生慢走。老爷，他真的是仙帝强者吗？多半是了。老夫亲自酿的酒，若是酒量差的仙帝来喝了这么多，今儿早就趴在桌子上起不来了。可这位李先生不仅一点事儿没有，就连走的时候都是神采奕奕的，哪儿还有半分醉的样子呀？确实如此。你收拾收拾，我们即刻出发，从此地赶往这仙夷大陆。即便是我这道分身有着仙帝修为，也依然得赶路半天。好的，老爷。李真仙，没休息。我如今不是已经拜入罗天宗了吗？但毕竟家族将仙来楼交给我打理的数十年，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所以我想在临走之前把这账再核实一遍，顺便将我的账也算一算吧。李先生这是准备走了吗？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都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原地的。有道理。李真仙，稍等片刻。李真仙，这几日天字2号房花销共是9000仙晶。若是李真仙不介意，李真仙可以不用付钱，直接离开便是。不了。唐姑娘可否知道仙夷大陆？仙夷大陆我听说过，不过那个地方距离我们玉圣域特别的远，真仙赶路即便中途辗转传送法阵，也需要10来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吧。10年时间？怎么了，李真仙？没事，告辞了。帅气的我出现的总是那么合适，准备将宿主传送至仙夷大陆。倒计时开始，10、9、8。这里就是仙夷大陆，灵气的确稀薄到难以想象啊！哎，前面有脏东西，别去！兄台方便讲讲吗？好，我和你说说刚才的情况，就当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了。那条河距离此地有1个时辰的路程，全是这种泥泞小路，荒芜得很。而我遇见那脏东西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是昨天下午就到了那里去钓鱼，可是整个白天都没有钓到东西。天色逐渐黑了的时候，身边几个同样去那儿钓鱼的伙计都陆陆续续离开了。一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可是到了半夜，鱼口突然莫名其妙的好了起来，我接二连三的钓到大鱼。直到又一次我察觉到有东西咬钩了，于是我猛地一提竿，是一条大草鱼。可诡异的是，这条草鱼被勾住了嘴，竟然一点反抗都没有。当我摘下这鱼的时候，我才惊恐地发现，这条草鱼身体僵硬，眼仁翻白，早就不知死了多久了。然后我就把那死鱼丢在一边，继续开始钓鱼了。没过一会儿，我就感觉到我的脖子边上有人在吹气。好的。想不到那位李先生竟然已经到了。那位李先生竟然比老爷你的速度还要快。走吧，我们去寻找这位李先生。好。让李先生久等了。刚到，不知段老先生可知道那位神焰仙帝陨落之地在何处？自然，李先生放心，老夫自有把握。李某自然是相信段老先生的。这神焰仙帝就在这儿。我们走吧。那神焰仙帝当时虽然夺得了焚天神炎，但是他也被其他仙帝重创，一路逃到了此地。越是看着普通的地方，对他越是有益处。不愧是仙帝强者啊！开辟的小世界通道竟然和大世界毫无违和感的连接在了一起啊！这神焰仙帝无愧仙帝之称，即便是陨落了，只怕也没有人能够想到他的地墓会出现在仙夷大陆一个平平无奇的山洞里边。不仅如此，他的地墓
看似没有任何的防范，但实际上比起那些机关万重的地幕，更加的凶险万分。的确，自从你我二人踏入他的小世界里面，越往前走，这温度便越高。换作寻常修士，察觉到不对劲，想要再逃离此地时，只怕已经没有力气往回走了，只能被活活热死在里面。这道理就好比温水煮青蛙。不错，想不到还是有2位先帝找到了本地。真以为占据了神焰先帝的肉身，你就成了神焰先帝了不成？你不过是趁着神焰先帝被人重伤，趁人之危占据了他的先帝之躯罢了。所以呢，你想炼化我，磨灭我的神识，让我诞生出新的神识，认你当爹。你也不蠢嘛，就凭你们2个，足够了。找死！有点意思。有意思的还在后面。道友，帮我压阵即可。若是你本体来了，本地自然会消失。但如今在这焚天神域当中，你一道先帝分身就算再强，又怎么和本地斗？有点难缠呢。你是这老头请来的帮手吧？不过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正好神焰先帝的躯体，本地不能完全适应，也想换换地区。那你可能要失望了，我可能不适合你。狂妄！落子顶天，很出色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竟然如此强悍！你先生小心，切莫与其肉身硬碰硬。真是狂妄！该死！给我死！段老先生，接下来的便交给你了。好，确定就要把我拱手让人吗？对战我，你出力可比这老头多。你这是在挑拨离间吗？我对你不感兴趣。此次多亏了先生出手，否则光是老夫分身一人前来，只怕不是这焚天神炎的对手。先前答应帮助道友炼制一口仙地气的事情，老夫绝不会食言。如此便好。至于仙地气，李某现在也不着急着要。行，日后老夫为道友打造的仙地之气成功后，会通过那枚玉符联系道友。好。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宿主仙地随手一击1次，修为提升至真仙9品境界，傲雪飞剑提升至9品真仙气。宿主感动吗？感动就请叫系统一声爸爸。给老子爬！话说，先生接下来怎么打算？我打算去姚家看看。正好，老夫本体也在中州闭关，不如先生随我一起去中州吧。老夫得将焚天神炎交给本体炼化。那便一起去中州吧。好。虽说仙界忌讳将修士躯体炼作傀儡，如此行为也会被视为魔道中人。不过，一具仙帝尸首，若是能够炼制成为傀儡的话，乃是极强的战力。若是先生需要，老夫可以出手。二位，你们过分了！你竟然还活着！你们以为焚天神炎那孽畜为什么不能与本地身躯完全融合？本地只是藏起来了，还没有死。那可真是藏得够深。要是不会藏，本地也活不到重新控制自己地区的这一天啊。话说段苍穹啊，
咱们好歹有过几面之缘，你抢了焚天神岩也就算了，还要把本地的地区炼制成为傀儡，这是什么道理啊？不能浪费资源嘛。不过还是多谢二位今日出手，收服了焚天神岩的孽畜。你光说谢有什么用？得拿出点实际的行动来呀。里面有制作仙帝器的材料，你肯定很喜欢吧？可以，可以。这位仙帝生得冠面如玉，仪表堂堂，绝对不是和段苍穹这老头一般斤斤计较的人。至于吗？你好歹也是一位仙帝，为了点天材地宝，你脸呢？脸能当饭吃啊？你再抠抠搜搜一下，我就自己动手取了，你信不信？哎呦，道友没必要，没那必要，我给还不行吗？我也不知道这位仙帝喜欢什么，这里面是10颗地丹，还请道友笑纳。多谢。二位，我可以走了吗？我没有意见，你得问问李先生。我也没有意见，你走吧。二位告辞，再也不见。哎呀，老夫以前和这神焰仙帝接触，倒也没发现这家伙是这么个性子。这位神焰仙帝的确清晰脱俗。是也。先生在此方大陆可有要事？若是有的话，老夫便等上一等。没有。那咱们便启程赶往中州吧。此处是老夫所创势力断天殿的所在之处，如今断天殿已经交给了老夫的2个弟子打理。难怪。不如随我去喝杯茶吧。也好。弟子严玄清恭迎师尊。弟子严玄洪恭迎师尊。还不快拜见李先生？晚辈拜见李先生。不必多礼，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好送你们的，这2枚地丹你们便拿着吧。李先生，这是为何？2枚地丹而已。行了，你2人快收下吧。多谢李先生厚爱。李先生啊，你这让老夫欠得多了，老夫可就还不起了。段老先生说笑了。你们2人好生招待李先生，老夫要去见见闭关中的本体。师父放心。先生在断天殿当做自己家便可，不必客气，有什么要求尽管和我这2个弟子提就行了。好。二位可知道中州姚家具体位置在哪儿？李先生要去姚家吗？对。李先生，若是您不嫌弃，可以让我师妹带您过去，因为她也要去姚家所在的陶域处理一些事情。对的。那行，走吧，带我参观参观这里的建筑。李先生随我来即可。你们说，在二店主身边的那位是谁呀？连二店主都如此尊敬。难道他是仙帝？毕竟二店主可是9品仙尊的修为。这里曾经都是师父种下的花。想不到这段老先生还有这种爱好。店主，陶域的姚仙君前来拜见。大店主呢？大店主刚才出去了。行，你让姚仙君先在待客大殿等着吧，我稍后过去。是，店主。李先生，姚家的那位姚仙君姚黄存来了，您要一起去看看吗？可以。姚仙君，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姚仙君，好久不见。有100年未见了。的确，我那徒儿你看见了吗？李先生的徒儿正在姚家待着呢，如今他的修为已经是到了6品真仙，距离7品上乘真仙也只差临门一脚。哎呀，不过话说回来，萧白与桃儿的婚礼也一直没有举办，都在等着李先生到来呢。如此便好。姚仙君来此是为了在陶狱中出现的那个秘境吧？是的。哎呀，那陶狱之中的秘境如今膨胀的速度似乎越来越快了。
姚仙君回去等待就是，待我处理完殿中事务，便会尽快赶过去的。就算我对付不了那秘境，但相信李先生绝对是有办法的。好，李先生，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吗？老祖，想必如今整个桃域的情况你也知道了吧？即便是老夫出手，也无济于事。有方帝朝愿意出手救助我们桃域，不过代价就是姚桃要嫁给帝朝的弟子当弟子妃。那叫做江小白的小子再有天赋又如何？他没有背景啊，没有足够强大的背景庇护他成长起来，一切都是空谈。老祖，你不会答应了那位帝朝吧？那方帝朝名为澄水帝朝。哎呦喂，听说这澄水帝朝的先帝前段时间生机快要耗尽，去了混沌天，说不定现在可能已经……你觉得鼎盛时期的帝朝能看上咱们姚家吗？虽说澄水帝朝如今没有先帝坐镇，但是他们有9品仙尊呢。哎呀，其实前段日子我便与澄水帝朝达成了协议，算算时间，或许澄水帝朝的人快要到了，已经到了。姚家老祖答应我家弟子的话，可都能够兑现吗？我不同意。姚家主，我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你们难道在拿我与弟子开玩笑不成？姚黄存，你这王八蛋在干什么？我只是不想让我自己的女儿成为家族的牺牲品。你是真不把老夫的脸当脸啊！老祖，可是我已经答应了萧白的师傅，萧白能够在100年飞升仙界，便让他与桃儿成亲呢。还有这事？弟子息怒。那人与桃儿已经成亲没有？回弟子还没有。还没有啊？那没关系了，一切讲究公平竞争，让本弟子看看如今在桃儿身边的人是谁吧。好的好的。姚家主，姚老祖，小白不必多礼。你就是桃儿的未婚夫，6品真仙？你是澄水帝朝弟子谢文俊？原来是谢弟子啊，不知道弟子意欲何为呢？倘若你真的爱姚桃，你就应该让他离开你，去享受更好的生活。江小白，你若是识趣，便自己离开姚桃，届时我姚家自会补偿于你的。傻小子，别怕，本君会一直在你后面支持你的。姚老祖，我与桃儿在一起也有数十年了，您觉得桃儿嫁给这位所谓的弟子，真的会快乐吗？我宁愿我家后辈坐在龙辇上哭，也不要在马背上笑。姚老祖果然是个明白人。江小子，我这也是为了姚桃好，希望你能明白。我江小白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却做着有利于自己事情的人。放肆！真是伶牙俐齿的小子，你不觉得你这样很悲哀吗？只会用嘴发泄着你心中的愤怒。有本事你就打赢本弟子，证明你有能力。别说本弟子欺负你，就算把境界压制在与你同境，你也远不是本弟子的对手。够了，谢弟子，还请回吧。我女儿已有婚约在身，姚某做不得食言之人。姚家主，你可想好了？自然。好，那你可想好了如何对付你们桃域之中的秘境风暴了吗？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们姚家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待在这桃域之中。若是你们抵抗不了秘境风暴，被秘境风暴吞噬的话，
届时可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此事无需长老关心，异境风暴，鄙人自有办法。老祖、家主，断天殿的二殿主严玄清还有李先生已经到了姚家门口了。我去迎接玄清殿主，还有李先生。玄清殿主，他怎么来了？对我们的事情有影响吗？应该，可能，或许有吧。玄清殿主，老夫见过玄清殿主。这位乃是我师尊好友李先生。我等见过李先生。怎么，连师傅都不认识了？师傅，真的是你吗？当然。师傅，你终于来仙界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记了。你小子有个仙帝师尊，为何不早说？你这样搞得我很尴尬呀。系统发布装逼任务，在这些人面前坐实仙帝身份，完成任务，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玄清殿主，我说我们来桃玉看风景的，您信吗？不错，听说桃玉有一片桃林，开了漫山遍野，美不胜收啊。我们就过来看看，没想到就遇到了这秘境风景。你们倒是很有闲情哦。李先生，我们现在去看看那方膨胀的秘境吗？走吧。好。这秘境不简单啊。李先生，让玄清来出手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抵挡这还在扩张中的秘境吧。去吧。九品仙尊强者，好生恐怖。去！这怎么可能？李先生，玄清实力不济，似乎并不能阻挡这秘境扩张。阿老，若是换作你，可否拿下这扩张的秘境？当然问题很大呀。老夫是自己摸索到九品仙尊的，期间也就得仙帝指导过2次，而玄清殿主乃是仙帝真传，老夫自然不如他强大。好吧。系统使用先帝随手一击。先帝随手一击，准备就绪。此技能为一次性技能，宿主慎用。我要是不用，能完成你刚才发布的任务吗？好像不能哦。这位李先生果然是先帝。恭喜宿主坐实在这些人心中坐实先帝之名。系统发布奖励：天仙修为，傲雪飞剑晋升1品天仙器。多谢李先帝出手，救我逃狱于水火之中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江小白的师尊是一位先帝？否则的话，你不可能站在我的对面立场。老祖，我的确早就知道萧白的师尊极有可能是一位先帝，可是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根本就没给我机会说？不必多礼，李某还要多谢你们这些年对萧白的照顾才是。李先帝言重了，毕竟萧白与桃儿有婚约在身，咱们也算是一家人了，哪有什么照顾不照顾的呀？对对对，李先帝啊，不知贵徒与桃儿的婚礼何时举办的好啊？弟子忍住，一位先帝，咱们现在得罪不起。我知道，我是生气，但我不是傻子。若是姚家千金愿意，那就尽早把这亲成了吧。好的好的。李先帝，风景我与弟子已经看完了，就先告辞了。谢仙尊，
你与澄水弟子既然已经来了桃域，不如就参加一下我家姚桃与李先帝弟子的婚礼吧。现在仗着你姚家有先帝撑腰，了不起了是吧？多损呐！这老王八蛋是故意的吧？这绝对是故意的！些谁呢你？弟子，忍住，忍住啊！我他妈忍不住了呀！你看看哪个弟子当的我这么窝囊？哎呀，弟子，虽然我也看着姚文斌这老狗不爽，可如今形势如此，先帝去了混沌天，生死不知。如今你是澄水帝朝唯一的希望，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哦，好啊，不就是恶心我吗？你看你恶心的到我不？到时候本弟子不把你姚家吃破产，本弟子就不姓谢。李先生，如今秘境之事已经解决，玄清便先告辞回去了。您弟子成亲之事，玄清回去之后会与师尊说的，届时师尊多半也会亲自到来。好，那你就先回去吧。先生，告辞。李先生，还有二位，随我一同到姚家落脚歇息吧。李先生对于住处可有什么要求？安静一些就行。正好，小老头名下有一处别院，曲径通幽，安静得很。李先生一定会喜欢的。我呸！这个姚老狗真是见风使舵之人。本弟子和他走在一起都是耻辱。李先帝，我澄水帝朝之中有一处明川，不仅风景美，还很安静。李先帝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那儿走走。我说这谢文俊怎么答应得如此痛快？原来是想着和李先生搞好关系啊！这个小狐狸先前真没看出来。他日若有时间，李某定会去弟子口中的地方看看。师父，我来就行，您歇一歇。好。师父，您如今到底是什么修为啊？什么修为，这很重要吗？你只要知道，为师的修为够用就行。够用？黄存，你说什么时候把江小白和桃儿的亲成了？我看，不如就3天之后吧。这件事情越早办越好，就怕迟则生变呢。不错不错，老夫觉得也是这么个道理。明日你便去李先帝那边将此事谈妥，谈妥之后，老夫便负责广邀桃域附近的势力。没问题。爷，你这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想不想与萧白成亲呢？当然想啊！难道萧白的师傅现在已经来到仙界了吗？不错，李先生如今已经是来到了仙界了。既然你想与这萧白成亲，那便在3日之后举行这婚礼吧。你看如此和好？真的吗？谢谢爹。女大不中留哦。明日你随我一同去见萧白的师傅李先生。李先生可是一位先帝，届时你一定要表现好一些，知道了吗？萧白的师傅是一位先帝啊。不错，先前的秘境风暴便是李先生江小白的师尊出手解决的。见过李先生。不必客气。看样子你们已经选好了时间是吗？回李先生，暂时就定在2日之后，不知道李先生可有其他意见？小丫头，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徒儿江小白吗？李某不是一个喜欢仗势欺人的人，倘若你不愿意，李某也不会强求。李先生，我愿意嫁给萧白的。如此便好，这枚地丹便当作是我徒儿的彩礼钱了。这实在是太贵重了，李先生。怎么，姚家主这是看不上李某拿出来的东西吗？只可惜李某身上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了。不敢，不敢。月如，何必如此呢？师父，为师知道你被下界之人打败，心中有气。不过
人总要学着释怀，没有谁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唯有不断在失败中进步，你才会变得更强。师父放心，这些道理弟子都明白的。对了，师父，您怎么突然过来了？陶玉姚家来人，邀请我金甲仙宗参加姚家千金的婚礼。老夫自作主张从宗主那儿揽过来这活。老夫可是听说城水地潮的弟子也要参加姚家的婚礼。你收拾收拾，明日随我一同出发，赶往陶玉姚家。好。桃儿，你娘修炼出岔子走得早，但是她生前嘱咐为父，要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为父一直都记在心里。这枚戒指你拿着，里面都是为父这些年以来为你准备的嫁妆，还有李先帝给的地丹也放在里边了。如何置办，你和小白商量着来。不过为父建议你们将这地丹一分为2，一人一半。虽然如此一来药效就会减半，但是好在方便你们稀释炼化，毕竟你们都只是真仙修为。还有啊，江小白那小子以后若是敢欺负你，你就告诉为父，老家伙就是拼了命也得给你讨回个公道，李先帝都拦不住。爷，姚叔，桃儿，怎么着？着急了？没有，我这几十年也准备好了彩礼，虽然不多，但我都很尽力的去准备了。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李先生已经替你出过嫁妆了，那些破烂你就自己收着吧，以后对我女儿好点。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女儿的事情，即便是李先生也拦不住本君，记住了吗？还在这和我磨叽呢，还不快去准备你们成亲之事，要是出了差错，本君第一个饶不了你。时间很快便来到了江小白与姚桃成亲之日。姚家所掌控的万桃城，此时城中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来参加姚家千金姚桃婚礼的各方势力代表。这姚家不愧是曾经诞生过先帝的地方，只怕整个万桃城的运转产生的利益都不过是用来供养姚家的人。你能想到这些，说明你成长了，很不错。不过可不止于此城，只怕整个桃域都在姚家的掌控之下。李守军，好久不见啊！今天打扮的很好看啊。哼，今日不是算账的时候，待姚家千金婚宴结束，我们的账得好好的算上一算。李先生，您怎么才到呀？小老头都准备去请你了。走吧，我们进去。哎，好的好的，李先生这边请。月如，你这对头似乎不简单啊，你确定没有认错人吗？不可能。这青山青年是谁呀？姚家老仙尊还有姚家家主对其无比尊敬也就罢了，怎么连城水弟子还有他身边那位9品仙尊修为的护道者都对这位青年如此尊敬啊？李先生，段某没有来迟吧？断天仙帝啊！竟然是断天仙帝，还有断天殿的玄清殿主，他们居然也来了。我等拜见先帝。不必多礼，李先生，老夫本体正在闭关炼化焚天神炎，无奈只能是分身前来，李先生可勿要责怪呀。段老先生哪里话，您能来便已经给足了李某面子。前段时间我桃运被秘境所吞噬，直到一股恐怖的令人想要下跪的地威爆发后，这秘境便顷刻间崩碎。莫非出手的那位先帝就是这位李先生不成？李周君是先帝，真的没有搞错吗？自己在100年前和李周君交过手，现在撑死了也就天仙修为吧。先帝是什么鬼？李先生，我师兄他如今坐镇断天殿，不方便过来，他让我替他向李先生赔罪一声。无碍，毕竟偌大的断天殿无人看守可不行。段老先生，请入座吧。好，
这2件顶级9品真仙器，还有2枚地丹，便是老夫与段天殿带给2位新人的礼物了。那就多谢段老先生了。待会儿李某忙完徒弟婚事，便来找段老先生喝酒啊。时近黄昏，江小白与身披凤霞红盖的姚桃拜过天地后入了洞房，而李周君此时来到了段苍穹一桌坐下。恭喜恭喜！姚家主，还站在那儿干嘛？过来坐下吧。段老先生可没你想的那么吓人。不错不错，老夫自认虽然身形魁梧，但长得也是很慈祥的嘛。2位贤弟啊，玄清店主，敢问小老头也能坐这桌吗？哎呀，坐吧，不用和老夫那么客气。你们姚家女帝与我本来就有交情，如今你们姚家与李先生更是亲家关系，自当是亲上加亲，都是自己人。多谢先帝厚爱。小白见过诸位长辈。不错，李先生好眼光，这是一块璞玉呀，就是老夫都有一些心动了。不敢当，不敢当。随着天色渐晚，姚桃与江小白的婚礼也到了结束的时候。李周君送走了段苍穹与严玄清后，便回到自己的小院。如今他身处中域，虽说与道天仙宫还有些距离，但全力赶路的话，应该要不了多久。玄清店主，有什么事吗？李先生，其实我师尊在前2日便遇到了一些麻烦，还望李先生能够出手。玄清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什么事？慢慢说，别急。我与段老先生交情不错，能帮上忙的，李某自然不会推辞。就在昨日，有一女子来到我段天殿，指名点姓，要求我师尊锻造一件地器。我师兄见其直呼师尊姓名，想也没想便拒绝了。不曾想那女子嚣张跋扈，开口便辱骂了我师兄。我师兄是个暴脾气，所以当场就把那女子打成了半死，丢出了断天殿。事后我们才知道，这女子便是仙界10大仙帝之一，排位第10，无垢仙帝的小女儿。无垢仙帝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只怕不出2日，这无垢仙帝便会找上门来。师尊来参加李先生徒儿婚典时，曾特意嘱咐这件事不能让李先生您知道。但是我担心师父本体正在炼化焚天神炎，若是因此事出了岔子。所以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出手，和段老先生一同对抗这无垢仙帝吗？玄清知道这件事会让李先生平白无故得罪无垢仙帝，所以李先生即便不答应，玄清心中也不会有任何怨言的。放心吧，这件事李某答应帮忙了。系统发布任务，与无垢仙帝5-5开，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玄清多谢李先生。不用客气，毕竟段老先生可还欠李某一件仙帝器呢。他若是出事了，谁来帮我打造仙帝器呢？行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师父该担心了。那玄清便先告辞了。无垢仙帝啊，有点意思。师父，我何错之有？大不了我就让那无垢仙帝的小女儿打回来就是了。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你真以为为师气的是你得罪了无垢仙帝吗？为师气的是你这破脾气，到底什么时候你才能改改？你继续这个样子下去，为师迟早有一天要被你给气死。你能不能学学你师妹呀？改不了。好好好，改不了是吧？那你就在这树上继续吊着，直到你想通了为止。大哥，你就不能让师父省点心吗？你认个错，师父不就放你下来了？哎呀，小妹别说了，快放我下来，我被吊的手痛。你就吊在上面，好好反思一下吧。师父，我哥他被吊在树上吊了1夜了，要不还是放他下来吧？不能放他下来，让他继续在那儿吊着吧，不然以他那臭脾气，无垢仙帝来了，他得跑出去自裁。段老先生，昨日喝酒不痛快，今日李某未经邀请登门，
段老先生不会怪罪李某吧？你是不是把这事儿和李先生说了？啊！你糊涂啊你呀！哎呀，看来段某今日是把李先生拖下水了。段老先生就不要怪罪玄清店主了。李某既然来了，自然就不会怕。毕竟段老先生若是出事的话，李某的先帝气以后找谁要去？哎，李先生放心，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若真是避免不了一战，老夫就当着那无垢先帝的面，把严玄红那臭小子抽上一顿。什么人竟敢闯我断天仙殿？一群蝼蚁！啊，先帝！此人好像是排名第10的无垢先帝啊！他来了，走吧，我们会一会这位无垢先帝。师尊，李先生，小心啊！段苍穹，你徒儿对我女儿出手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让你的弟子出来给我磕头10个，你再帮我打造一件仙帝器，这件事儿便说过去了。帝女，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很过分吗？毕竟这件事情是你无礼在先。这世界谁跟你讲过不过分？拳头大才是硬道理。我女儿的要求确实有些过分。听说你最近得到了一朵焚天神炎，如今你已分身是人，想必你的本体正在炼化焚天神炎吧？不如这样，你将焚天神炎交给本帝，这件事便算过去了，如何？看来无垢先帝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段苍穹，你考虑的如何了？休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哼！就让本帝看看你这小小分身能有多强吧。原来排名第10的无垢先帝是位喜爱趁人之危的人。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如此和我父亲说话？此事是我与段苍穹的恩怨，本帝劝你还是不要插手了，否则别怪本帝对你不客气。段老先生的焚天神炎还得用来帮我打造仙帝器，所以这东西的主意你还是不要打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父亲如此说话？真以为你是先帝就能独断万古了吗？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当着本帝的面欺负本帝女儿。欺负？好像是你们父女在欺负断天殿吧？李某可是听说是你女儿嘴贱才被人打了，要李某说的话只能说打得好。若是换做我，你女儿现在还能不能站在这里说话都是个问题。你找死！爹，他不把你放在眼里，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狂妄是要有狂妄的资格，你没有资格在那儿狂，就叫做夜郎自大。就让本帝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在这狂。好恐怖的一拳，竟然连空间都被他一拳轰得粉碎。排名第10的先帝都如此强大，那么前面9位先帝又该有多强？李先生竟然接下了这一拳！啊？怎么可能？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与无垢先帝5-5开，系统发放奖励：宿主修为提升至2品天仙，傲雪飞剑提升至2品天仙器，先帝随手一击1次。再来，乐意奉陪。这人是谁啊？尊号是什么？为
什么能和我父亲镇的平分秋色？帝女啊，有些先帝强者并不爱出风头，可能这位先帝就是如此吧。闭嘴！你个废物！我用你教。想不到10大先帝外，还有人能与无垢小儿匹敌。什么10大先帝呀？那不过就是仙界之人闲的蛋疼搞出来的野榜罢了。不错。龙凤，你们还跑什么呢？交出那枚龙角玉，自然你们死得痛快些。苍穹域那边竟然有先帝在交手。先帝交手也不是我们管得上的，前面不远就是苍穹域的边境了，千万别让冰无风带着冰灵族的圣女闯进了苍穹域，里面有先帝存在，我们想要找人可没那么容易。是急，敖请，等会儿本尊拖住这3人，你带着龙角玉速速赶往苍穹域，只要到了里面，这3个老不死的想要找到你没那么容易。老祖，冰无风，就凭你1人也想拖住我3人，让这小女娃娃跑进苍穹域，你想得到美？快走，找死！我拖住冰无风，你们2人快去追杀那冰傲晴。若是让这小女娃卷土重来，开启了化龙血池，修炼到了仙帝境，我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不好，老狗要自爆，咱不这余威。该死的，让这小女娃娃跑了。金发仙尊，他一个仙王要想修炼成仙帝，何其困难！而且他也就只有1半的龙角玉，想要在茫茫仙界找到另外1半龙身玉，怎会简单？黑岩兄此言差矣。正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此女必须死掉，否则她便如同一把利刃一般，时刻悬在我等的脖颈，让我等食不安，夜不眠。青山仙帝是何人？竟然能与10大仙帝之一的无垢仙帝战至平分秋色。仙界比我等强大的存在还有很多，只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与地位，接触不到而已。的确。行了，诸位，速速回去安排吧。断苍穹，看不出来你竟然能够请到如此强大的帮手。可能老夫遇到李先生，花费了1辈子的运气吧。哼，我看也是。希望你每次都能有人出手帮你。我们走。爹，我们就这么走了吗？你脑子忘家里了。无垢仙帝的女儿这么嚣张，宿主不让她认错怎么行？系统发布任务，当场让岩谷兰认错。任务完成，宿主修为将获得提升。当然不能就这么走了。你什么意思？本帝警告你，不要太过分了。李某的要求很简单，让你女儿给断天殿道歉。你放肆！道歉？爹，我是你亲生女儿啊！本帝让你道歉。对不起。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宿主诛仙神眼。二郎神？差不多吧。好了，岩谷兰已经与你们道过歉了，我们后会有期。多谢李先生，若非李先生此次出手，只怕老夫这次在劫难逃啊。段老先生哪里话，和李某还客气什么？老夫能与李先生认识，是人生大幸也。段老先生言重了。李先生，接下来打算去何处啊？仙界很大，李某想要好好看看。李先生闲云野鹤，老夫羡慕啊。对了，李先生，
你既然喜爱云游四海，老夫便把这半枚龙身玉送给你吧。这半枚玉佩，据说乃是一位龙帝留下，共有2瓣，一枚刻着龙角，一枚刻着龙身。这龙身玉佩，也就是李先生你手上的这枚，据说2枚玉佩合二为一，便能够开启一处化龙血池。话说这2枚玉佩流落仙界，老夫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这枚龙身玉佩。那枚龙角玉佩，老夫也不知道在何处。不过李先生既然喜爱云游四海，说不准将来能够遇到龙角玉。对了，龙角玉若是与这龙身玉相遇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就会有相互的感应。这枚龙身玉放在老夫这儿也有万年之久了，看来并不是老夫的机缘，所以李先生接着就是，不用和老夫客气。原来如此，那李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李某便不打扰段老先生了。好，李先生离开时也可在这苍穹域中逛逛，看看老夫这苍穹域经营的如何。李某当然不会放过苍穹域这等繁华之域的风景。师傅，李先生这就走了吗？怎么，不舍？不舍的话，你去把李先生追回来呀。那还是算了，有缘自会相见的。对了，师傅，我大哥他……让他继续吊着。好吧。断天殿那边仙帝级别的交手似乎已经停下了。是啊，也不知道断天殿如今怎么样了。我这运气不会真的这么好吧？是他吗？姑娘，来这坐坐如何？好。你在找这个吗？系统发布任务，前往龙血池所在地方号龙血池，宿主完成任务将有丰厚奖励。系统，我怀疑你是故意的。别怀疑，就是故意的。叫我一声爸爸就取消这个任务，不让你去泡龙血池，怎么样？很划算的哟。那我还是去泡龙血池吧。算你狠。这青年看起来不像是无脑之人，敢直接把宝物如此明目张胆地摆在桌子上，说明他对他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自己还是稳妥些好。我的确在找这枚龙身玉，不过龙血池据说很大，并非只能一个人进去淬体，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寻找龙血池所在的地方。你若是想要抢夺那半枚龙角玉，大可试试。别紧张，李某不是那种喜欢抢别人东西的人。圣子，冰傲晴在那儿。金龙，你在干什么？混账玩意儿！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本仙孙带回去，等本仙孙处理完现在的事情，再好好和他算账。是，老祖。此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小老头四灵玉，金陵老祖金伐，拜见先帝大人。这青年是位先帝。哦，你认得我？先帝大人先前于无垢仙地战至平分秋色，实乃仙界顶尖大能者也。看样子你们是为了他身上的龙角玉吧？不过既然你金伐仙尊认得本帝，那本帝也懒得废话了。本帝对此女有兴趣，这话你可听得明白？小老头明白。那先帝大人，我便不打扰您了，去吧。先帝大人，小女子愿为大人为奴为婢，以报救命之恩。先帝大人，这是那枚龙角玉。到龙血池之前，你便跟着我吧。多谢先帝大人。玄清店主，你怎么来了？李先生，方才这边有仙王境交手，我便过来看看。不过既然是李先生在这儿，那估计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时间？玄清知道此城有家酒楼招牌菜很好吃，不如玄清做东，请李先生尝一番如何？下次吧，把段老先生也叫上。好吧。看样子金伐那老家伙已经到过此地了。这个老王八蛋，眼看着这位能够与无垢先帝平分秋色的存在在护着冰傲卿，却不予告知我二人，其心可诛啊！确实，若是你我二人没认出这青山先帝，直接对冰傲卿出手，现在你我二人已经身死道消了。这老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让你我二人识破了他的诡计。如今4灵域剩下3族鼎立，若是你我二人联手，这金灵族也逃不过冰灵族的下场。是急，不好，玄清店主发现我等了。这是仙境的蛮荒之地，西周。现在李某考考你，这西周是什么情况？仙界西周之上，妖国鼎立，人族稀少，在那里，人族便如同妖族在中州、南州一般，地位很低，甚至许多强大的妖族将在西周的人族国度当作圈养之地，就像人族养猪一般。而且妖族有10大妖帝，个个实力强悍无比，完全不下于中州的10大仙帝。而且看着龙血池所处之地，貌似是天蛇妖族的族地。这天蛇妖族同样是有着妖帝强者坐镇的。不错，你很聪明。先帝过奖了。以后别叫我先帝了，就和玄清店主那般称呼我吧。系统，目的地西周，带好你的人，准备开始传送啦！多谢童子哥。天将亡我人族青川呐！夫君，我们青川国真的无救了吗？如今犬狼2大妖国已经围城，我们已然是插翅难逃。若是城被攻破，夫君放心，若是城门被破，女儿宁愿自裁，也不愿落入妖族手中，受尽侮辱。好儿郎们，给我杀！破了这城，里面的女人随便你们怎么处置，里面的孩童也任由你们烹炸煮煎蒸。是人族的先王气息，犬狼域何时诞生了人族先王？这不可能！天不亡我青川，想不到在这犬狼域竟有先王强者。仙界中州距离西周何止1万里，可这位李先帝却用10不到1炷香便来到了西周，如此实力，即便放在仙帝之中，恐怕也是最顶尖的一批了。先生，下方战场交由傲晴即可，他们还不配让先生出手。不！青川国君主陈长青，多谢先王出手相救，多谢先王出手相救。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该如何？下去问问那天妖蛇族所在之地吧。好，夫君，那位女仙王竟然对那青年如此尊敬，姿态放得如此低，看样子这位女仙王好像只是那青年的奴婢。慎言！青川国主不必多礼，待会儿先生问尔等问题，告诉尔等所知即可。先王放心，先生只管问便是，小老头定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好。老国主，我且问你，你可知道天蛇妖族？天蛇妖族？先生要去那儿吗？那里可是去不得的呀。为何？天蛇妖族虽然肉身逊色于龙族，但其神通却是一点也不弱于龙族。特别是那位吞天妖帝，
据说其大嘴一张便可吞噬一域生灵，实力强大无比。犬狼域与附近成千上万域，不管是人族也好，妖族也罢，都不过是那天蛇族所圈养的口粮罢了。以先生和仙王的实力，或许可以试着离开西周，前往西周无数人族修士梦寐以求的中州。老国主无需担心我二人安危，只需要将你知道的天蛇妖族的情况告诉我二人即可。好吧，想必先生打听天蛇族也是为了天蛇族所占领的化龙血池吧？可是那化龙血池即便是吞天妖帝也进不去。传言也有中州的龙族仙尊想要去天蛇妖族所在的天蛇域寻找那化龙血池，淬炼龙身，可是却被这天蛇妖族扒了龙皮，抽了龙筋。即便是龙族的一位仙帝来报仇，也奈何不了那吞天妖帝。吞天妖帝竟然如此强大？因为吞天妖帝虽然是妖族的后起之秀，但他如今却是位列西周10大9品妖帝第3位，排名第3吗？多谢，我们走吧，去天蛇域走上一遭。好。唉，可惜了。夫君，这位先生能让一位仙王心甘情愿的为奴为婢，绝非简单之人。他敢自信的前往天蛇域，保不准他便是一位人族仙帝呢。丫头，你长大了，可为父如今却老糊涂了呀。人族真仙女修士，刚飞升上来的女修士啊，水灵灵的女修士，买回去当女仆暖床什么的都可以。我鬼君终于飞升仙界了！我操！不错不错，终于有人飞升到了这里。牛兄，时隔多年，咱们又可以饱餐一顿了。嘿嘿，胡兄，不枉我二人在此区域等候多时了。不过这黑袍这么蠢，他的肉可得多用火烤烤。牛兄所言极是。两位妖族大人，我他妈这么蠢，不是我这么蠢，要不你们还是别吃我了呗。毕竟你吃了我，影响到的是你们，到时候可就不妙了。你在想什么？我可是很久没有吃人族真仙了。不错，二位妖族大人，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想说什么？收起你那点花花肠子，别想从我二人手上逃走，你逃不走的。两位大人说笑了，鬼某一个1品真仙，何能从二位妖族大人的手中逃脱呢？算你识相，你想说什么就说吧。牛兄，和这人族废话什么？直接杀了吃肉不好吗？迟则生变呐。胡兄此言差矣，一个刚飞升上来的人族1品真仙，如何逃得过你我二人手中？唉，那鬼某可就说了。其实鬼某在下界时机缘巧合之下服用了一枚丹药啊，这枚丹药完全能够让两位大人的其中一位即刻突破3品真仙。但是这枚丹药就藏在鬼某的体内，还没被炼化呢。混账东西！你想挑拨离间我与牛兄，让我二人反目成仇吗？就你这点花花肠子，想骗谁呢？不错，你这小子不道德呀，竟然敢挑拨俺老牛与胡兄之间的感情。俺老牛与胡兄可是几千年的交情。牛兄，这段时间你不是寄养吗？这小子便交给你了。哈哈哈哈哈！好，这头蠢牛。你干什么？你这只老狐狸，真以为俺老牛蠢不是啊？你让俺老牛先上，到时候不管这小子说的是不是真的，你都会赌一赌，从背后偷袭。
杀了俺老牛，独占这黑袍小子吧？你不也是如此？牛兄，杀了这个狐狸，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了，我体内的丹药也就是你的了。小子，乖乖在那等着俺老牛。妈的蠢牛！你我二人交手，这小子绝对会趁机逃跑，到时候你什么也捞不到。放心，你不是俺老牛的对手，3招就杀了你，这小子逃不掉的。真以为老子没点底牌，敢和你这随时会发疯的蠢牛混在一起吗？那小子跑了。一个1品真仙能跑出去多远？待俺老牛拿下你，就去把那小子的腿给打断。还打吗？那人族小子现在已经跑远了。谁让你他妈平时藏着掖着？你要是被我一拳打死，这小子能跑到哪里去？让你偷小爷我的东西，小爷看你有几分姿色，是个美人胚子，好心收留你，你却敢偷小爷的东西，看我不打死你！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卑贱人族，还不撒手？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东西，那小爷我就把你也变成这玩意儿吧。是谁？二位，有必要为了一个人族得罪左家吗？谁敢伤吾儿？爹，别杀他，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找死！吾儿，我要杀了你！给我死！神族的无比仙王，没事了。大人，你们快逃吧！诸族左家的背后是天蛇妖族，有妖帝存在。放心吧，妖帝来了也伤不了你分毫。神族仙王，我左家的背后乃是天蛇妖族，我儿更是被2位天蛇妖族的妖尊长老看上，争着抢着收为弟子。你杀了我儿，天蛇妖族的2位妖尊长老定不会放过你的。你若是识相，就赶紧离开此地。妖帝来了也救不了你。教族妖尊，蛇青妖尊和蛇白妖尊来了。人族仙王，你的死期到了。这左欢已死，蛇白，不如就将他的尸首让给我吧。你觉得可能吗？不过他肉身天赋很好，就算他死了，虽然药效没有那么好，但继续作为万妖丹的药材还是没有问题的。唉，不止你要炼制万妖丹，我也需要啊。看来咱们还是得争一争的。药材？小丫头，就是你差点彻底毁了我的药材是吗？是又如何？小丫头，你很嚣张啊！不过区区仙王境，就敢在我天蛇妖族的领域动手，是一点没把我天蛇妖族放在眼中啊！雪清，这女子给你，药材归我，如何？我都要。还有个人族，这人族小子长得挺好看的，这我就不和你抢了。可以。先帝！不！先帝大人饶命！带我去天蛇妖域。啊？怎么，不干？我愿意带先帝大人去天蛇妖域。把这些碍眼的家伙清理干净。是，李先生。我等多谢先帝先王出手相救。死去的人已经死去了，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或许你母亲也不希望你这样子吧，照顾好她。小女子遵命。带路。是，先帝大人。人族先帝，你好大的胆子！吞天大人。这就是先帝的真正实力吗？又是谁达到了那先帝中的那一境界？难怪敢独自一人闯西周，原来是达到了那一境。不过10大妖帝中有那么几位也不是吃素的呀。什么10大妖帝，也不过是妖族闲的蛋疼排出来的野榜罢了。你不服就去干一架。老夫要闭关，西周那边打完了，告诉老夫一声。吞天那家伙有麻烦了。帮还是不帮？帮什么帮？这位强大的人族先帝估计就是为了那位龙帝留下的龙血池而来，说不定在他的身上就有着进入龙血池的办法。先观望吧。吞天不是喜欢将龙血池占为己有吗？那就让他守着吧。只是可惜了，那2位不在，否则这位人族先帝该饮恨当场。有道理。人族先帝，看来你也接触到了那个境界了，报上名来，你值得本帝知道你的名字。该死的，他竟然集齐了2枚玉牌。这戏好看吗？人族先帝若是从我等的手中全身而退，丢的是整个西周的脸面。丢的是你的脸，我们可没出手。也是，你们根本就没脸。说吧，要你们出手助我，什么条件？此人已经达到了9品先帝的第2境，要我2人出手助你，需龙血池的3/10。不错，最多2/10，要不然本帝便助着人族先帝逃离此地，大家谁都别想要一滴龙血。好，那就2/10。化龙血池内灵气汹涌，我一个仙王境也只能在最边缘地区浸泡。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浸泡化龙血池，系统发放奖励1，瞬1万里1次；系统发放奖励2，一品仙君修为，傲雪飞剑晋升1品仙君器；系统发放奖励3，先帝一击1次；系统发放奖励4，不灭真龙体（括弧未修炼），瞬1万里。并非只有万里，只要宿主处于正常空间内，可顷刻间跨越1周，具体落点暂不可知。不灭真龙体，宿主可由人族形态切换至另外2种形态：1半龙形态，2完全体真龙形态。不灭真龙体开始修炼中，1%、3%。这次奖励真的丰厚啊！精子龙血一淬体，我修炼到先帝境的道路顺畅了许多。系统，这龙血池内灵气这么浑厚，才给我1品仙君修为，你是不是有点抠啊？大部分龙血帮你用来修炼不灭真龙体啦，不过你要是愿意叫我一声爸爸，我把这仙界的天道抓来认你当爸爸都没问题呀。时间过去多久了？ 5天了。 5天了。妖族那些个强大的妖帝
只怕此时早已在秘境外等候多时了。那李先生，我们该怎么办？李先生，面对多位妖帝实在太过凶险，可以不用管我的。不用管你。嗯，李某既然把你带到这里来了，就没有不把你带出去的道理。走吧。就这样出去吗？怎么，你还想继续待在里面？这里面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没。出来了，我三人联手一击，必杀他。出手！想不到那人竟然能让3位9品2境的妖帝齐齐出手。可惜了，我人族即将陨落一方至强先帝。神眼开。诛灭。必有后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可能？那人竟然能够和妖族3位先帝平分秋色，这怎么可能？这3位妖帝可都是达到了地级9品第2境啊！这可惜相隔太远，此刻他浑身又有法则环绕，老夫只能隐约地看到他的青衫，却看不清他的样貌。的确，早知如此，他第一次出手，我等便该将目光投过去，目睹这位先帝真容。可惜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从这3大妖帝手中逃出来。这家伙怎么可能在我3人联手之下毫发无损？难怪阁下敢独自一人闯我西中，原来是真有几把刷子在身上。承让了。不过就算阁下再强，今日也是阁下饮恨之日。你能扛下我3人联手一击，不知道你能不能继续扛下我3人联手的第2？来，去！我死！此人若是还能够扛下这一击，或许他将直追那位上古时期只因为妖族的一句话便一人独闯西周，打得3大古妖帝臣服的那位女帝。可惜那位女帝虽一直占领着10大先帝之首，却早已数万年没有现身了，也不知道如今情况如何了。远了，还差得远了。能够勉强比肩那位女帝的，当今世界也唯有10大先帝第2，太初圣地的那位玄帝了，而且也只是勉强，真比不比得上还两说。是也，不过此人之战绩也足以位列10大先帝第3了。果然我泱泱仙界强者多不胜数，所以说所谓10大先帝还是仙界之人闲得蛋疼排出来的野榜罢了。咦，狗弟，你不是几天前才去闭关吗？怎么这么快就闭关出来了？放肆！什么狗弟？本帝狂笑先帝乃是纯正人族，你再瞎逼逼叨叨一句就报上名来，信不信本帝立马抽空去干你？你信也不信？哼，你来，本帝就在昊天仙庭等你。你是当今10大先帝排名第4，昊天仙庭的那位天帝。本帝突然有所感悟，继续去闭关了啊！可惜呀，本帝很快就该掉到第5喽。这位不知名的先帝该位列第3。
家伙，能够在吞天妖帝的吞噬之中站稳脚跟不说，竟然还能够接下至剑妖帝化作本体的一击，此人到底是谁？老夫实在是太好奇了，如此强大之人，却好似凭空出现在仙界一般。御风妖帝的神通也要到了。墨仙，他竟然真的又一次接住了三大妖帝的联手进攻，太强大了！看来仙界之中又多了一位强大的仙帝。无垢仙帝的屁股，怕是要挪出10大仙帝喽。看来3大妖帝联手，还是拿不下李某啊！你真以为我3人在外等你出来，不会布置一点手段吗？诛地大阵，起！竟然是妖族的诛地大阵，妖族好大的手笔！看来妖族也忌惮此人回到中州造成后患，想要将此人就地诛杀，甚至都不惜动用诛地大阵。3大9品2境的仙帝施展此阵，若这青山仙帝没有9品3境仙帝的修为，绝对是十死无生的。除非他能在大阵形成之前逃离那个范围，不过这也不可能了。只要3大妖帝拖住他片刻，待诛仙大阵彻底的形成，他就逃不了了，真是可惜了。系统，准备使用瞬移万里，咱们要溜了，没必要继续耗下去了。本系统正在追剧中，你要使用瞬移万里，那你就自己使用，别烦本系统。除非你叫本系统一声爸爸，本系统保证随叫随到。希望下次再见到你们能拿下李某。想跑？跑得掉吗？该死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快？怎么可能？什么？此人竟然真的从3大妖帝的手中溜走了？他的修为在9品2境仙帝之中，绝对属于顶尖之资啊！10大仙帝第3的位置，非他莫属。有位仙帝不知其名，却爱穿一袭青衫，故称其为青帝。话说这青帝与其侍女闯入西周，青帝只身迎战妖族3打前10的吞天妖帝、御风妖帝、噬剑妖帝。青帝各种神通手段层出不穷，一人与这3大妖帝战的是旗鼓相当，场景用天塌地陷形容也丝毫不为过。3大妖帝见联手后依然久久拿不下青帝，便施展了诛地大阵，却依旧被青帝带着他那侍女从容离开。如今这位青帝已然位列中州10大仙帝第3。李先生，这说书先生说的故事与我们所经历的竟然大致相同。毕竟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圣主，并未打探到这位青帝的消息。这位青帝自从在西周与3大妖帝一战之后，便好似凭空消失一般。还有他身边的那位侍女，当时青帝施展法则力量，也将他笼罩，也没有看清他的容貌，所以也就没有打探到任何消息。仙界之人此次将圣主排在了那位青帝的后面，似乎有些太小瞧圣主了。10大仙帝榜或许可信，但也只能看看。既然打探不到那位青帝的消息，便不要再打探了吧。过了，也就冒犯了。是圣主。检测到此域中有长生果存在，并位在河边小镇。系统发布任务：取得成熟的长生果，宿主将获得奖励。长生果，天生地养之果，一果可定长生，仙尊服用可延寿3000年，
和玉盒身上不分案级，先皇服用可延寿3万年，且无视任何禁制，断肢重生。重生的断肢强度远超修士自己生长的断肢。长生果有点意思，我们去死域走走。啊，去凡人域吗？好的，李先生。不是让你别来吗？老铁匠，看这鱼汤多鲜啊，要不你还是尝尝吧。喝完了，那我把碗收了。是你要送汤的，我可没强求啊。这把鱼叉拿着。这么新？昨天打的？早就打好了，你烦不烦？赶紧滚！对面的院子被卖出去了？妈的，赶紧滚！看见你我就烦。行吧，下次继续给你送鱼汤，记得洗碗。好美的女子啊！李某昨日搬来，以后叨扰了，望海涵。先生多礼了。臭小子，去屋里帮我烧炉。5年没做事了，该怎么做没忘了吧？没。二位，老夫要忙了。李先生，虽说此镇中居住的几乎都是没有修为的凡人，但不知为何，我却总有些心悸。还有，这老铁匠是不是有些……无碍，继续去集市，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菜吧。李某嘴馋了。哦，对了，你会做饭吧？会吧。李先生，您肯定看出来了，那还未成熟的长生果就在方才那少年体内。虽然不知道长生果为何会出现在那少年体内，但那少年似乎是先天道体，这也多半是长生果出现在他体内的原因。因为长生果若是种于先天道体之中，会成熟得更快，功效也更好。只要长生果在那少年体内成熟，便会与那少年融为一体，那么方才那少年的全身血肉会让寿元将近的仙尊也为之疯狂。届时唯有仙帝级的强者才能将长生果从那少年体内完整剥离出来，不伤那少年身体。仙帝之下者只能食其血肉，方可得其药效。若是长生果未在那少年体内成熟便剥离出来，只怕此果将会废掉。而且有人在那少年的身上布置了灵阵，似乎是想掩盖长生果的气息。若非傲晴自幼对阵法颇有研究，也不可能察觉得到。看来这小阵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剥离长生果之法已发送给宿主，宿主届时直接使用即可。先前你说你不知道长生果为何会出现在那少年郎的体内，但其实我想你心里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难道真的是那独臂老铁匠在那少年体内种下的果子？这不可能吧？这世界上什么都好猜，因为答案就在那里，无非是对与错罢了。可就是这人心复杂，变幻莫测，最是难猜。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猜的并不正确。依你的判断，那长生果还有多久成熟？最多3个月。一品仙皇，李跛子，此女乃是仙界的冰灵族女子，拿下她，给本座炼制玄破冰丹。大人，长生果成熟在即，现在多生是非的话，怕是不妙吧？那冰灵族女子旁边的青年实力似乎不弱，跛子看不透他。怎么，你在质疑本座吗？跛子不敢，这就去拿下那冰灵族的女子。多谢这位先生慷慨，不过吕跛子还得问你借一借身边女子，不还的那种。9品仙皇，哈哈，这位先生，我与你开个玩笑罢了。趁我没有生气，滚！方才那跛子……没什么大事，继续挑菜。今天你下厨。好吧。李先生，你尝尝这个。李先生，好吃吗？还行，第一次有这水平，不错了。真的吗？那李先生，你多吃点。吃饱了，这妞自己做的菜都不尝尝的吗？
三位，距离我们当初把长生果种入那小子体内，已经有17个年头了。距离长生果成熟，也就只有3个月了。锤皇，你和那小子关系很近，到时候不会舍不得下手吧？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不过是一个被拿来当做长生果饲料的凡人小子罢了。我想锤皇应该不会为了一个凡人小子断送了自己的仙途吧？毕竟锤皇你这手臂若是不好，想要以残缺之体踏入仙尊修为，几乎可以说是无望了。若是今晚上你们叫本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屁话的话，本皇可没兴趣和你们掰扯。一群小小的仙皇，也妄想争夺长生果，搞笑！长生果非大人莫属。当然，还有那冰灵族的女子，本座也要将其俘获，炼制玄破冰丹。哈哈，这锤皇可真是扫兴啊！三位今晚要不要在我这里喝一杯啊？我可不敢喝你的酒，你这老娘们儿万一下药，我可就没地方哭了。不要，本皇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招。你明年应该就开花了吧？真的很期待你明年开花是什么样子。我打算到时候去镇南的木匠那里学手艺，给驴跛子做根拐杖。那老头一直跛脚，宁愿花钱买酒，也不自己买根拐杖，真的是一个酒鬼。楚先生作画最爱用那支毛笔，似乎已经很旧了。等我学会了木匠活，也能给他做一支新的。苏三娘酒楼里的椅子也有很多破的，我也可以修一修。老铁匠的身体看起来还不错，就不用担心他了。以后还是老样子，给他送鱼汤吧。这个臭小子！哎呀，这个臭小子，谁让你是天生倒体，老夫也救不了你。要怪，只能怪你运气不好。怎么，别告诉本座，你舍不得杀这小子？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活命，本座连自己的子嗣也能杀。你若是敢反水，本座第一个灭了你的仙魂，再夺舍你的肉身，也并非是什么难事儿。跛子，多谢魔尊教诲。明白就好，记住本座说的话。感情这一类东西最是不牢靠，你信不信让这小子有仙尊修为，条件是杀了你，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只有你自己够强，你才有资格追求感情这种东西。是。傲晴先生，明日去打听打听那少年郎的身份吧。好。你晚上习惯睡觉吗？一般不睡，都是在修炼。这样啊，不过李某倒是习惯晚上睡觉。对了，先生，今天的菜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放了2袋盐，下次我就放1袋。感情这丫头把能用几个月的盐当一次性放了，下次再说。能让这等不食烟火的姑娘为其做菜，那青山先生当真幸运。他做的菜狗都不吃。老先生，这么说是不是有些无礼了？因为老夫就是狗啊。啊？难道是我太想老白了，产生幻觉了？可能吧，我昨天睡得太晚了吧？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妖怪？哎呀，这小子怎么就能是长生果呢？麻烦了。先生，打听清楚了，那少年叫做董长生，他自幼父母离开他身边，出去做工了，可惜一直没有回来。是隔壁铁匠铺的老铁匠，还有驴跛子、苏三娘、楚慧山时常接济他，才让他活下来的。傲晴觉得这4人或许就是给那少年体内种入长生果之人。先生，您要出手剥离长生果吗？再说。先生，要来点什么菜呢？来点下酒菜即可。好嘞。这女掌柜有些意思啊，
难道也是为了长生果？你来干嘛？苏三娘，我来打酒，你不会不欢迎吧？哟，驴跛子，你不是不喝我的酒吗？今天想试试。行，你等着吧，老娘还用不到这卑劣手段。这位先生又见面了，怎么，有事？想必你也看出来了，这里的女掌柜是只狐妖，又如何？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也是为了长生果来的吧？你想说什么？咱们都是人族先皇，为何让这妖族妖皇与我等竞争长生果呢？不如你我二人联手，先把苏三娘除掉如何？妙啊，驴脖子，看不出来你这花花肠子还挺多的。让这个家伙给你当打手，你与他一同先出其不意地解决掉苏三娘，再一一解决那臭打铁的，还有那画画的老不死的。本座再出手解决掉这小子，事半功倍呀。本座这道分身也不会消耗太多，还有他身边那冰灵族的女子，本座必须要得到。滚！道友，这长生果的水可比你想的要深，凭你这9品仙皇，还有你身边那1品仙皇的女子，想得到长生果可没那么简单。怎么，听不懂人话？哼，走着瞧。结下账。咱们老熟人了，还在乎这点钱吗？当然，我的东西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小心眼儿，给你，不用找了。待长生果成熟，本尊定要那狂妄的小子碎尸万段。先生，那长生果今日该熟了。不急，慢慢来。诸位，长生果已经熟了。能者居之。嘿嘿，那脖子身体里还藏了个魔尊，有点意思。别废话了，出手吧。化境世界吗？看来惠山仙皇这些年也没有原地踏步呢。去！老东西，就这么看我不舒服？李先生，看来他们已经交上手了。不急。几位长辈，我就是那长生果吗？其实我刚才都听到了。唉，老铁匠，我种的花快要开了，以后你能帮我照顾它吗？老夫可没时间给你照顾那些破花，你自己照顾就好了。人王，你想干什么？真要放弃你的仙途不成？3对3，觉得你可以吗？这老头还行啊。先生，我就说老铁匠不是那样的人。毕竟人心最难猜嘛。好了，看够了，也该出手了，在这里等我即可。大人，干他丫的！哎，等等，本尊先酝酿一下，一下子对战4个9品仙皇，为了万无一失，本尊这道分身还需要有所准备。这位先生，难道你也是为了来争夺长生果的吗？长生果，今日李某志在必得。狂妄！你以为你是谁？都他妈别争了！长生果，快做呢！魔尊的气息。驴跛子，你这什么情况？他的肉身已经被魔尊控制了，本尊寒心魔尊。怎么，害怕吗？害怕就对了。小小的9品仙皇也敢在本尊的面前嚣张，先前不出手拿捏你，那是他妈没到时候。如今只要是你磕头认错，并且把你身边那冰灵族的女子交出来，本尊让你死的时候留个全尸。我何时说过我是9品仙皇？
先帝！吾等拜见先帝。还好老子没动手，不然老子一个妖尊上去，还不得被这青帝当下酒菜给嚼了呀！大人，我们怎么办？去你大爷的！我怎么知道？怎么，有这么怕我？这不是废话吗？你一挥袖就把那个什么魔尊搞死了，你这么凶残，我能不怕你吗？接下来会有点痛。你们这些仙王不会连这点见识也没有吧？长生果在人体内成熟后，唯有先帝手段才能将长生果与人体分开来。只是可惜我等守了18年的长生果。你是犬妖？对呀，一只妖尊境的狗而已，不值一提。咋，你对妖族意见很大啊？不敢。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宿主修为提升至3品仙君境，傲雪飞剑提升至3品仙君器，1品仙帝体验卡1张，最多可使用半个时辰。先帝体验卡都出来了，叫声爸爸，给你永久先帝修为也不是不可以的哟。滚！先天道体，倒是一颗修仙的好苗子，可惜却被用来喂养长生果，破坏了些本源，与李某无缘。不过你的血肉既然蕴养了长生果，李某自认为能讲道理，还是会讲道理。这颗仙灵丹便补偿你了，虽不能彻底弥补你的本源，但也能恢复不少了。我等恭送先帝。系统发布任务，前往道天仙宫签到，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李先生，刚刚帮您泡了一杯茶，还没有凉。多谢。好了，你也该去做你需要做的事情了。先生，您这是要赶我走吗？人生何处不相逢，有缘还会再见的。希望下次见面，你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存在。兄台，道天仙宫10年招收一次弟子，这次就在1个月后。你是去参加道天仙宫的弟子考核，顺路来此游玩的吗？算是吧。哎，咱们可真是有缘。道友，你也是青帝的崇拜者吧？一看到你这身衣服，我就知道我们有缘。我是我自己的崇拜者。虽说青帝几年没有动静了，不过他的传说可一直在仙界流传。毕竟以一人之力，在西周几大妖帝之下7进7出，如入无人之境。试问当今的天下豪杰，有几个能做到的？听说那位青帝还很帅。那必须的呀！在我家族之中，可是有不少女子都仰慕青帝呢，就连我族圣女都仰慕青帝。兄台，我看咱们也挺有缘的。我叫刘阳泽，希望在道天仙宫里面见到你，到时候我罩你。好，走喽，去道天仙宫。哪位仙君到此，还请留步。宗主。周君，哎呀，如今我可不是什么宗主了，如今我是道天仙宫的皓月级真传弟子，以后你叫我太乙就行了。诸位，这位就是我先前与你们所说的绝世妖孽100岁仙君李周君。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也都不要这么客气了。不错，既然李仙君是下界的道天宗飞升上来的，自然也是自己人。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走的，不知李仙君的道天宗太上令可曾携带在身？李仙君请收好。李仙君，请随我们来。有劳了。师尊。100岁的仙君，天赋不错。长老过奖了。老夫心简，周君不必谦虚。太宇，你与周君是同一世界飞升上来的，便由你带周君去长老殿吧。弟子明白。周君，请随我来。
恭喜宿主成功在道天仙宫签到，奖励宿主瞒天过海1次，修为提升至4品仙君，傲雪飞剑提升至4品仙君器，瞒天过海。宿主飞升仙界多年，道天仙宫会在宿主身上使用回溯镜，回溯宿主飞升仙界的经过。此技能可帮助宿主瞒天过海，捏造一直赶路的经历。回溯镜，仙器也，可回溯仙帝之下在仙界的生平经过。修为抵达仙帝境，可期满回溯镜。公主，3年来，暗殿并未打探到那位青帝的一点消息。不只是我道天仙宫没有打探到青帝的消息，仙界的其他各大势力估计也都落空了。你且下去吧，青帝的事情可暂且放一放。暗殿准备在暗中保护1月后即将进行的弟子考核。是，公主。辛某见过公主。有何事？回禀公主，下界的道天仙宗飞升上来一位100岁仙君，名为李周君。辛某已让门下弟子带这位仙君去往长老殿报道。下界修成100岁仙君？对，此事切莫宣传，就先安排他进入长老殿吧。周君，前方就是长老殿了。长老殿的殿主也是我道天宗的前辈。是吗？不知是哪位前辈？凌雪峰初代长老，我道天宗老祖秦天一的座下弟子，雪有生。如今在仙界之中尊号雪帝。哦，是他呀。如今我道天仙宫的公主那位摘星仙帝，也是出自于我道天宗秦老祖门下，只不过是老祖在仙界收的徒儿，所以公主得叫雪有生老祖一声师兄。那我道天宗秦老祖呢？秦老祖已经去往混沌天了，肯定会在那里重新书写篇章。你们2个小家伙门口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还不快进来！是雪有生老祖，走，咱们赶快进去。晚辈穆太宇拜见殿主。晚辈李周君拜见殿主。你便是云居山一脉的周君吧？我听太宇提起过你。道天宗情况如何？现在怎样？周君飞升上来之时，一切安好。宗主正是身兼凌雪山主的慕容雪。慕容雪这丫头啊，太宇几十年前就已经和我说过了。我知道天宗如今安好便可。现在来说说你吧，100岁成就仙君，放在整个仙界亦是绝顶天赋。不过仙界暗流汹涌，不比下界安逸。比道天仙宫强大的势力也不是没有，但是道天仙宫不惧，但也要提防。道天仙宫有1、2个妖孽还好，毕竟哪方顶级大势力没有个妖孽？可若是道天仙宫妖孽成群，难免会引人忌惮。周君呐，你切记，往后行事低调些。殿主之话，周君铭记。自今日起，周君便以星辰级长老身份在道天仙宫修行吧。你的修炼资源每年会有人送于你府上，切记莫要对外张扬。若是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来找我便是。周君明白。本铁令便是你道天仙宫星辰级长老身份的象征，戒指里面装的是你今年的修行资源。好了，你们且退去吧。周君的府邸在星辰铁令上有记载。这云桥山呢，便是李长老你府邸所在的山了。在道天仙宫，每一位长老都拥有自己的府邸与山峰作为道场。李长老只需跟随着长老令牵引前去即可。还有这星辰长老令，在仙宫时当随时挂在腰间，免得有一些不长眼的人冲撞了李长老。太宇就先返回大门处协助师尊值守了。弟子见过长老。此次去天星城，皆参加考核之人到天穹山下。我道天仙宫共100余艘灵船，每艘灵船可容1000人，全权负责此事的
乃是长老殿的一位大日级的长老。这位长老有仙尊修为，不过我等负责的灵船还差一位星辰级长老同行。后边不就有位星辰级的长老吗？李长老，我负责去接来参加道天仙宫考核修士的灵船，还差一位星辰级长老，不知李长老可愿同行？系统发布任务，宿主参加此次接人，完成后可提升修为。百威长老盛邀，李某怎好拒绝？那李长老，1月后我们在灵船殿后的广场第甲19号灵船上会合，届时我会将此事禀报长老殿，为李长老记下100点宗门贡献点。多谢。李长老是个痛快人，改日来我山头喝酒。杂役弟子禅一见过长老，杂役弟子竹灵见过长老。平日里李某有需要，自会叫你们2人。若无事，你们在此自行修炼即可。是长老。怎么了？长老，有一位叫做张子时的长老想要拜访您，如今他已经在云桥宫外等候了。张子时，请他来此吧。好的，长老，禅一这就去。李长老，张长老，不知张长老来此所为何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找着李长老喝喝酒。不知道李长老先前可有参加过去天星城接弟子事宜啊？没有。那李长老可曾听说过血世魔殿？难道张长老的意思，我道天仙宫这次很有可能遭到血世魔殿的袭击？李长老果然是个聪明人啊，所以张某才特此前来提醒李长老。毕竟我等灵船从天星城接到人之后，再从天星城抵达到天穹山下，会历经许多的险峻之地，血世魔殿的人也极有可能会在这些地方埋伏。多谢张长老特此来提醒。怎么样，李兄，可否小酌几杯？当然。禅一、竹灵，长老，帮我准备几只烧鸡下酒。是长老。李兄，这瓶美酒可是张某专门从万宝阁兑换的仙君醉，即便是仙君喝了也会大醉一场，一般人我可不会拿出来。张兄，你确定没有其他事情找李某了？李兄，我是那种有事相求还磨磨唧唧的人吗？想啥呢？还，张某已经娶妻了。那就好。长老，我听说张子时长老来了这里。对的，舒长老，张长老正在与我家长老对饮。我是张子时长老的妻子，不知2位可否行个方便，需禀报我家长老。好，有劳了，我会在此等候。李长老，舒梦兰长老来了。啥玩意儿？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他是舒梦兰，就是我的妻子啊。明白。张某在家那是说一不二啊。梦兰前来，估计是给张某送醒酒茶来了。如此便好。禅一，速请舒梦兰长老过来。是长老。李兄，你这……舒长老是张长老妻子，又是来送醒酒茶的，自然没有怠慢的道理。李长老，舒长老，呀，夫人，你来了呀？我的醒酒茶呢？怎么了，夫君？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个面子，顺着楼梯下呀？放肆！是不是想和我抢家务事干？我告诉你，这事没门。李长老，可否借书房一用，定安然归还。李老弟，别呀！舒长老请自便。多谢。老婆，你这按摩按得太大力了。让李长老见笑了。我夫君嗜酒成瘾，我想让他改的。此事是李某没有了解清楚，若知此事，定不会与张长老一同饮酒。此事非李长老过错，有一事还需拜托李长老。舒长老但说无妨。1月后前往天星城接弟子一事，我亦有参加，不过是在第甲20号灵船，还望李长老与我夫君同行时能照顾我夫君一二，切莫让他喝酒误事。夫人，我虽爱酒，但办正事的时候，我还是知道利弊关系的。
自然。诸位，此次道天仙宫招收弟子，我血誓魔殿，必不能让道天仙宫将此事办得顺利。仙门正道伪君子，必杀之！必杀之！不错，仙界势力想将我血誓魔殿赶尽杀绝，自然也不能让他们好过。届时，尔等各自组队，每队皆需2位魔王境的强者带队，4位魔君境的强者跟随。要袭击有道天仙宫仙皇境的皓月级长老带队的灵船，则需2位仙皇带队。待尔等组队完毕之后，本长老自会发放能够隔绝空间一炷香的法宝给诸位。本长老也会托住道天仙宫的那位明面上负责此事的仙尊境大日长老，到时堂主也会亲自出手，托住道天仙宫的地级强者。堂主乃是9品魔帝，身上更是有着店主扶残魔帝的一道分身，定然可保大家安然撤退。不过诸位，我天星城血誓堂此次派出的人数只够袭击4只灵船，切记隔绝空间的法宝耗尽前，该走就走，不可恋战。尔等皆是精英，无论哪一个陨落，都是对我堂巨大的损失。是。长老，您昨晚吩咐的鸡汤。多谢。长老，听说您要去天星城接参加考核之人，路上小心些啊。放心，你与竹灵在此好好修炼即可。梦兰，这次回来赚得100点贡献点，你想要啥，我给你换啥，怎么样？不需要，我警告你，要是在灵船上喝酒被我知道了，定然饶不了你。舒长老放心，我定会监督好张长老的。多谢二位。来，梦兰，抱一个，怎么样？滚！诸位，这么早就到了？也没到多久。李潇，那天在书房里，梦兰给我按的可舒服了。哎呀，就是力道有点大。李某知道。既然李长老也已经到了，那么我们也登船吧。弟子拜见4位长老。不必多礼，好好养气凝神即可。到了天星城，还需有劳诸位。是。李兄啊，灵船内部有专门给每位长老单独休息的房间，李兄可去那里歇息。不过李兄切记，灵船行驶途中当眼观6路，耳听8方，万不可真的睡过去了。好。100艘灵船，道天仙宫不愧是仙界顶级势力，如此手笔可不是寻常宗门能够拿得出来的。许店主，没想到这次你也会来，闲来无事便来此了，那可真的是再好不过了。这次事情完成，我必然要请雪店主小酌几杯。好。本尊道天仙宫大日级长老施汉池，全负责此次接尔等考核。尔等1000人一队，受过检查之后，一队登一船。若敢闹事，本尊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落。姑娘，你看到那个道天仙宫的青衣长老了吗？我和他认识。好家伙，兄台，你居然是道天仙宫的长老，你怎么不早和我说呀？放肆！这小胖墩的确与我认识，照常检查即可。是，长老。我去，你真认识这位长老啊？那当然。道天仙宫如此大阵仗，又有仙尊压阵，应该不会有人不长眼袭击道天仙宫的灵船吧？肯定不会。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袭击一方仙界顶级大势力的灵船，除非不想活了。堂主已经在找藏在暗中的道天仙宫地级强者了，待半个时辰后，道天仙宫的100艘灵船到此，本尊会亲自出手，催动堂主赐予我的瞒天大阵，让那100余艘灵船迷失方向，且各自拉开距离。尔等盯好自己的猎物，趁着每艘灵船拉开间隙之时，
将各自目标拉入遵级须弥令之中。记住，瞒天大阵只能维持半炷香的时间，时间一过，道天仙宫内的地级强者极有可能发现端倪，尔等定要速战速决。我等遵命。雪店主，如今人已经接到了，将他们护送到天穹山脚下，我等的任务便算是完成大半了。不过天星城中潜伏的血氏魔殿分堂，你我二人不可掉以轻心。崇山魔帝多半不是雪店主的对手，何况此地距离我道天仙宫也不远，只要是我等一念传音，仙帝强者几乎一念便可抵达支援。须弥世界，血氏魔殿地级须弥令，外界即便是一品仙帝便可打破，但是内部构造极其坚固，唯有9品2境仙帝才能够打破。不愧是成名已久的雪帝，见识不错。崇山魔帝，就你一个人也妄图拖住本帝？若是你死在这里，道天仙宫损失惨重吧？就凭你？当然不是。不好，他有妖人！尊请福参魔帝降临。福参魔帝，不对，我们就在刚才已经路过这里了。的确，我们方才已经路过这里了，而且我们前面和后面的灵船都不见了。看来是血氏魔殿的那群杂碎动手了。不过我们的灵船并没有遭受到袭击，多半是血氏魔殿这次动手的人不多。还能联系到其他的灵船吗？联系不到，现在不明情况，唯有静观其变。毕竟我们这灵船之上也有1000条性命，我等不能贸然离开。放心，舒梦兰长老吉人自有天相。龚长老，麻烦你出去安抚一下那些参加考核的修士，我与李长老、张长老在此释放仙魂境界。好。学有生为暗中保护宿主，被困地级须弥令世界中，遭遇血氏魔殿殿主，强度为寻常9品2境魔帝的分身，此时遭受生死危机。系统发布任务，将1品仙帝体验卡作用分身之上，使分身拥有打破地级须弥令世界壁垒的能力。以青帝分身的身份和福参魔帝分身交手，救下学有生，暗店主。坐标已经发送给宿主，任务完成后，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地级须弥令，一方与外界隔绝世界。想不到我二人竟然陨落在了这里，可惜了。二位走好啊。你是谁？他们叫我青帝。青帝，10大仙帝排名第3的青帝。青帝，阁下，今日我们针对的是道天仙宫，并没有得罪阁下的意思，还望阁下停手离开。我若是说不呢？这是福参魔帝地法4象化魔功。朕定天。这青帝好恐怖的天赋。多谢店主出手相救。青帝嘛，本帝记住你了。多谢青帝出手相救。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修为提升至1品仙王。
傲雪飞剑提升至1品仙王器。不好，我们灵船被拉入了尊级须弥世界。那些参加考核之人安排进了灵船内部吗？好，3位，随我出去迎战吧。血噬魔殿，好大的手笔！当然，7品魔王境的魔修，完了！咱们这艘灵船，道天仙宫的强者也才6品仙王境的，而且人数还比对面少，这怎么打呀？诸位稍安勿躁，长老批完了，我们会上的。想不到我刘阳泽还未成就仙帝，就要陨落在这里，可悲可叹啊！几位，今日便是死，也要维护我道天仙宫声誉，不可让这些血噬魔殿的杂碎伤这些参加考核之人分毫。这尊级须弥世界维持不了多久，最多1炷香的时间。时间一到，这尊级须弥世界自然会崩溃。百维长老，你与张长老、贡长老驱使灵船拉开距离即可。周军能拖住这几人。什么？李长老，如今我们已经被尊级须弥令封住了去路，逃也逃不到哪里去。何况我道天仙宫从来没有丢下过同门的做法。不错，故途进退。狂妄的小子，是吗？我操！7品仙王境的星辰级长老，这得多能藏啊！张长老、贡长老，你们2人照看灵船，我与李长老一同出手，留下他们。好。怎么办？我等不该无意义的陨落在这儿，应该为血噬殿做出贡献。这次本王运气不好，下次见面必杀你之。走了，血噬魔殿的人走了，我们得救了。这血噬魔殿的人真是够果断的。他们从来不上头，没有把握的事情从来当机立断，这也是道天仙宫以及各大势力难以覆灭他们的原因。重山魔帝，这是血噬魔殿在天星堂分堂的堂主重山魔帝。话说，是谁能把身为9品魔帝的重山魔帝打得如此重伤？是我道天仙宫长老殿的店主雪帝。雪帝果然强大，这重山魔帝根本就不是雪帝的对手。小小的重山魔帝也敢在我道天仙宫前闹事？你在狗叫什么？先前被无知店主打得如死狗一般，若非那碍事的青帝出现，你现在已经成了一滩烂泥了。下次见面你就没什么好运气了。口出狂言的家伙，来一次本帝打你一次。本帝就不相信你下次还有这虚空令。雪帝太帅了。没事吧？雪帝对这位李长老竟然如此关怀。看样子这位李长老和雪帝关系不错呀。你在看啥呢？我在找青帝啊。你难道没听见雪帝和重山魔帝的话？是青帝救了他吗？虽然我也很喜欢青帝，但是你觉得你一个真仙能找到青帝在哪儿吗？好像不行。哎，看不出来啊，你也喜欢青帝，那感情好啊。到了道天仙宫，我请你喝一杯。过了考核再说吧。我爹说我有先帝之资。没事就好。血噬魔殿众魔已经被我覆灭，待会儿你与其他的灵船会合即可。咦，你小子怎么蹦到1品仙王境了？对啊，我就1品仙王境，不过我在下界的时候获得了天大的机缘，可以掩盖修为。1品仙王？这样吗？你的机缘我不多问，不过你不能做对不起道天仙宫的事情，否则我便是死也要为门除害。道天仙宫的长老铜境的确都很强，可惜在境界压制之下，你的铜境再强又有什么用呢？舒长老，
天仙宫的先帝，给我死！学弟，快去看看舒梦兰长老、舒长老，帮我告诉老张，别等我了。我会把你的话带到的。如果在3天之内找到长生果，舒梦兰还有的救。曲皇魔王，你怎么在这儿？禀堂主，属下袭击的灵船之上有一位7品仙王、6品仙王，而属下这边只有一位7品魔王与5品魔王。属下看，若是交战下去，我血石殿必然讨不得好，极有可能毫无意义的葬身于此。属下觉得，当以大局为重，留下有用之身，为我血石殿做出更多的贡献才是。所以，属下便下令撤退了。做得不错，不过你临阵脱逃，依然该罚。本帝便罚你100年内突破魔皇境。不过本帝赏罚分明，你能以大局为重，本帝很欣慰，此单赐你。属下当为堂主，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去吧。属下遵命。白长老，我先去看看我媳妇儿。好，李长老，麻烦你跟过去看看，这边我与贡长老足矣。好。高长老，梦兰呢？苏梦兰长老遭遇6品魔王出手，身受重伤。我出手保住了他一缕即将消散的仙魂，倘若3日内不可寻得传说中的长生果，最后一缕仙魂散去的话，舒梦兰怕是……人呢？在灵船房间内。劳烦带一下路。梦兰，梦兰，还记得咱们小时候不？咱们玩过家家，你捡起树枝和石头，我来造房子。可是我到后来才发现，原来捡树枝和石头那么无聊啊！张长老，舒长老喜欢的其实不是捡树枝和石头，他喜欢的是看你开心。这么好的女人，你以后可要好好珍惜啊！为了惩罚宿主不叫系统爸爸，系统决定让宿主这单身狗以后天天吃狗粮。现在发布任务，请宿主使用长生果救助张子时的妻子。任务完成后，宿主将获得奖励，与此次接任任务的奖励一同结算。系统，你好像有那个什么……宿主若敢辱骂系统，系统当场让宿主跳到人群里面来个闪电5连鞭。李兄，你这是……长生果虽然珍惜，但李某正好有一枚，还望张长老以后别再惹舒长老生气了，别再等失去的时候再后悔。多谢李长老。恭喜宿主完成2个任务，获得奖励：修为提升至3品仙王境，傲雪飞剑提升至3品仙王器。李长老，多谢。高长老，有什么好谢的？此次地甲20号灵船是我带领，舒梦兰长老在我手下出事，即便张子时长老不追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原来如此。话说，一枚长生果可遇不可求，你就这么舍得拿出来了？你也知道长生果的用途，无非是愈合重伤，增长寿命。可是这些对我而言都用不上。你这手臂没事吧？没事，只是伤口之上还有魔气残留，待清除这些魔气后，伤口自然会愈合。张长老和他妻子如何？舒长老受了重伤，不过没有大碍了。那就好，不然舒长老出事，张子时那家伙怕是整日都得借酒消愁。李长老，咱们到天仙宫见。
等你。好嘞。这小家伙有点意思。的确。天穹山脉中有强大存在，即将在风妖窟脱困，地址已经发送给宿主，请宿主前去风妖窟签到。签到完成，宿主将获得奖励。走吧，我们也可以返回到天仙宫了。灵船留在这里，自会有人来接手。李某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好，李长老参与此次去天星城接人，回去我便会上报给长老殿的。多谢。你们遇到了崇山魔帝与福参魔帝一道分身的袭击，他们使用了地级须弥令，还有瞒天大阵。若非雪殿主此次刚好随我同行，只怕我到天仙宫这次连参加考核之人的性命都保护不好，要在整个仙界落下笑柄啊！地级须弥令，瞒天大阵，这次血尸殿好大的手笔。不错，这次血尸殿的手笔很大。若非青帝的分身突然出现，即便是我，也要在那儿陨落。青帝，他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边？而且，那福参魔帝乃是9品3境魔帝修为，他的分身也该有9品2境的强度吧？青帝不是9品2境吗？他的分身怎么会能从福参魔帝手中救下你们呢？青帝来无影去无踪，谁也不知道他会在哪里出现。不过，公主。要我说，这位青帝的修为如今极有可能也突破了9品3境的仙帝，因为他的分身与福参魔帝的分身交手，打得平分秋色。公主，这青帝能够救下我2人，多半对到天仙宫没有恶意。依我之见，以后还是没有必要再让暗殿主打探青帝的消息了。师兄所言极是，暗殿主，你且下去吧，我有事与师兄商议。好。师妹，有什么事吗？天穹山脉里，风妖窟镇压的那位即将苏醒了。在我过去的那段时间，还望师兄多劳心，照顾照顾到天仙宫。师妹放心去便是。师弟师妹，根据任务的卷宗记载，润泽仙草就在前方的一块石头旁边。一般灵草都有灵兽守护，咱们要采摘的天仙级灵草润泽仙草自然也有灵兽守护，而守护此草的灵兽命名为黑水蛇妖，有着6品天仙修为。我与东魁联手，应该可以将其拿下。穆师弟在旁边观望即可。好，黑水蛇妖的口水还有剧毒，即便是仙君强者都不敢硬接。我等真传弟子一袍虽有水火不侵之能，却也抵挡不了这股剧毒。我等稍后该小心应对。是，大师兄。哎，草呢？草去哪里了？不好，快让开！师妹，师姐，该死！这黑水蛇妖当真阴险狡诈。不愧是道天仙宫的真传弟子啊，连身上的衣服都是宝物，即便本座突破了7品天仙，喷出的黑水剑都没能要他性命。黑水蛇妖，别一副想吃了我的样子。若非我早就料到道天仙宫这几天会派弟子来采这即将成熟的润泽草，我提前吞下这快要成熟的润泽草，修为突破7品天仙，现在躺在地下的可就是我了。你既然知道我是道天仙宫弟子，却还敢下死手，就不怕被报复吗？你气傻了吗？我与天穹山脉深处不少妖族，本就是你们道天仙宫圈养用来历练弟子的，反正早晚都是个死。现在能杀一个不亏，能杀2个血赚，而且你们可是真传弟子啊！照顾好你师姐。好。放弃吧，你们现在不是本座的对手。那我呢？多谢前辈出手。举手之劳。李长老，多谢李长老出手相救。3品仙王境，你确定这李长老没有500岁？哎呀，满打满算200-300岁吧。师兄，你已经很优秀了，
不过这李长老，不是我等能够比拟的。好了，他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多谢李长老出手相救。无碍，毕竟当初还是你们带我入的道天仙宫，不必多谢了。他就是李周君，3品仙王修为。小家伙，前面不是你能去的地方。你在叫我吗？当然，前方就是道天仙宫的禁区风妖窟。你身为道天仙宫的长老，不会不知道吧？知道啊。话说姑娘，你是谁？还是早些回去吧，这里确实挺危险的。危险吗？还行，小家伙，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我真的会谢啊！看来这女子是一位强者无疑了。系统，55开能力不是会自动开启吗？她要是对我出手，我刚才不是已经凉了？是遇到生命危险才会自动开启，方才你要用55开能力，不会自己开啊？好吧。每隔10年本地苏醒一次，每次本地张开眼就能看到你这张令人生厌的脸。本地多希望你没有来呀。凌天子怎么样了？实力不行，也只能联合一些小虾米耍些小把戏，把本地困在这里了。他布下封天大阵之后，应该法力耗尽，没多少时日可活了吧？不知道以前是谁口出狂言，惹得那位藏天女帝孤身一人杀入西周，还连累另外2位古妖帝一同被揍得哭爹喊娘。那是当初，时过境迁如此之久，士别3日也当刮目相待。再叫那藏天女帝过来，你看看她是我对手吗？你也就现在敢说这话了？等藏天女帝过来，第一个跑的就是你。我说，你这是何苦？莫非当今仙界以前那些老牌强者都去了混沌天，你怕本地出来没有人是本地的对手，然后本地出来第一个就覆灭你们道天仙宫？呵呵，那大可不必。本地不是睚眦必报的人，只要你放本地出来，本地保你道天仙宫10万年，如何？哼，你这话说给狗听，狗都不信。还有，我泱泱仙界强者辈出，前几年便有一位青帝只身入你西周，你那后辈9品2境的御风妖帝，与其他2位9品2境的妖帝联手，都没能留下那位青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帝拿走机缘。御风那小子当年真丢我金翅大鹏族的脸面，就那小小青帝，哼！你信不信本地一出这封天大阵，就能单手拿捏他？你有机会出来再说吧，只要我月清代活着，你就别想出来。老子真的是哪里惹你这女人了？说出来，本地绝对不会改。就是单纯的看你不爽而已。叮！系统发现风妖窟里的妖族古妖帝西洋妖帝看不起宿主，且出言嘲讽宿主。系统决定在风妖窟内签到任务之上再加一个任务，与西洋妖帝大战3天3夜，必须让他知道宿主的厉害。2次任务合为1次，宿主完成后将获得丰厚奖励。为方便宿主与妖族古妖帝、西洋妖帝大战，系统发放此次任务道具破阵穿梭之法2次。封妖窟内的意思是我要进去吗？是的，本来打算到了再给你发道具的，不过鉴于西洋妖帝竟然敢嘲讽本系统的儿子，揍他丫的，让他知道你的厉害。你困得住本地一时，难道还能困得住本地一世不成？待本地出来之后，什么道天仙宫，什么青帝，都将在本地振翅之下化为灰烬。你让谁化为灰烬？我不是把你送回去了吗？
你怎么还是来了？我谢谢你把我送回去。不用谢，这里交给我就行了。只要我在，道天仙宫不可能化作灰烬。你说要让谁化为灰烬？下界的道天宗飞升上来的人都这么勇吗？你算什么东西？道天仙宫的星辰级长老？哼，就这也敢质疑本帝？本帝说了，出去之后要让道天仙宫还有那个什么狗屁青帝，在本帝振翅之下化为灰烬。你能怎么地？有本事你就进来受死啊！好，你说的。你今天要是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雪师兄不是拍着胸脯保证说李周君500岁都没有吗？9品3境仙帝，你在开玩笑吗？啊！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你要灭的那个青帝啊！你就是青帝？你竟然是青帝！不讲武德呀，动手都不说一声。这小子完全就是不要命的打法呀！顶天。我说，有必要吗？不就嘲讽了你一句吗？要不我现在就让你嘲讽回来。我就是看你这么嚣张，单纯的凑下来。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在风妖窟内签到，与西洋妖帝大战3天3夜，系统发放奖励，宿主获得6品仙王境修为，傲雪飞剑晋升6品仙王气。怎么不打了？来呀，继续啊！谁怕谁呀？好啊。哎，我操！我就说说，你这副咬牙切齿的表情什么意思？看我不爽？停！我自己来，你赶紧走就行。不愧是传说中的古妖帝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小丫头，这里这么危险，下次别来了。你身为名震仙界的青帝，加入我道天仙宫，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道天仙宫内的东西，你好像也没什么看得上的吧？听说道天仙宫的公主摘星仙帝，曾经也是一位惊艳了无数天骄的美人，不过如今已经过去了不知道几万年，她又成为了道天仙宫的公主。为了镇住下面的人，应该也不再继续保持年轻的样貌了吧？所以本帝很好奇。就因为这个？我辈修士尊求以心，何况你也说了，道天仙宫没什么我觊觎的东西，难道我的投名状还不够？我若真想害道天仙宫，直接破了这封天大阵，放出西洋妖帝不就好了？我就是月清代，你入我道天仙宫可以，但是你目前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我道天仙宫也会拿出对一位9品3境仙帝的诚意。放心吧，我对道天仙宫没有恶意，毕竟我的确是在下界的道天宗长大的。那就好，你身为青帝，实力如此强大，刚才为什么会被我一袖送回去？你真的想知道吗？随你。你说的随意，那我还是不说了吧。走吧，这里的事估计你也忙完了。走吧，咱们回道天仙宫。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快走快走。古妖帝，就这？走吧。停！败家子，你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看见西洋妖帝旁边的大宝剑了吗？这可是9品2阶地气，给他拿了。怎么了？我要去拿一件东西。好。这个青帝真是不当人子啊，大宝剑都抢。走吧，小丫头，我搞定了。我是公主，外人面前给点面子。可以的，小丫头。小
小小青帝，算个什么玩意儿，也敢如此放肆？哼！若非本帝有所忌惮，必然将你这个愣头青碎尸万段。当真是不为人子，不为人子啊！等本帝出来，第一个就找你算账。师兄，你这……哎呀，太无聊了，回来了。看来这封妖窟里的那位强大的存在没有闹出什么事儿。当然没有闹出什么事，他差点被人揍了个半死。他不是在灵天子师弟的封天大阵里面吗？还有谁能够进入封天大阵之中，把西洋妖帝揍上一顿？你没发烧吧？怎么在这说上胡话了？师兄，你猜猜，把西洋妖帝揍了一顿的人是谁？是谁啊？青帝。是他呀。那你再猜猜青帝是谁？难道师妹你见过青帝了？不错，而且青帝就是李周君。哎呀，想不到师妹你竟然也发现了。师妹，你可是逗我呢！李周君那些臭小子是青帝，没开玩笑吧你？不行，逼格我得先拿捏住了。师兄，你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告诉我？这对于我道天仙宫而言，何尝不是一个惊喜呢？毕竟想要骗过别人，我们道天仙宫没有那么强，首先要先骗过自己。没毛病。好了，师妹你既然回来了，那我就该走了。师傅帮李先生锻造的9品仙帝器，看来已经成型了。只要这雷劫落下，仙界之中将会出现一件强大的9品仙帝器。师傅炼化焚天神炎，突破9品仙帝之后，便一直在帮李先生锻造这把仙帝器。也不知道师傅第一次锻造的9品仙帝器能不能扛下这雷劫。应该，可能没有问题。师傅的手还是很强的。严玄红，你这个逆徒，这一为师的能力，你找抽啊你！师傅他老人家帮李先生锻造的是什么帝器？雷劫竟然如此凶猛，连师傅专门请道人布置的迎雷劫的阵法都挡不住。这么恐怖的雷劫，师傅没事吧？师傅他老人家肯定没事。我没事个屁！这雷劫连阵法都挡不住，老夫腰闪着了。你个逆徒，想害死老夫不成？还是你师妹懂得心疼老夫。师傅，你这样真的好吗？玄清丫头，老夫此次被雷劫重伤，届时老夫会将能够找到李先生的玉符给你，由你去把这件软甲送给李先生，名字就由李先生来取。好，师傅。哎，师傅，要不还是我去吧。算了，还是让我妹去吧。去帮我炖只鸡。好，长老稍等，我们早已准备好了。李长老，有3位皓月级长老要拜见您，其中有2位女长老说认识您。哦，请他们进来吧。李长老，3位有事吗？的确有事，不过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哦，最近我道天仙宫管辖之地中，有一6品仙王境的邪修专门做些采花之事，夺走无数女修贞洁。道天仙宫的长老殿便对长老发布了任务，需4位长老联手缉拿这邪修，每人可获得300点贡献。若是李长老与我等一同出手缉拿那邪修，定是手到擒来。这300点贡献也是囊中之物，而且李长老只需帮我等压阵即可，不到万不得已，李长老无需出手。300点贡献。系统发布任务：小试牛刀，参与缉拿6品仙王境的邪修，宿主将获得丰厚奖励。好，3日后我等在长老殿外会合。这几日我会将李长老的名字上报长老殿的。这位是姬修阳，姬长老，6品仙王境的修为。百位长老、高长老，这位李长老不过是星辰级长老，修为最多也就3品仙王吧。与我等一同缉拿6品仙王境的邪修，确定不会拖后腿吗？
你们就这么相信他？姬长老放心，李长老乃是7品仙王境的修为，我先前与高长老说了，却忘记和你说了。下次能不能早点说？小丫头啊，找我有什么事吗？这是道天仙宫的太上令，你身为9品3境的地级强者，足以成为我道天仙宫的太上。所以说，以后我就是道天仙宫明面上的星辰级长老，背地里的太上长老。好，我知道了。仙王级的任务你都接？正所谓蚊子腿再小，那也是肉。哎，李长老，姬长老，百维长老和高云仙长老呢？他们2人正在长老殿专门接任务的地方确认任务。毕竟300贡献连不是小数。好，2位久等了。刚到。我到了很久了。既然都到齐了，咱们就出发吧。诸位，那6品仙王境的邪修名为邪域仙王，据说其修千面功，有1000张面孔。我们想要找到他很难。这3天，我拜托一位长老帮我在任务卷宗的基础上，再整理了邪域仙王的作案轨迹。下一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南台城，不过其有1000张面孔，我们想要主动找，很难将其找到。姬长老乃是我道天仙宫正统的6品仙王，比起这邪域仙王，定是强横不少。李长老过奖了，在座的诸位都比那邪域仙王强悍。即便高云新长老只是5品仙王，我想那邪域仙王都不是对手。毕竟高云新长老可是在护送参加道天宫考核之人来到天穹山脚下时，独自一人拖住了血石殿一位6品魔王和一位5品魔王。姬长老谦虚了。李某觉得姬长老除了修为强悍，这样貌也足以让不少貌美如花的女子自惭形秽。不错，姬长老的样貌的确万里挑一。不错，我第一眼看见姬长老之时，也觉得姬长老不仅修为强大，连样貌也惊为天人。哎呀，几位长老，你们这真的过奖了。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来个引蛇出洞，让姬修阳长老男扮女装，引着邪域仙王上钩呢？好办法，李长老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姬长老，你觉得如何？好。姬长老底子很好，身形也比较矮小，很符合娇小女子形象。届时只需要我与高长老帮姬长老化化妆，挑几件衣服就好。姬修阳长老做出的牺牲，我3人定会铭记在心。不错，不错。我谢谢你啊，李长老。可惜了，姬长老，你若是个女子，定会迷倒天地间无数修士。确实。我操！届时姬长老一人在前行走，我与高云新长老紧随其后。只要邪域仙王现身，我与高云新长老便会出手，李长老继续负责压阵即可。我怎么感觉很多双眼睛在看我？说明姬长老你男扮女装很成功，很惊艳。咱们按照灵船之上约定行事吧。没问题。姬长老，你走路的姿势要改改啊。不知可否邀请姑娘共赏这南台城夜景？姬长老，不要理会这阿猫阿狗，邪域仙王很有可能在附近，你万不可暴露啊。姑娘，实不相瞒，我对你……抱歉，我实在忍不住了。没事，你刚才出手没有暴露自己的修为和声音，那精虫上脑的家伙和你身后跟着的人，其实也才天仙修为。那就好。好火辣的小妞啊，还是个6品仙王呢。姬长老，你的旁边左拐有条人烟稀少的江，你到江边坐下。我有预感，邪域仙王即将现身了。姑娘，只有自己一个人吗？江边道里成双成对，
姑娘虽然只有一人，却依旧是一道独特的美景。玉某实在是情不自禁想着要靠近姑娘，不知姑娘是否介意与玉某一同欣赏这江边美景。全家都是姑娘，好啊，害得老子男扮女装，总算是找到你了。你欺骗本王的感情，知道兵不厌诈吗？姬长老，不愧是你，这么轻易便拿下了这邪域仙王。不厌诈吗？本王让你知道欺骗本王的代价。你在狗叫什么？被捆仙绳捆住，难道你还能翻了天不成？老老实实的跟着本长老。7品仙王，这任务卷宗上，这家伙不是只有6品仙王吗？可能是最近得了机缘突破的吧。喂，拜托，老子现在是7品境的高品仙王，要对付你们几个5品、6品的中品仙王，你们会死人的哎！能不能给点面子啊？哪怕是装个震惊的表情也好的呀。今天本王有事儿，去找你们一马。走！我操，果然有老六！好啊，原来还有一个7品仙王在。恭喜宿主完成参与击拿邪域仙王任务，获得7品仙王修为，傲雪飞剑提升至7品仙王器。系统，我这怎么就完成任务了？宿主注意审题，本系统当时说的是参与击拿。好吧。哼，不得不说，你们心思缜密，还派了一个7品仙王过来对付本王。可惜，你们还是没有料到本王突破了7品仙王吧？这李长老的实力这么强大吗？李长老，留他一命，我们好带回去交任务。若是直接把他杀死，300贡献点会扣除10点。好，二位别聊了，这家伙掉进水里没动静，是不是从水里跑路了？跑不了的。李长老一剑竟把他砸晕了。宿主，你看本系统对你这么好，要不要叫一声爸爸？系统啊，咱就说能不能换个称谓，叫你一声哥也可以啊。不，我就要听你叫爸爸。谁？我的人还轮不到你们几个阿猫阿狗来欺负。是邪道五毒仙门掌门，五毒仙尊的女儿，1品仙皇毒仙子。放肆！阿猫阿狗叫谁呢？本王乃是道天宫的仙王，你插手此次任务，就不怕给你五毒仙门招来灭门之灾吗？姬长老，你可能不知道，五毒仙门因为专门抓修士试药，已经被咱们道天仙宫的大日级长老出手灭了满门。只是这毒仙子不知为何还活着，可能是当时那位大日级长老大意了吧，以为五毒仙门在他一击之下荡然无存了。下次早点说。道天仙宫，本皇对付的就是道天仙宫的人，你们也别急，等会儿会收拾你们的，也别想跑。想必你们也知道仙王与仙皇的差距。天赋不错，很适合用来试药呢。是吗？李长老，咱们可不行摆烂啊！就算再绝望，咱们也得拼一下呀！还算识趣。好啊，继续跑啊！要不是老娘出现，你这二货就被道天仙宫的几个阿猫阿狗抓走了。小嘟嘟，当初我离开你，我也不想的呀，我也是迫不得已的。你知道的，我是为了你好。毕竟你身边若是一直跟着我这么一个拖油瓶的话，会影响你报仇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嘟嘟，我发誓，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哼，你觉得我会相信吗？你竟然是1品仙皇！实力这种东西，怎么能直接暴露出来呢？
如今你已经受了内伤，还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吗？小东东，你走吧，千万不要管我，这里危险。道天星宫的人若是知道你还活着，你肯定也会遭殃的。快跑！你再说一句话，我就抽你一巴掌。我可没有李长老那般好说话。你若是想战，李某奉陪到底，就看鹿死谁手了。我这是在给你机会，不想和你在这浪费时间。我若是你，就赶紧跑路，越远越好。李长老，放他跑做什么？拿下他，让这嚣张不可一世的女人知道你李长老的厉害。找死！这是毒灵蝎，每一只蝎子所携带的毒素都完全足以毒死一位九品仙王。不仅如此，他们速度进度极快，即便是仙皇遇到都要头疼。不情的女人，李长老救我！就这？如何？别以为你这次占了便宜，总有一天本皇会找到机会将你碎尸万段。我等着。哎呀，李长老，你怎么放跑了这娘们儿了呀？我你妈！老子得罪你了吗？你就抽我啊！老子平生最恨的就是渣男了。我信你个鬼！你当我看不出来呢？你就是单纯的打不过那个老六，拿老子来撒气而已。有能耐你就去干那个老六啊！想不到李长老藏得真够深的。还行。我有点怀疑一品仙皇是你的真实修为吗？你猜？这次多亏了李长老，否则我们此次都该陨落此地了。不错，李长老，我若是个女儿身啊，定要嫁与你。你爹知道你说这话，不会打死你吗？哎，放心，我爹从下界道天宗火峰山飞升上来之后，生了我就一直在闭关了。你是谁？金钟古族弟子金旭。金钟古族？小女子似乎没有冒犯贵族吧？为何要拦我去路？玄清店主当然没有冒犯我金钟古族，不过贵店的段老可是炼制出了一件完美无瑕的九品地器啊！我父也是一位九品地境炼器师，想要借段老所炼制的顶级九品地器一览。你又怎么知道九品地器一定在我身上呢？看来玄清店主并不知道我金钟古族一族所祭炼的金钟向来对强大的法宝有所感应了。只要姑娘将地器借予我金钟古族，本弟子必有重谢。哼，你们说是借，怕是不准备还了吧？所以你现在是想抢夺我师尊锻造的九品地器吗？我师尊如今同样是九品仙帝，真以为怕了你金钟古族吗？所以姑娘，你借吗？不可能借给你们的，这件九品地器早有归属。哼，姑娘，这可由不得你了呀。剑法虽然很华丽，但华而不实。好强的防御力！看在段老的面子上，可饶你一命。但那件九品地器，你必须交出来。不可能！那就劳烦请玄清店主随我走一遭了。何必做这无所谓的挣扎呢？严玄清为送段苍穹炼制的地器与宿主，如今被金钟玉、金钟古族所困，系统发布任务，营救严玄清，给予金钟古族沉痛一击。系统，咱就说营救可以，给金钟古族沉痛一击是不是可以免了？毕竟比我境界高的谁也打不过啊。儿子，你猜猜我让你捡九品二阶仙地器大宝剑干什么？系统，你的意思是我和九品二阶地器大宝剑五五开？孺子可教也。不过你与武器一类五五开，也只能使身体强度达到九品二阶地器，也就相当于短体的九品二阶仙帝。
系统，你这是在教我卡你的 bug 吗？所以说我是你爸爸呀。那毒仙子那会儿你不告诉我？系统也是要休息的。百威长老，我有些要事需要离开去处理。好，李长老放心去即可。待我与长老殿交接完邪域仙王，300贡献点自会到李长老账上。好。父亲，段老所炼之气就在我京中内那女子的身上，不过此女是段老弟子，孩儿不敢下死手。做得不错，为父几个孩儿里面，就你最靠谱。听说段苍穹的女弟子乃是一位绝色佳人，许与你如何？只要是你与其生米煮成了熟饭，段苍穹也是没有办法。父亲，这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你乃是我金钟古族的弟子，身份不比那严玄清的。不仅如此，你修为如今更是先帝有望，如何不能娶她？倒不如说是他高攀了你。这父亲说的似乎没有问题啊。我还不知道你小子身为我金钟古族弟子，扭扭捏捏的像个什么样。那严玄清人呢？你们若是强迫于我，我定然誓死不从。还有，我身上的那件地契，乃是宋宇当初和无垢仙帝平分秋色的那位先生的。那无垢仙帝算个什么东西？小丫头，老老实实的成为我金钟古族的弟子妃吧。届时，本帝自会向段苍穹提亲，这件地契就当是名正言顺的嫁妆了。真的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将那件地契交出来吧。真不知道你这种小人是如何修炼到9品仙帝的。放肆！住嘴！怎可对你未来的婆娘动粗啊？3天，本帝给你3天时间。倘若3天时间你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自己交出地契，那就别怪本帝亲自动手取那件地契了。带他下去歇一歇吧。是，父亲，请吧。来者何人？青帝，9品2境的炼体仙帝，果真是青帝不成？不知道青帝突然来访我金钟古族，所谓何事啊？来要一个人，名字叫做严玄清，断天殿的玄清殿主。劳烦青帝稍等片刻，我这就去禀报我家族长明中仙帝。不用了，你们族长已经来了。青帝来此，何不早说一声啊？金某也好早些出来迎接青帝啊。严玄清在你们这里吧，把他交出来。我不知道青帝你在说什么。什么严玄清？装傻充愣。青帝，严玄清可不在我这儿。你若是想仗着实力欺压我金钟古族，大可试一下。你说的满足你。这怎么可能？交还是不交？泽族长，救我！青帝，还请看在老朽的面子上留手吧。你是谁？老朽灵泽古族族长泽渊。那严玄清是老夫吩咐金明抓的，他身上所携带的9品地契，极有可能让金明的炼气境界突破至上乘地境炼气师。所以这明中仙帝是你养的一条狗？我只是很欣赏明中仙帝的天赋，想要培养他，仅此而已。本帝对这些没兴趣，要么交人，要么本帝亲自动手。既然如此，老夫便要领教领教，能从妖族3大妖帝手中逃出升天的青帝，到底有何手段了。
青帝的实力便是如此吗？若是青帝就这等实力，怕是要无功而返了。给我死！泽渊看不起宿主，这能忍？系统开启兑换功能，9品2阶地气可让宿主暂时获得9品2境仙帝修为，修为乃系统灌溉，限时1个时辰。兑换。挡我者，当诛。和青帝交手的那人是谁呀？好像是仙界7大古族之一灵泽古族的族长泽渊呢。这些古族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今天被教错人了吧？李周军和妖族的9品3境古妖帝、西洋妖帝战得不分伯仲，如今为何展现出来的实力才9品2境？难道是和西洋妖帝交战之时，他受了伤？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啊！还请青帝高抬贵手，放老夫一马。老夫愿拿出20颗9品地丹作为报酬。由于兑换功能开启，一定数量的9品地丹可兑换修为。可以，我的人也要放出来。好，放人。是，泽老。李先生。明中仙帝，你骗了李某。我愿拿出16件6品地气交与青帝，还望青帝高抬贵手，放过我金钟古族。可以。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宿主修为提升至9品仙王，傲雪飞剑晋升至与宿主相同水准。青帝出手竟然是为了一女子，这女子好像是断天殿的严玄清啊。本来还想去断天殿打劫的，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我惜命。6。段老先生最近可好？师傅他老人家也是第一次锻造出完美无瑕的9品地气，地气渡雷劫时受了重伤。这样吗？段老先生有心了，代我向他问候一声。好。李先生，您就是那位青帝吗？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应该没那么快。我在来的路上听说中州之上有一处古战场开启，这处古战场之中甚至有过地级强者大战，我先前已经传音给师傅了，师傅他老人家也同意了。古战场？对，这个古战场就在中州靠近西州之地，是妖族入侵中州，人族防守的古战场，位置就在地陨山脉。碰碰运气也不错，你如今是9品仙尊修为，距离仙帝之境也只有1步之遥。可是这一境却让无数天骄折腰，而且即便达到了1品仙帝境，在仙界无数强者君临的中州，似乎也只是有些自保之力。系统，你不是说9品地丹可以兑换修为吗？1颗9品地丹，1品仙皇修为（括弧修为皆为系统灌溉，同境无敌，傲雪飞剑品级随宿主境界提升）3颗9品地丹，6品仙皇修为，6颗9品地丹，9品仙皇修为。我有20颗9品地丹啊，就只有这3个选项吗？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不过这就是挂的快乐吗？这草妖能够以随处可见的3叶草之身成仙飞升，定有天大的机缘，我等联手将其拿下。这少女怎么有点熟悉啊？傻了吧，宿主？
这棵草可不就是你当初刻下聚灵阵帮他修行的那棵草吗？哦，是他啊！草药，受死！我是谁？我等乃是天霞宗修士，在此斩妖除魔，何人竟敢出手阻挠？聒噪！怎么可能？不知前辈为何要阻扰我等降妖伏魔？降妖伏魔，说的比唱的都好听。真当李某耳聋，没听到你们刚才的交谈吗？小子，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滚！好，走着瞧。算了，你们还是留下吧，这里挺适合当你们的墓地。啊，什么情况？我倒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目中无人？原来是背后有先皇竟强者撑腰啊！可是李某要杀你，没人留得住你。你个逆子，竟然招惹了如此强大的存在，本皇的分身甚至只能挡下他一击。大佬，我刚才说话声音大了点，现在给您磕一个。他们欺负的是你，你说怎么办？杀了他！你这妖怪怎么这么毒蝎心肠？若是恩人没有出现，我已经死在了你们的手上。若是恩人实力比方才你身上出来的那道分身弱，我与恩人都不可能活下来。你亲自动手吧。好。不，求求你放过我！不！你是他父亲，你们为什么要对我的孩儿动手？若是没有一个交代，本皇光脚不怕穿鞋的，今天就是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死。交代？你儿有错在先，李某都放他走了，可他却死心不改，不该杀吗？有错在先？他还是个孩子呀，不能给个机会再改一下吗？改？若非李某赶到，这丫头已经死在你儿子手里了。那谁给这个丫头机会？你儿子的命是命，这丫头的命就比你儿子的命贱，该死啊！一个草仙罢了，死了也就死了，能怎么样？我要你们给我的儿子陪葬！我死？这是什么存在？竟然连先皇都挡不住！青帝，想不到竟然还和一个小小先皇废话，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呀！福参魔帝，到底是谁能把你的境界打得跌落至地级9品2境？哦，所以你是想趁着我修为跌落对我出手？青帝果然是个聪明人，那你就来试试，今天你能不能拿下李某？好。地天，地级9品3境，青帝又出手了。什么？他的对手竟然是魔帝福参？从方才青帝出手的气息来看，青帝莫非是9品3境仙帝啊？这家伙的女人缘这么好的吗？洛。青帝，你是故意引本座出来的？你猜？本帝最不喜欢的就是猜了。既然你依旧是9品3境仙帝，正好分出上次我们分身交手没有分出的胜负。好。很久，本帝都没有动用这招魔佛法将。3000魔佛咒。
好恐怖！扶参魔帝的至强神通3000魔佛咒，青帝竟然如此强大，逼得扶参魔帝都使出了这一招。西洋妖帝是9品3境不错，也很强，但没有过击杀9品3境仙帝的战绩，实力应该不是扶参魔帝的对手。而李周君则是和西洋妖帝战得不分伯仲，这么算下来的话，李周君估计并不是扶参魔帝的对手啊。青帝，倘若能继续接下我这一击，将来我不会继续找你的麻烦。好，诛灭！我死！看来扶参魔帝这次算是遇到敌手了。那家伙应该没事吧？好强！这气息一点也不比扶参魔帝的3000魔佛咒弱呀！自己使用看家本领，竟然还拿不下这青帝。这青帝到底是何方神圣？难道也是从混沌天下来的仙帝？青帝，后会有期。停了！青帝真是太强了，迟早有一天我也能这样。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场战斗谁胜谁败，还是平手啊？你们就别看了，快过来修炼。哎，好嘞，这就过来。是谁？是谁杀了我夫君与孩儿？严思曼，你身为我炎族圣女，炎族耗费无数心血，用了大量资源培养你不说，你却做出逃婚之举，还私自与一普通仙皇结为夫妻，诞下一子，让我炎族蒙羞，成为仙界其他6大古族的笑柄。若非念在你突破9品2境仙帝，真以为惩罚是单单思过万年吗？如今你夫君孩儿双双陨落，正是冥冥之中对你的惩罚。如今距你在此山思过万年时间还有9000年，你若敢踏出此山半步，休怪本长老不客气了。你要拦我？话我刚才已经说了，你且好自为之。好，就看你拦不拦得住我了。哼，你走不了的。你想走可以，那就打破本长老的牢笼。严思曼如今的修为竟然如此之强悍吗？这强度，即便不强于青帝、扶参魔帝，但也差不了多少了吧？你们真是迂腐至极！若非念及炎族养育之恩，尔等如今已成尸体。真是气煞我也！我炎族竟然出了此等叛逆之徒，当真不幸啊！丫头，你有名字吗？有。叫什么名字？我叫李二清，恩人姓李，排第1，我第2。本体又是一棵普通青草，所以我叫李二清。真是难为你了，不如我给你取个名字吧。好啊。我看不如就叫李依然吧。希望你即便飞升仙界，在天骄如百花齐放、争相斗艳的仙界，依然能有自己的风华。好，那我以后就叫李依然了。接下来我会去一处危险的地方，很可能照顾不到你。不如这样，你在这里等我，待我回来之时，带你去道天仙宫如何？恩人，你放心去就是了，不用管我的。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在仙界慢慢成长起来，就像我在下界的时候那样。难得你有这番心思，那便依你的意思吧。多谢恩人。去吧，仙界很大，你独自闯闯也好。若是遇到事情，就去道天仙宫报我的名号。好。当爹的感觉是不是很爽？还不错。打住，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意思。
道友也是去地林城的古战场吗？这条队伍的多半都是去那里吧？也是。我叫上官锦，9品仙皇修为。我看不透道友修为，想来道友也差不多，不如一同前往地陨山脉如何？毕竟多个人也多个照应。可以。我妹妹与另外一位道友皆在前面排队，稍后可在空间渡船上会合。大哥，这位是？接下来与我等3个月后古战场开启后同行的李道友。李道友，这位便是我的妹妹上官雨儿了。旁边那位来头很大，乃是7大古族炎族的子弟炎尊李。道友，这炎族在仙界7大古族可是排进了前3呐。炎族的大长老更是一位第3境的仙帝，是与青帝、玄帝同境之辈。10大仙帝榜虽然只是仙界大众所排，但青帝、玄帝的战力却毋庸置疑，比起那些不为多数人所知的老古董，也不差分毫啊。旁系子弟罢了，不值一提。诸位，距离地陨山脉内的古战场开启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便各自养精蓄锐，在古战场开启的前一天，到地林城的地林客栈前会合。李先生，好美的女子啊！这位貌似是断天殿的那位玄清殿主严玄清。对，去看看，长长见识。听家中长辈闲聊，严玄清前段时间似乎被金钟古族所俘，正是青帝出手相救。而严玄清对李周君如此恭敬，莫非这位李道友就是青帝？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吧。真的可以吗？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李先生请讲。放松放松，没什么大难事，每天帮我买一只烧鸡即可。李道友喜爱吃烧鸡嘛？正好我妹妹也喜欢，而且做的一手烧鸡那叫一个一流，连先帝见了都要流口水。还是不劳烦小姑娘家的了，李先生的烧鸡还是就交给我了。小时候我就爱吃烧鸡，现在也是。好，我可是上官家的大小姐，让我给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做烧鸡，这怎么可能？就算要给不认识的男人做烧鸡吃，那也得是青帝那样风华绝代的男人。你这个傻丫头哎！诸位，到时候会合吧。老妹，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妹妹我是这么愁嫁出去的人吗？你就这么着急啊？的确，雨儿妹妹不愁嫁出去，反正我是不会娶的。说的好像我看得上你一样。老严，你也是，自己去逛逛吧，到时候去地林客栈会合。你行事太过高调，这不太好，以后尽量低调一点，早点把你身上的衣物换换，要是遇到了炎族的敌人，你就惨了。放心吧，你也知道，我虽然是旁系子弟，但我爹的叔叔的三叔乃是一位7品仙帝，我爹专门去求了保命法门给我，只要不是仙帝级出手，就是仙尊找我也是白搭，搞不好还得被我给收了。回头我就提着他的人头去族里领赏。至于说仙帝的话，就算我不穿炎族子弟衣物，他们也能感知我炎族血脉，藏与不藏都没什么区别。而且仙帝强什么？去地云古战场的肯定有，但他们这样的强者肯定会早我们一步进去，咱们是不可能碰到的。还挺有道理的。哼，为了装蒜净想出些歪理来。你这保命法门留到地陨战场里面用好吗？行了，我自己去逛逛了，你们2位随意啊。弟子，那少女好像是上官家族有名的女天雕，上官家2长老的小女儿上官雨儿。此女姿色也够入弟子的3000后宫了。不错，萧弼师真有你的，此女姿色倒也的确够入本弟子3000后宫佳丽了。上官一族也就依靠炎族罢了，
他们这二长老的女儿，若是能够成为弟子的后宫佳丽，乃是上官族之幸也。拦住他！小妮子，我家弟子看上你了，开心吧？我已心有所属，多谢弟子好意。本弟子就喜欢姑娘这等钟情之人。若是姑娘愿意嫁给萧某，萧某定把姑娘当作掌上明珠。萧峰，上官族的人可不是你真剑族能欺负的。问过我炎族没有？炎族的小虾米，也敢与我家弟子这么说话？听说你炎族向来族内制度严格，却不曾想你们曾经的圣女却做出逃婚之事。怎么，你们族内的事儿管不了，还跑来管我真剑古族了吗？放肆！萧碧石，你就是这样对炎族子弟说话的？炎族可是与我真剑一族同等的大家族，向来交好。此次你回到族中，自己去执法长老那里领罚。是，弟子。你们弟子严导举呢？我族弟子正在闭关之中。啊，他在闭关中啊。那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插手了。看在你家弟子的面子上，本弟子不追究你打扰我求爱。萧弟子，这件事我还就要管了。雨儿若是不愿意跟你走，你敢强迫她，我就敢死在你面前。我炎族向来护犊子，我死了，我族弟子还有族长还有大长老定会为我讨个说法。严兄说的不错，加上我上官姐一个，我若是死在这里，上官一族也不可能不管。你们在威胁本弟子。萧长老，你觉得贵孙会如何应对此事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事自己解决就是，还轮不到我们这些老东西来操心。好，你们死在这里吧，本弟子倒要看看你们背后的势力敢不敢为了你们与真剑古族撕破脸。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想不开？李道友，好美的女人。弟子，这女人是段苍穹段天心帝的弟子严玄清。严姑娘，在下萧峰，潇洒去掉3点水的萧，风流倜傥的风。小王八蛋，赶紧溜！那严玄清身边站着的是青帝，倘若你得罪了青帝，看老夫回去抽不抽死你！早就听闻段老一手锻造术出神入化，改日有时间定去断天殿拜访。多谢李道友。不用谢，李某也没帮上什么忙。不，倘若不是李道友及时出现，我严孙李现在就要成为仙界第一个撞墙撞死的仙皇了。多谢道友。严道友所做之事，李某都看在眼里。仙界中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之人可不多啊！不敢当，毕竟我可是看着雨儿穿开裆裤，到处乱拉乱尿长大的。正所谓养的狗都有感情了，何况是人呢？我真的谢谢你，你要不要看看你讲的是人话吗？好了，几位，还是按照之前计划吧，届时在地灵客栈会合。天色差不多晚了，这段时间早些休息，好好养精蓄锐，毕竟地陨战场还是很危险的。有李先生在，我什么都不怕。对了，李先生，这是开房的钱。不用了，这些钱拿去买烧鸡吧。当然，除了烧烤的鸡外，小火慢炖的，还有爆炒的鸡，我都不挑，只要是鸡就行。仙帝强者绝对达到了辟谷之境，也不知道为什么李先生这么爱吃鸡，2个月1天买1只，难道不会吃腻吗？自己一定要学会鸡的108种做法，每天换着花样给李先生做各种鸡吃。李道友，你竟然住地灵客栈，花费这么多仙金住地灵客栈，李道友看不出来你是个有钱人啊？莫非你也是哪方大家族子弟啊？我对仙金不感兴趣，这东西对我来说只是数字罢了。好了，既然咱们人都到齐了，就早些出发吧。这道万丈沟壑，乃是一位人族的3品仙帝宝剑仙帝所留下。看得出来，当时这一剑
惊天地泣鬼神呐，斩下了从西周过来与他同境的3位3品妖帝的头颅。3品仙帝就这么强了吗？当时这场战斗乃是妖族的3位9品3境的古妖帝所发起的，有许多地级强者参加战斗，其中自然也不乏3境的仙帝。宝剑仙帝也只是这场地战中的一幕，至于这场大战怎么结束的，时间太久远了，谁也不知道。不过这3大古妖帝似乎只有2位古妖帝回到了西周，还有1位西洋妖帝不知所踪啊。大战结束以后，人族许多强大的仙帝强者出手，将仙帝们大战打破的空间压缩聚集于此。后来又有1位名为灵天子，不知出自何地的登峰造极的地境灵阵师出手，以空间乱流布下阵法。这阵法即便是9品3境的仙帝也难敢保证自己可以安然无恙地闯入其中啊。但灵天子前辈却让此地每100年开启，不过许多仙帝强者会趁着阵法变弱之时直接提前进入其中。诸位，我们也赶紧跟上吧。这就是众仙帝强者交手之后所遗留下来的古战场吗？走吧，我随你一起去寻找圣地机缘，在这里很难遇到对你有用之物。好，多谢李先生。上官道友，我与玄清准备去其他地方寻找机缘，你们要不要一起啊？当然一起啊，李道友，这样咱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玄清店主是9品仙尊，他们看不上这里的机缘要离开，咱们也理解。但咱们几个仙皇还是不要跟上去瞎凑热闹了吧。毕竟玄清店主要去争夺仙帝本源的话，对手几乎都是9品仙尊，搞不好还有仙帝，照顾李道友一人就挺麻烦的了。咱们就不要劳烦玄清店主了。不错，咱们就在外围捡捡破烂挺好的，说不定能捡到什么好东西。而且我们有保命法门，也不怕别人来偷来抢。9品仙尊的战场还是太危险，没有家族强者的庇护，我们还是捡破烂吧，进来就当长见识。我照顾李先生，你确定没有开玩笑吗？这2个猪队友啊，是真心带不动。上官道友，后会有期，告辞。哎呀，这真是造孽呀！你们知道你们错过了什么吗？你们就是捡10辈子的破烂，都比不上从李先生指缝里面流出的一点油水啊！真是2头猪啊！是宝剑仙帝。李先生，其实在进入地陨战场时，我就查阅过有关地陨战场的卷宗，虽然都记载得很模糊，但当时一剑斩落3位3品妖帝的人头的宝剑仙帝记载的却比较详细。宝剑仙帝虽然只是3品仙帝境，但修为却极其强大。在斩杀3位3品妖帝之后，又一次冲进混战之中，斩落无数妖族、妖尊、妖皇境的强者。不过他也因为是强弩之末，作化于此。曾有强者说，宝剑仙帝不死，当超越那位一人独占3大古妖帝的藏天女帝，所以他作化后留下的仙帝本源也很强大，也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不过想要取得他的仙帝本源，必须通过宝剑仙帝的考验，否则即便是3境仙帝也无法豪夺。因为宝剑仙帝曾在临终前耗费最后一丝法力，留下一道分身，直到有人能感悟他留下一道的剑意，继承他的仙帝本源为止。所以你要不要试试？说不定你能获得这宝剑仙帝的青睐。我在旁边等你。好。也不知道到天仙宫这次有没有派人来此。这青帝难道发现我了？怎么可能？我这引以为豪的隐藏手段明明这么强大，青帝怎么可能发现我？这9品仙皇的小娃娃还有点意思，竟然还往我们这看，该不能发现我们的存在的吧？不过也不太可能，估计就是机缘巧合往这边看了。竟然
有人感悟了宝剑先帝的剑意。这宝剑先帝的确是有些水平，倘若是没有陨落，只怕现在已经是第3境先帝了。我等见过先帝。弟子，竟然是这严玄清获得了宝剑先帝的机缘，不如弟子将他收入后宫，说什么也不会亏呀。放肆！本弟子对段老的敬仰之情，那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怎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晚辈严玄清见过先帝。不必多礼，你既然当场感悟了本帝留下的这道剑意，那么自然有资格继承本帝的先帝本源。今日本弟子话就放在这里，谁敢抢夺严玄清的机缘，就是与我真剑古族过意不去。这位兄弟，我和你一见如故，不如我们拜个把子吧。老东西啊，你们雷鸣古族如今就你一位2境先帝，确定不想抢这宝剑先帝的本源给你孙儿参悟？既然萧长老愿意把这宝剑先帝的本源拱手相让，那雷某可就不客气了。雷鸣古族的大长老雷大山，莫非他也要抢宝剑先帝的先帝本源吗？雷大长老，我劝你不要打玄清店主身上宝剑先帝本源的主意。小凤，你爷爷和老夫说话都没你这样的。我这可是好心提醒你。怎么，你要拦我不成？是又如何？跑边去！你个老东西，你就作吧。小丫头，宝剑先帝的先帝本源还不是你能够拥有的，把先帝本源交出来吧，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货当着宿主的面抢宿主人的东西，这宿主能忍？系统发布任务，捍卫尊严之战，和雷大山干一架，让他知道宿主的厉害。宿主完成后可获得1品仙尊修为。你认识我吗？你一个小小的9品仙皇，老夫为何要认识你？不认识就好。这不会藏啊你！给我死！这青山青年竟然能和雷族大长老交手平分秋色，他竟是9品2境先帝。莫非他是青帝？不可能！没错，不可能。青帝乃是9品3境的先帝清主，登顶仙界之巅的存在，也是能够与号称当今魔道第1人扶参魔帝交手的存在，怎么可能连一个9品2境的先帝都拿不下？有没有可能是青帝和扶参魔帝交手受了重伤呢？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道友，炼体先帝在仙界稀少，我们不应该针锋相对，该坐下来谈心论道，互补长短才是。真是只老狐狸，知道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这是准备和谈了。上官兄啊，我没有看错吧？那与雷鸣古族大长老交手平分秋色之人，好像是李道友。是他。其实之前我就有猜测，李道友就是青帝，不过毕竟只是猜测，所以我也没有和你们说。但如今李道友已经出手了，我已经敢肯定李道友就是青帝了。虽说青帝如今只有9品2境的实力，但我猜测估计是青帝与扶参魔帝大战受了重伤，从而导致境界暂时跌落了。什么？哥，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当时也只是猜测，我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呐。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系统发放奖励一品仙尊修为，傲雪飞剑提升至与宿主相同境界。聒噪。萧雾散这老东西出手了，是9品3境的仙帝出手了。看这气息，好像是真剑古族的那位大长老萧雾散。这个出手的老家伙也就配搞偷袭了。若是青帝全盛时期，他敢出手吗？9品3境仙帝，此人莫非真是与伏参魔帝交手后重伤在身的青帝？青帝不愧是当之无愧的顶尖强者，即便是重伤在身，寻常9品3境仙帝也奈何不得青帝啊！不错，青帝太强了。虽说与伏参魔帝交手，青帝重伤，却依旧能从伏参魔帝手上活着走下来。估计伏参魔帝也没在青帝的手上讨得了好。能让老夫动此剑的，天下没几个。这是真剑古族最强剑道神通破晓。如今青帝与伏参魔帝交手重伤，还能接下来这真剑古族的最强一剑吗？这怎么可能？不愧是青帝，我就知道他能行的。毕竟自从青帝现身于世间，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过败绩。今日你若退去，本帝当此事从未发生；你若继续，就休怪本帝无礼了。老朽真剑古族萧雾散，此番不识抬举，对青帝动手，青帝不计前嫌，老朽感激不尽。你走吧，看在萧峰出手帮助玄清的份上，本帝就不追究你对本帝出手了。多谢青帝。有青帝保着严玄清，这宝剑仙帝的仙帝本源。青帝，老头子，我也是刚出关不久，而且此次出手也是被萧雾散那厮给蛊惑的。是吗？既然如此，难道你不该有所表示吗？啥？听说你雷鸣古族有一块被神雷锻造万年的重铁，本帝还没见过，想见一见。这此神铁乃是世间极品，唯有青帝才配得上使用。这怎么好意思啊？改日李某去你雷鸣古族拜访，没有意见吧？青帝若是登门，老朽定然举全族之力欢迎青帝。好，你且去吧。这个青帝真是山水不显，若非本帝实力超群，只怕上一次出手就栽倒在了这青帝的手中。多谢李先生。不必多谢，毕竟我与你师父乃是忘年之交，算起来你也是我的后辈。原来青帝和断天仙帝竟然是忘年交啊，难怪会出手护着严玄清。看来以后这断天殿是真的得罪不起了，竟然背靠一位3境仙帝。此物对李某无用，或许对段老先生作用很大，此物便劳烦你交给段老先生吧。好，青帝出来受死！是谁竟然如此大胆，敢对青帝这样说话？不要命了这事，青帝即便是重伤之躯，也能够以无敌之姿击退真剑古族的大长老萧雾散。哼，没想到现在又来了一个送死的。真是好大的口气啊，竟然敢叫青帝死来。严思曼9品2境仙帝也敢得罪青帝？腻歪了这是。
可惜了，长得不错，却是个无脑之流。青帝老儿，还不滚出来受死！此女好生放肆！青帝杀我夫君天霞宗的宗主陈坚成，还有我那孩儿陈敏杰，今日我定要那青帝血债血偿！好，青帝你不出来是吧？不出来，本帝就把在场的所有人统统送去给我孩儿夫君陪葬。这疯女人好狠的心肠啊，连我等无辜之人都要下手。没事，青帝等一下自会教他做人。李某只能说，杀的都是该杀之人。你就是青帝？若是天下没有第二个青帝的话，那李某就是了。好。九品3境仙帝？不应该呀，我觉得他应该是使用了某种强大的秘术，修为才能够从9品2境仙帝一下子涨到了9品3境仙帝吧。不排除他本来就是9品3境仙帝的可能。青帝，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这女人真敢对青帝动手！不过此女此刻的修为，竟然比真剑古族大长老萧雾散的修为，竟然隐隐约约的还要强上那么一丝。这比真剑古族大长老萧雾散还要隐约强大几分的攻势，青帝甚至都没有动手，仅仅凭借一声冷哼便将其化解。怎么可能？青帝怎么可能会这么强？方才他的气息不就是和严寻归、萧雾散之流差不多的吗？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了？严思曼，你放肆！大长老，青帝，此女无礼冲撞了青帝，还望青帝海涵，老朽定然清理门户。老东西，你真的要拦我为我孩儿夫君报仇吗？哼，好啊，青帝老儿，今日我便放过你。我不相信你每次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老朽来迟，让青帝受惊了。无案，严族有个叫严孙礼的小伙子，挺不错的。想不到族中竟然有子弟能够得到青帝的青睐，看来……爷爷，你不是不让我得罪青帝吗？为何你自己先得罪上了？你爷爷我出手是为了给你展示一下错误的示范，让你知道青帝不是你现在能够得罪的。想不到区区一个9品2境的仙帝就敢对青帝动手，看来你对青帝恨之入骨啊。你是谁？我吗？福参魔帝。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本地的血尸殿呢？福参魔帝，如此？真以为你这以秘法爆发的修为，能从青帝那逃走，就能和本帝过上2招不成？青帝放你走，那是因为他不计较。你若是敢对本帝动手，本帝可没青帝那么有善心。本帝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死亡。我死！如何？我把秘术给你，算你还有些聪明。李先生，福参魔帝和严思曼交手如何？福参魔帝一招，动用秘术的严思曼便败了。我还以为这严思曼有多强，结果却连福参魔帝一招都未曾接下。等等，严思曼接不下福参魔帝的一招，而青帝却能逼得福参魔帝动用3000魔佛咒。也就是说，没错，青帝若是真的出手的话，只怕那严思曼也一样接不下青帝一招。继续逛逛，都听李先生的。青帝，老朽便先告辞了，他日若有机会，必登门拜访。好，老朽就等着青帝大驾光临了。
弟子，你说道天仙宫那群人真能从镇边宫内得到那件九品2阶地器的认可吗？道天宫的圣子圣女还是有些水准的。青帝与各路地级交手停止了，只怕稍后会有更多人往此地赶来。不过此宫限制仙帝之下的修为才能进入，仙帝强者若是强行进入，此宫便会自毁。想来是应该没有仙帝过来的。届时你让你那2位守在此宫外围的九品仙尊手下，继续驱赶来此地之人。若是这些人不听劝告，直接杀无赦；若是遇到敌手，便让你那2位手下求助父皇暗中所派跟来的射日仙帝吧。是，弟子。不过有一说一啊，那青帝当真是强大，竟以一指击退了真剑古族的大长老不说，一声冷哼，更是破解了由九品3境仙帝施展的炎族最强神通。的确，青帝的实力即便是我父皇也望尘莫及。或许唯有我张家从上个纪元便开始闭关的老祖才能与之一战。张文耀，怎么，韩大圣子，你们道天仙宫趁着许多强者观望仙帝与诸多仙帝交手时，悄悄地摸到了此宫，就不准本弟子来一手守株待兔，一劳永逸吗？你们也不要想着你们道天宗暗中的那位7品仙帝能够出手帮助你们了。我昊天仙庭的射日仙帝此次也是跟了过来的，镇边宫的9品2阶地器能者居之。倘若你们赢了，自然拿着地器走人，而你们若是输了，就乖乖奉上镇边宫的9品2阶地器镇天蛊。看来你这次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呀。当然，真以为本圣子会怕你不成？大姐，让我来领教领教昊天仙庭这位弟子的手段，你在旁边看着就行。我若输给你，镇天蛊便交给你；你若输给我，便赶紧滚蛋。好，不过镇天蛊毕竟是你们先拿到手的。这样吧，你若败了，你姐姐再继续和我交手；若是我败给了你姐姐，那我依然滚蛋。弟子，你们昊天仙庭的弟子年纪轻轻，但对自己很自信呢。好，你是个假的圣子吧？你不应该觉得我看不起你，然后生气的驳回我这个要求吗？你怎么能答应呢？张弟子，你身为昊天仙庭的弟子，不会说话不算数吧？从刚才看见你的那一刻，我就开启了一颗录影石记录现场。你刚才说的话，我可都有记下的哦。你要是反悔，